当夜幕笼罩荒村，邪祟四处行袭。关门点灯，勿信屋外人。灯油罐口，香灰堵呛，小山还是没醒，只能火化了。不要，儿子还在喘气啊！救他，你快想办法救他！这是村里的规矩，小燕是被邪祟害死的，还被带走左手小拇指的指甲，马上就要天黑了，不烧掉，她一样会变成邪祟。这是哪？不是医院。小拇指传来钻心疼痛，让于燕下意识抬腿，竟然抬起来了。自己明明是脖子以下不能动的瘫痪病人，居然恢复了知觉。火葬场，自己躺在焚化台上。等一等，我感觉自己还能抢救一下。天哪，是小燕在说话。小燕醒了。你还好吗？于燕撑着坐起身，脑袋疼得针扎一样，只能死死捂着头。老天爷保佑，小燕你醒了，真的太好了，妈都要吓死了。你是谁？于峰，你疯了吗？召唤的时间早就过了，你不是我儿子，你究竟是谁？于燕人麻了，自己醒来时，两人的对话在耳边回荡。自己这具身体的原主也叫于燕，但没有原主的记忆。这村子不正常，有让人谈之色变的邪祟。原主昨夜被邪祟害死，这对夫妻招魂救人，儿子没救醒，错把他招来了。原主父亲还发现他有问题。痛，我头好痛。于峰，他是小燕啊，你撞邪了吗？不，他不是小燕，他在骗我们。谁在义庄里边？开门，快开门！村长来了，千万别被他发现。手指被砸碎的疼痛使于燕完全失去知觉，只剩麻木。于燕呆呆地看着于峰，人是真的被吓傻了。等下别乱说话。于峰、顾亚，你们一家人在义庄里干什么？还上了门阀？昨晚死了好多人，霍雅章也没了，我心里不舒坦，过来看他最后一眼。昨晚是死了很多人，我听人说你们家里也进了邪祟，刚过去一趟，发现你们都不在，还以为你们一家遇害了。邪祟进门不留活口，我们一家好端端的呢，不知道谁在以讹传讹。原主家里肯定进过邪祟，否则原主怎么会死？是啊，我们都好端端的，没遇到过邪祟。村长，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不耽误你们分尸。于燕，你手怎么回事？昨晚弄伤的吗？小燕刚才让他自己说。于燕眼前忽然闪回一些细节。顾亚说：“村长来了，千万别被他发现。原主遭邪祟害死，被拔掉左手小拇指的指甲。”于燕恍然大悟，明白于峰砸烂他小拇指的缘由。昨晚我一直和爸妈在一起，怎么会受伤？是刚才我动了焚化台，我爸阻拦，一不小心符被砸在我手指上了。焚化台不要乱动，旁边的木柴都是神婆画过符的。抱歉村长，小燕不懂事，以后我们不敢带她进来了。你们赶紧回家，记住天黑之前关好门窗，把油灯点起来，千万别熄灭。瞒过村长只是一个前菜，顾亚虽然没有任何怀疑，但原主父亲于峰才最棘手。你究竟是谁？你干什么啊？你撞邪了吗？小燕都被你吓晕了啊！随之，于燕感觉人中被指甲深掐，痛是真的痛，行，那也是真的行不了一点。你就是不喜欢小燕，所以招魂后你一直说时间过了要火化她。我知道你认为她不成才，可为人父母，只要孩子能健康长大，不就好了吗？你别说那么多理由了，小燕好不容易才活下来，你要是伤到她，我就和你拼了。装晕的于燕整理了思绪，她没有任何关于原主的记忆。原主的母亲很爱原主，原主好像是个不成才、不中用的人。这么危险的村子，这么难缠的原主父亲，自己是一张白纸，怎么能融入这里？天这么快就黑了吗？徐医生，你怎么在这？徐开国，自己的主治医生，和徐开国打交道已经5、6年了，两人不是医患关系，更像是朋友。于燕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古怪危险的村子里，居然还有熟人。小点声，不要被听见了。到那边说，这家里的人不正常。那对夫妻其实是2个邪祟，特别危险。这村子更不正常。你刚来，很多事情还不知道，快点把门打开，我救你出去。你在干什么？于峰，你干什么呢？于燕听不清于峰在说什么，可常年卧病在床，让他练就了一项本事——唇语。他有问题，他开门，全村人都知道晚上不能开门，邪祟会钻进来杀人。他想把邪祟放进来，他一定不是小燕。你还在胡说，小燕不可能这么做。你自己看。晚上千万关好门窗，点好油灯。
邪祟进门，不留活口。一瞬间，于燕汗流浃背。除了那来势汹汹的后怕，摆在眼前是个更明显的问题：自己犯了一个正常人根本不可能犯的错误。妈，你们怎么一直站在门口？刚才我发现门好像没有关好，刚准备看一下，爸冲进来就将我散开，疼死我了。伤到哪儿了吗？我还好，就是门要关好。你一整天都大惊小怪，现在好了，儿子也被你弄受伤了。妈，你别怪爸了，我真没事，他可能是怕邪祟进来，你们好好休息，别太辛苦。于峰忽然驻足，侧头深看于燕道：邪祟带走了你小拇指的指甲，按道理你会成邪祟，可你活下来了，他们怕是会格外盯着你，千万要谨慎再谨慎。一旦到了夜晚，门外窗外没有正常人，只有杀人的邪祟，千万别被骗了。小燕，你好好睡觉，明天妈给你炖肉吃。好的，你们早点休息。逃过一劫的于燕总感觉哪里不对。按照古雅于峰村长的一些言语来分析，夜里头没有关好门窗，邪祟就能冲进来杀人。可刚才门已经被打开了，邪祟为什么没有冲进来将他们杀死？难道刚才门外压根不是邪祟？没错，徐开国是自己的主治医生，两人打交道5、6年了，他有没有问题自己不知道吗？这张脸自己都不认识，那徐开国怎么会认识？先前发生过的一幕幕在脑中闪过。瘫痪这些年，于燕唯一一个有用的器官就是脑子了。他记忆力出奇的好，任何事物过目不忘，甚至还能在脑海中将所有细节回溯。好丑的字！不对，这徐开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他居然让自己救人！于燕百思不得其解。隐隐约约间，有人影朝着窗户靠近。于燕心里默念着：窗外没有人，都是邪祟。忽然，心头一阵沉闷发慌，很渴，喉咙干燥的快冒火星子了。于燕咕嘟咕嘟灌了一杯水，不解渴，心想着要是能喝口血就舒服了。斜睨一眼桌上的油灯，明明只是一团橘色火苗，此刻却像汽车的远光灯一般刺眼，本能促使于燕想要灭掉灯光。她顿被吓了一跳，自己想什么呢？想喝血的念头就很荒谬了。一旦吹灭这油灯，邪祟就要进门了。自己是怎么回事？因为招魂和这个身体不融洽，还是说原主身体成邪祟了？于燕感觉自己快受不了的时候，鬼使神差的抬起手，一手托着油灯，强忍着灯火灼目，唇靠近灯边，呷了一口灯油，随着温热的油滑下咽喉，可血的冲动消失，如火不再刺眼，恢复温和。小燕醒了，他爸，火儿放一下，吃早饭。往常放满灯油要烧3天，昨天一晚上居然烧光了。是漏掉了吗？没有漏，怪事，还好注意到了，不然今晚出大事。我要去找村长领灯油，他怕是要来家里看看。那没事吧？看看就看看。给小燕灌口的灯油是咱们偷偷攒下来的，我都处理干净了。干净了就好。如是说，他要来看就看。老罗，有外来者进村，快来！我们真是迷路了，刚才真是找个村民问路，绝对没有恶意，我们更不是什么坏人，我们马上就会离开村子。既然是徐开国纸条上那个女人，迷路，那你们在村里绕了几圈？记得吗？3圈，我们真是因为迷路绕圈子，迫不得已才找人问路的，真不是坏人。于燕有些看不懂了，整个村子就一条羊肠公路，怎么可能在村里绕路3圈？把他们送去山神庙过夜吧。这群人就算有问题，那给人一点教训，把人赶走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将他们留下过夜？天黑有邪祟出没，那他们不就死定了吗？问了一下路而已，不至于像村长想那样吧？而且让他们进山神庙过夜，等同于等死。小燕，你千万不能对外来者掉以轻心。外来者在村里绕路3圈，都不明白自己是被困住了，还以为是迷路。那天黑以后，他们必然会被邪祟欺骗。村里曾有多少人收留外来者被连累害死，那都是血淋淋的教训。3言2语，信息量巨大。于燕本认为外来者可能会对村民不利，村长才抓人，没想到居然是村子本身诡异，让人迷路受困，走不出去。不过你也别怕，村长会和他们说清楚村里情况，白天有人守着，不让他们出山神庙，晚上如何，看他们自己了。回到屋里的于燕陷入沉思，纸条上说3天后救他，他活得过3天吗？更关键的是，为什么要救他？自己稍有不慎，原主父亲就会砍了他。还是先想好怎么活下去，不能节外生枝。确实没有漏灯油，我检查过了。
的确没有漏油，你也没记错领灯油的时间。昨晚上邪祟的活动异常频繁，有几家人都说很多邪祟围在你家门外。是因为邪祟数量问题吗？让灯油烧得更厉害了？没有先例，但不排除今晚你好好观察灯油燃烧的速度。好，我会仔细观察的。村长，吃了饭再走吧。红烧肉不吃了，那几个外来者很难沟通，非说我们绑架了他们。我得过去再和他们说一遍过夜的规矩。吃完饭来山神庙找我，那3个外来者就由你负责看守吧。村长，小燕才17啊，她怎么能看外来者呢？村里那么多人，谁都比她合适吧？知道了，村长，等会儿我送小燕过来。你疯了吧？小燕是不是你儿子？让他去守外来者，你想害死他吗？你冷静一些，村长的决定你质疑有用吗？万一你让他觉得咱们家不对劲，那才要出大事。你仔细想，村长为什么做这种决定？他怀疑我们了吗？虽然昨晚在义庄里搪塞了过去，但小燕始终没了左手小拇指的指甲。咱们家的灯油少那么多，村长不是傻子，肯定会多想的。现在他说什么，咱们就照做什么，才能洗脱掉怀疑，否则必然会出问题。于峰继而深深看着于燕道：小燕，你明白爸的意思吧？明白。于峰太聪明了，仅凭3言2语就分析出村长目的想法。他很清楚，这绝非危言耸听，灯油是抵御邪祟至关重要的资源。就连给原主招魂，于峰和顾亚都用偷偷攒出来的灯油，不敢声张。于燕危机感骤升，自己需要灯油控制理智，那往后怎么办？不能让任何人接触，并带走外来者。若是在天黑前外来者跑进村，你要马上通知我。他们没跑的话，天黑前一刻你要点上油灯，将自己锁在这个屋子里。夜晚发生任何事情，你都要视而不见，绝对不能开门或者灭灯，明白吗？好，我知道了。重复一遍我的话。于峰，你儿子很冷静，不会有危险的，咱们走吧。他们是市考古队的成员，桂山有一处被盗挖的古墓，市考古队去抢救性发掘，结果遇上塌方，好几个教授被埋，信号完全中断，卫星电话都打不出去。因此由最熟悉路的车队领头徐启开车带3人去找救援队，结果昨天半夜就不对劲，随时有人在路边笑着拦车，甚至往车头上扑，他们根本不敢停下来。清晨误入村子，本来想着求援，却迷路无法离开。最重要的是，在4人的记忆和桂山地图中，从来没有这个小村。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谁知道呢，徐哥？我刚一直说，千万不能把车开回来，这村子不对劲，果然出事了吧？绑架就是绑架，编一箩筐的故事骗人，什么邪祟，什么离不开村子，这都是他们胁迫我们就范的把戏。今晚我们必须进城找到救援，晚上会试问那些教授年纪大了，撑不住。这情况，咱们能趁天黑回到车上救阿弥陀佛了。后备箱里有备用胎。我来过这里，就是这屋里面。第1晚天黑后，徐哥打开门，很多人涌进来，把徐哥撕碎，把我们吃掉。第2晚有人说知道车在哪儿，张丽相信了，结果被人吃掉了脑子，咱们都死了。第3晚倩倩他们撕碎了你的脸。第4晚我血，有人在喝我的血。该不会是真的吧？伊人在车上时也说了这些，可他不晓得这地方啊。伊人有轻度癫痫，遇到刺激就会出现幻觉。徐哥，你快帮我解开，伊人是发病了。于燕一直注视着对面屋子，对尖叫声无动于衷。此时的他反而镇定下来，看似村长验证自己，或许也是于峰顺水推舟。毕竟他对自己的怀疑远远比村长的多。他们只要安分守己就不会死，但自己贸然救人，他们必然不会信自己，可能还会害死自己。夜幕降临，温和的灯光再次让于燕闭眼低头，可喉咙好干，好渴，再不喝口血，我心子真的都要冒出来了。喝了家里的灯油，导致村长的怀疑，一旦这屋里的灯油少了，自己就是不打自招。于燕冷不丁的想，对面不就有4个人吗？不行，如果自己喝血，那算什么了？和邪祟有什么区别？那喝山神庙里的灯油呢？至于那4个外来者，把他们放走不就行了吗？他们会被邪祟杀死，没人会发现自己的秘密。天人交战间，于燕狠狠一捏左手小拇指，更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黑，也换来了短暂清醒。他休克了，咱们得赶紧出村找医院。倩倩，你留在这里看着伊人，我和张丽去找车。我们是其他村的人，昨天发现你们后，就一直在路上拦车，不想你们进这村子，你们还是进来了。这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匪徒。我们知道你们车被放哪儿了，你们得立即离开，被发现就完了。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骗人？万一你们就是这村里的人呢？我们没有必要骗你，不然叫上10几个人过来，一下子就将门推开了。你们太谨慎了，就是这样才出的事。昨晚上好端端停车，今天压根不用进车，我们也不用冒着危险来救你们。徐哥，开门吧。你们别开门，我来。门锁已经开了，你们推门就可以进来了。你们要逃，我们带路，你们应该出来才对。你们开门，我们就跟你们离开。你这女人指定有点毛病，稀奇古怪的。你们不相信就算了，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喂，你们先别走。不要出去。伊人，你别胡闹，我们得走啊！他们是来帮忙的，不是这村子里的村匪。伊人没回头，被死死靠在门上，眼泪像是断线珠帘一般淌下。他口中呢喃，似是在说3个字。于燕咳嗽着，嗓子疼的就像是吞刀片，左手小拇指被捏得一直在冒血。他甚至尝试过抿一口自己的血，发现非但不解渴，反而喉咙更火辣，惨叫和尖叫前后而至，稍稍分散于燕注意力。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头皮发麻。那4人轻而易举扯烂司机的衣裤，手指甲像是锋锐的刀子，司机皮肤就像是橡皮泥，柔软的没有丝毫阻碍，轻而易举就被划破。粘稠血液顷刻覆盖住伤口，一股一股往外冒，任凭他如何惨叫哀嚎，如何求饶，4人脸上只有笑容，不停地划拉拨弄他的身体，就像是玩着某种解压游戏。整个过程中，那个司机是活着的，惨叫声到最后成了衰弱呻吟，最后归于无声。他被整整折磨了半夜才死。于燕很恐惧，最恐惧的是这一幕，他本身不觉得恐惧，甚至他觉得自己应该加入其中，惨然赶赴上刑。自己真的成邪祟了。不想承认，不敢承认，可厌倦油灯，可血，这都是事实。因为被带走左手小拇指的指甲，身体成了邪祟，灵魂算是个正常人才会有正常意识去抵触邪祟的本能。为什么？只能喝一点，能恢复理智就行。灯油比正常情况下少了一些，如果是他害怕天黑点灯太早，消耗也算正常。于燕没问题吗？村长果然会来验证自己有早点灯晚灭灯的假象，灯油的消耗还说得过去，我这算是瞒过去了吧。晚上还觉得解压的于燕此刻却恶心的要死。钟志成对这一幕司空见惯。徐哥死了，他被杀了。我以为你们会全部死掉，或者还是被绑在那里动弹不得，结果只死了一个人，这是很好的进展。你居然管这个叫做好的进展？你明明知道那些东西那么恐怖危险，还会骗人，你为什么不找几个人看着我们？你还是人吗？徐哥是被你害死的。绳子是你们自己解开的，人是你们自己跑出来的。我说了开门会死，你们还是有人开门，让人看着你们，你们就会相信了吗？你们只会觉得我们就是匪村，所有人都是村匪，因此他是自己害死了自己，也可以说是你们害死了他，你们并未阻止他跑出来。我不会再绑着你们，不过我提醒你，这2天你们只能待在山神庙，如果闯入村民家中，死伤自行负责，外来者必须存活3天，村子的规则才会保护你们。你把车还给我们，这鬼地方我们一刻都待不下去了。谁都想离开这里，可谁都没有办法离开这里。本想和村长混个脸熟的于燕，因为吐错过了时机，喝完水回来却看到眼前的一幕。薛开国让自己救人，为什么他昨夜却没有出现？忽然于燕却发现对面的女人也在看自己，同时她的唇微微在动。于燕将记忆反复回溯了10几次。我没看错，她的唇语的确是我能帮你，不过这太诡异了，这女人是个外来者，对村子一无所知的外来者，甚至他们昨夜还死了一个同伴。小燕，妈一晚上都睡不好觉，你没事就太好了。妈，我会有什么事？我听村长的话呢。我说过，小燕不会有事的。外来者死了一个。对的，司机没了。先吃饭吧，是你最爱吃的菜。看着眼前的饭菜，于燕的笑容僵硬，整张脸呆滞定格。上辈子她最爱吃的也是鸡蛋羹和土豆丝。记得当时她妈妈得了老年痴呆，谁都忘了。可她没有乱走乱跑，而是待在农村家里养鸡种土豆。每天她都会给于燕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下班，给她做了鸡蛋羹炒土豆丝。于燕瘫痪之后
父亲带他四处求医，母亲只能请旁人照料。然而有一天，母亲跑出家门，说要去给儿子送饭，结果出了车祸，鸡蛋羹和土豆丝混杂着血浆，洒了一地。于燕哭了，眼泪淌进了嘴角，好苦，好咸。小燕，你怎么哭了啊？泪眼朦胧，满脸失神，顾丫的脸都模模糊糊成了另外一张脸，慈祥、和蔼、温馨，又略带一丝老态。岁月让很多东西都变得淡薄，唯有母爱却愈发的深沉。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是儿子不好，从来都没有让您放过心。不哭了，小燕不哭。我知道昨天这里死了人，让你看这些东西太残忍，我这就让你爸去找村长。这外来者，咱不守了。这可不是一个好决定。妈，我没事，我刚才忽然觉得很难受而已，你跟着爸回去吧。我这就去找村长。爸，别这样，灯油是正常的，只是我怕天黑时来不及，提前点燃一会，只要村长不在意这个，我就能洗脱怀疑了。不要因小失大，死人而已，村子死的人还少了吗？我不害怕。提前点灯没问题，村长要有意见，他早就把你带走了。问题出在咱们家里，灯油还是少了，村长今晚会留下来观察情况。家里的灯油少了，不对劲，自己都不在家，灯油怎么会少？小燕，你不用管这些，先吃饭吧。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于峰对灯油动了手脚，他借机又藏起来一些灯油，从而帮自己洗脱嫌疑。小子，怎么你不服气？我也是为你好，村里头就是女人和孩子，他们最容易被邪祟骗了，我帮你照顾他们，让你更容易活下去。你干什么？于燕啊，吓你哥一跳。于燕心头微变，这胖汉认识原主，而且关系似乎还不一般。哥，你也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谁呢？村长严词叮嘱了，不能让其他人接近外来者，你这样我不太好办。你当没看见我进来不就对了吗？总归等外来者进村3天就可以在村里住下，我提前收留他们2个，这没问题吧？不然他们怕是很难活下来。小子，大家都不敢管外来者，哥敢，你说哥算2步。村长的话就是规矩，村长的要求你让我当耳旁风，你疯了还是我疯了？我会把你的杰作一五一十告诉村长。于燕冷眼相视，原主不成才，趁此机会和原主朋友划清界限，才是最优解。胖汉听见要告诉村长，脸色一变，同时也不理解平时跟在他屁股后面搁前搁后的于燕，忽然性格大变。于燕，今儿是哥没考虑周到，是不该让你惹村长，鸽子就走。他能怎么帮自己？你真的会举报张军吗？顺嘴的事。你是个好人。你好，我叫张丽，他叫朱倩倩。于燕，他怎么了？顾一人身体不太舒服，我们是考古队的成员，惠山他方埋了很多人，急需救援队，你能帮我们拿回来车子，送我们离开吗？我一样想离开这里，全村都知道我们走不掉，你们不已经尝试过几次了吗？他哪里不舒服？一人昨天受了惊吓，没什么大事。先前顾一人和自己对视的时候，不像是受惊吓的样子，可他现在看起来有些古怪，甚至都没正眼看自己一下。这关乎着自己的秘密，也不能直接挑开去问。既然没事，你们就好好待在山神庙吧，既来之则安之，村长不是坏人，更没有骗人。没有关好门窗。于燕看向关好的门窗，心中满是疑惑。难道他是在提醒自己，那一晚上没有关门窗，徐开国塞进来纸条，让自己救他？小林，那就真的麻烦你了，这一份给我家小燕，这些送给外来者吧。好香呀，您真好，我记得我刚进村那会儿，3天都没吃的呢。村长还是没说过要给外来者吃饭，我是想着恰好要给小燕送，就给他们也送一口，都是苦命人。您太善良了，就是村长有些不通情理，明明您家就有邪祟莫名其妙的靠近了，村长又让小燕去看外来者，还不让您和于叔出门，他住在您家就能吓跑邪祟了吗？真不知道村长在想什么。小林，村长有他的道理，都是为了村里的人好，你快去吧。知道了。真的不能告诉他们吗？可他们很无辜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对的。大家只要能离开这里，于燕也可以离开，他们会感激我的。为什么不告诉于燕昨晚发生的事情？他和村民不太一样，他帮忙的话，我们有机会拿回来车子。这村子的一切，我们所见所闻，太恐怖离奇。如果将伊人的事情告诉他们，你说他们会怎么对伊人？那咱们能怎么办？伊人，你有办法的，对吧？
顾伊人没有回答，只是看向右侧，美眸忽闪，阴唇含笑。伊人，你没事吧？张力，伊人怎么了？他又发作了。以前伊人发作时，半夜打开过煤气，在天台边缘漫步，他从来都不承认是自己独自做的，非说身边有个人喊着他，引导他做这一切，把我舅妈吓得高烧惊厥。不对啊，昨天你也这么说，可昨天他明明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了啊，这不是癫痫吧？他是不是看到了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才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伊人，我说的对吗？没有关好门窗。于燕思索许久，最终还是将顾伊人的提示和徐开国的纸条联系在一起。顾一元和徐开国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今晚又会发生什么事情？于燕，顾姨让我送吃的过来，这个是你的，这些是外来者的哦。谢谢。这不认识人也太尴尬了，招呼都不知道怎么打。小姐姐，你回去后告诉我妈，让她别送了，我这里还有干饼子，省得麻烦。这些是给外来者的对吧？我先送过去，不耽误你吗？小姐姐，好奇怪。自己得想个办法，尽快知道村子里这些人姓甚名谁，不然太容易露馅了。村长，你今晚上就住小燕的房间吧。不用，我就待在堂屋里，要看着油灯是怎么烧下去的。所有门窗都关闭好了吗？你进来的时候都已经关好了。淅淅沥沥的雨声让于燕有些心烦，平稳跳动的橘色火焰从最开始的温馨逐渐变得有些刺眼，喉咙痒痒的，有种干涩感。又开始了吗？眼光和咳血的冲动。于燕勉强保持清醒，不去理会窗外的脚步。下一瞬，于燕就听出了不对劲。她来到窗前，顿时心惊肉跳。村尾马路上密密麻麻，全都是人。这些人衣着各异，神态却大同小异，都是微微抿唇，笑不露齿。于燕大口的呼吸着，抑制着想要开门走出去的冲动。邪祟的大批量出动和外来者有关吗？前2天的邪祟都只有几个，可成群结队的邪祟没有停留，反而朝着村里走去。于燕松了口气，视线看着邪祟的来处，是马路尽头黑洞洞的山林中。忽然，于燕呼吸愈发粗重，心头升起想要走出去和邪祟同流合污的念头。她大感不妙，赶紧回到油灯前，小口的抿着灯油。终于，所有不正常的念头一一退却。外面很热闹的，你怎么待在屋子里？这村里的村长是个骗子，他编织了一个谎言，让你们每天夜里就待在房间里不敢出来。可真的不出来就不会出事了吗？这个村子是不是依旧过一段时间就总有人会死掉？邪祟是假的，根本就没有邪祟，都是他在搞鬼。你真不想出来看看吗？看看他是怎么被我们惩罚，怎么被杀死的。马上你们就要获得自由了，快一点吧！我们这群人里也有很多是从村子里逃出来的，他们对村长充满怨恨，迟了就看不见好戏了。继续说，我在听。怎不说了？我认识你，你骗不了我。你们不去睡觉？小亚，你去睡吧，我待在这里陪着村长。不要，我也在这里待着吧，总归我也睡不着，会一直想小燕。行吧。你们2口子在村里头待很多年了吧？快10年了。10年已经是老人了。我给你们一个坦白交代的机会。机会？我怎么听不懂呢？我比你们2口子进村的时间晚，不过我也算是经历过一些你们没经历的事儿。当我发现灯油可以辟邪的时候，有很多邪祟日日夜夜地包围着我，他们并没有让灯油的燃烧速度加快。你的意思是我在撒谎？那为什么第1天你不拆穿，还要小燕去守夜？因为我想确定究竟是你们谁有问题，毕竟他左手小拇指失去了指甲，你们一家3口又恰巧在一庄里。事实证明于燕没事，比正常村民还多了一丝敏锐。看似他在村子里口风很差，性格细节上倒是像你。他没事，灯油依旧在减少，那有问题的就是你于峰了。为什么你要藏灯油？你知道灯油的重要性，这种资源必须要谨慎小心的使用。我没有藏灯油，的确是灯油燃烧的速度变快了。村长，你应该考虑这油灯本身的问题，而不是怀疑我们。灯油只有一种情况会燃烧变快，于家没有出现这种可能。有老鼠，可能在钻米缸，我去看看。顾亚强忍着心慌，要走向厨房，
钟志成还是盯着罗峰的脸，两人形成了僵持。不对劲，小亚，回来！你家里有邪祟，说好了要关好门窗，你一定疏忽了，你没有照做。不可能，卧室每天都会检查，其他地方每隔3天我也会检查一遍。3天？为什么不是每天？厨房这些地方我们晚上基本不会去，才3天检查一次。村长，你会不会弄错了？家里怎么会有邪祟？应该是老鼠在偷吃吧？家里的情况他很清楚，除了4天前小叶莫名其妙的出事在门外，这10年里都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你把门稍稍开一丝缝，唯一一种灯油会快速消耗的可能，就是你家里进了邪祟。还好这个房间有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厨房。此时此刻，厨房中乌泱泱的人挤在一起，他们似是等着人来开门，所有人的眼神都期待极了，仿佛接下来是一场饕餮盛宴。只不过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并没有人来打开厨房门，众人失望极了，只能走出厨房，走向堂屋门。看着邪祟涌出厨房的一幕，3人都是一阵后怕。看来确实前2天就出问题了，灯油加速燃烧，你们以后得小心一点。于峰没吭声，寒意从脚底板一直往上窜。其实前天晚上于燕开门后，他就仔仔细细检查过全家的门窗，绝对不可能有问题。昨晚上也是他刻意减少灯油数量，他确实是怀疑于燕，但如果真有问题，自己的儿子还是得自己下手，而存下来的灯油关键时刻肯定能救命。所以厨房的窗户是今天被人刻意打开的，是张韵玲？不可能啊！小玲一直在和我说话，根本没有去看过厨房的窗户。小玲也不可能害咱们的。我想起来了，小玲说有人在咱们家门前鬼鬼祟祟走了一遍，好像是张军。张军是小燕的朋友，狐朋狗友也是朋友。张军那种人不是什么好人。钟志成却一直没吭声，眯着眼，不知道思索着什么。这一夜格外漫长，那2个杀死原主的邪祟走后，就再也没来过其他邪祟。于燕却睡不着了。原主为什么会被邪祟杀死？是什么促使原主忘了忌讳，夜晚直接遭遇了邪祟？明天就是徐开国说的第3天了，肯定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几点了？灯油少烧一点，自己就能多喝一点。结果一个潭水，灯油又少了这么多，连半个晚上的都不够用了。昨晚这里没发生什么，村长可能不会再过来。小燕，你昨晚上没事吧？我没事吗？你怎么回事？没睡好？村里出事了吗？没出什么大事。没出什么大事，也是出了事。村长没事吧？村长怎么会有事？我睡过头了，油灯快被烧光，得找村长要灯油才行。你没事儿，妈就放心了。你先回去看着外来者吧，妈这会儿会去村长那里一趟，灯油的事情妈会告诉他。不对劲，顾亚很憔悴，没有送饭，也没有提起于峰。于峰人呢？难不成他出事了？很快，于燕便瞧见了乌泱泱一大片人，中间台上绑着2个人，一个是昨天给自己送了饭的女孩，另一个居然是张娟。于燕啊，怎么昨晚上让他那么好的运气给躲过去了？可不是嘛，村长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信任于燕，让他去看守外来者了。不然的话，昨天于家里头钻那么多邪祟，于燕肯定死的。我感觉张韵玲没有问题，不过好多水灵一姑娘，看看张军那肥头大的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于燕这都不是交友不慎，完全是野狼入室。我要是有这么个儿子，晚上直接甩出去，邪祟想干嘛就干嘛，弄死了轻松。原主就这么招人恨？听着这群人的议论，于燕也明白了事情大概，自己家里窗户居然被打开了，还钻进去了邪祟。于燕心在发颤，差一点她又失去母亲了。而谁会打开窗户？这事情已然是昭然若揭。小燕，你怎么过来了？妈，爸呢？他没事吧？你爸没事，他在家里封窗呢。小燕，你干什么？你别胡来。于燕，你听哥解释。这就是你干的事，开我家窗户，我开你一户口本。不是我，你害我爸妈，我打不死你。于燕，够了，停手吧！你和张军是发生了什么矛盾吗？没有矛盾，就只是兄弟间闹了点儿。张俊哆嗦的插话，被打的虽然痛，但他清楚自己被误会了。于燕，我们是兄弟啊，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你得信我，我什么都没做呀。张俊昨天被打后，他实在想不过，打算把于家的灯油放一放，可他只是想，没敢做，因为于峰在家里。于峰是村里头出了名的硬角色，不但有一把子好力气，脑子更敏锐。要不是因为于燕不成器，搞不好于峰就是副村长。
昨天外来者的事是真的。是，但不是一码事儿，我没有。游村。张军胖脸哆嗦，要解释，可潮水一般的谩骂声直接将他所有话全都淹没了下去。哪怕他极力辩解，可没人能听见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游街，又不是要杀了张军，至于把他吓尿。于燕，你尽快回去山神庙，还是要看着外来者。今晚上不出意外，你就能回家了。好，我知道了，村长。装着面饼子的包袱和水壶居然不见了，不好！村子的信息张力都清楚，他怎么敢跑的？这不是纯找死吗？不熟悉村子的于燕绕了几次路，终于瞧见了人群。此时全村的人都聚集在此处，呐喊着游村游村，而张军则被关在一个囚车中，他似乎在说些什么，却无人理会。村长，外来者跑了，他们应该会去找车，现在找他们还来得及。知道了，随他们吧。不管他们了吗？于燕身上一阵发寒，原来事情因在了这里。从徐开国的纸条到顾一人的提示，都说明了顾一人的关键。可现在的情况怎么救？昨天没有让张军带走外来者，你办得不错。今天揭发张军，你更办得不错。外来者既然跑了，那你也没必要再守着了，和你爸妈待在一起吧。今夜会有游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用过这种行路手段，才导致张军动了害人的歪心思，这也是给全村所有人的警醒。晚上游村。小燕，你怎么在这？你冒了好多汗，哪里不舒服吗？妈，我没事。外来者跑了，村长说我可以回家了。跑了就跑了吧，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出了张军的事情，今天他们进了谁家门，都肯定没有好下场，谁都怕死。办得不错。于燕一怔，是完全没料到于峰的语态都温和下来了。不过下一次不能这样了。小燕揭发张军没有问题啊。村里和你认知的不一样，你应该感受到了。你得罪张军之后发生了什么？他来报复了我们全家。如果不是村长恰巧在咱们家里，这种变故我都很难反应过来。不要随便得罪人，一旦翻脸，就必须要将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否则的话后患无穷。爸没有事，最重要的是你妈，你知道了吗？你怎么教小燕这些呢？于燕却是眼皮突突狂跳，不光如此，心跳都落空了半拍。于峰话里有话。邪祟带走了你小拇指的指甲，按道理你会成邪祟。记忆的回溯缓缓消散，眼前还是于峰的深邃眼神，这深深注视有了变化。那晚上还有些许犹疑动摇，这一刻那些动摇消失不见了。于燕此时才明白，于峰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原主，第一晚的提醒只是不想让他死了。直到现在，于峰还是没有揭穿他，甚至又提醒了他一遍，在这个村子生活做人需要依循的准则。甚至于峰还着重点了一句，最重要的是你妈。让于峰接受他的原因是不想让顾雅难过，而顾雅或许没有怀疑，或许是不想或者不敢。妈，爸说的没问题，以往我一直都在你们的庇护下活着，做了很多让人不喜欢的事，这都是我的不对。张军的事情一样是我的不对，我不该在那个时候赶走张军的，完全可以让他将人带走，再去告诉村长，这样一来就不会给张军报复的机会。好了，回去做饭吃吧，吃饱喝足，晚上还要看游街。天黑了，到处都有邪祟，村民又怎么拉着张军去游街？当然，疑惑归疑惑，于燕没有问。你在吗？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村长反应那么快，这不合理的。现在应该怎么办啊？是不是没有机会了？顾一人才是关键，就算不能解决自己邪祟的问题，可他展现出来的能力，在这种危险之地太重要了。告诉于峰，这样太容易暴露邪祟的事。爸，等会我想去走走，还想看看外来者那辆车。看来你不用担心外来者的情况了，他们出村了。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弱不禁风的女人，居然知道村子出不去的情况下，还敢尝试着出村，今晚他们就会死在村外。于燕反倒是松口气，张丽他们至少没有进别人家，不会被人拿着柴刀和斧头打杀掉。他们会迷路，会回来的，对吧？其实这几个外来者也可怜，等他们回来了，能把他们再抓回山神庙里吗？就怕他们不回来，到了村口又掉头走，怀着侥幸心和不信邪去找路，等到天黑后，就算是进村都来不及了，没有人会给他们开门。还有今天晚上不一样，他们若是天黑进村，会死得更快。为什么？爸，你喊我什么？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爸呀！一时间，于峰寂静无声，更沉默。片刻后，他长舒一口气，说道：游行不是村民做的，邪祟从山里头走出来，他们乐衷于欺骗村民，折磨村民，
一点点让村民死去，将人放在囚车中，邪祟就会拉着囚车满村走，一点点划破张军的身体，相当于凌迟。这是孙子最严厉的惩罚手段之一，利用邪祟害人的人，最终都会自己去面对邪祟。那3个外来者一旦回来，他们就会撞上史无前例数量的邪祟，即便他们带了灯油，车有门窗，可他们依旧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很天真。于燕光是听想就开始胆寒。村里有很多外来者吧？几乎每个人最开始都是外来者，就更清楚外来者的不确定性。最初的排斥是必然的，以前有很多人和你一样心存不必要的善念，最后他们都成了一桶灰了。没有人出去过吗？谁都想离开这里，可谁都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于峰答了一句村长说过的话，随后朝着回返路上走去。爸，你先回去吧，我去看守的屋里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冤枉，我没有，我还没来得及，不是我啊，是张韵林，理财热毒，是你啊，就是你，被骗了，你们被骗了啊！知人知面不知心，他骗人，你们没遭他整死，下一次谁都跑不掉。于燕只是冷冷看着张军的话，没一个人理会。于燕也了解到顾雅把张韵林当女儿对待，两家来往密切，偏偏昨天张军来过，就出事了。于燕，你见色起意，你害兄弟，你看外来者漂亮，你整我，你不是个东西，放老子出来，老子弄死你全家！你们要看前段、中段还是末段？顾名思义，前就是张俊最开始遭遇邪祟的时候，中就是过程，末段就是结束。就在村口吧，过程和结果都太血腥了，我怕吓到小燕和小林。好，那就在这儿吧。老孔，哎，老于，你们就待在这里吗？那短命鬼那么整你们，不去村中或者村委？婆娘和娃娃还是少看血腥的。孔叔，有长进了，那就是好的，以后不能再和这种人混了。你看见了，这种人有仇必报的。好的。又有外来者了，不是新的外来者，不用管他们。于燕心脏突突狂跳，他就想打开门阀。你想救他们？在众人灼灼目光之下，于燕额头汗珠直冒，可顾一人的作用太大了。于燕还是硬着头皮说道：“是这样的，毕竟村长让我看着外来者，是我没看住，他们才跑了。我这2天守着他们，他们还是安分守己的，没必要因为对村子的不了解而搭上性命。你觉得你能救他们？天要黑了，想去就赶紧去。下车，要天黑了，快进屋去。你们要把他怎么样？事出有因，车里不安全，就算是有油灯都过不了夜，你们赶紧下车。疯子都是疯子，他就算是过分，也不至于要被杀。他开窗引邪祟入门，快呀，马上天黑了。这种村子我是不会留下来的，你们走不掉，是因为你们都是疯子。你他妈有毒吧？听不懂。小燕，快天黑了。固执的外来者都会死，几乎没有例外。就算市场开着门，他们都不会愿意进来，可能是不想和我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他们还觉得自己很特殊，做不了村民的人，就只能做山间的一捧灰，你懂了吧？于燕心跳都一阵阵落空，怔怔看着窗外，他冷不丁地注意到先前昏迷的顾依云醒了。他再重复唇语说：“我能帮你。”等会儿可能会出来很多邪祟，怎么办？要不下车，咱们还是先进去吧。不听依人的，他说了，跟着邪祟走就能出村。若是此间有任何一个村子的人，他们都会因为这句话而震惊无比。张力坚持是有原因的。天黑，邪祟出没；天亮，邪祟就会离开。车有窗户，有门，有油灯，完完全全具备了一切离开的条件。这村里的人都是疯子，依人的情况不稳定，我怕他等会儿进了房子，就会和别人也说离开村子的方法，那时候咱们就不一定能走掉了。屋里的于燕心乱如麻，怎么总是就差一点点？难道自己就真的改变不了什么？邪祟出来了。快，就有几十个邪祟围在囚车旁。张军尖叫、哀嚎，甚至是痛苦的咆哮，还有一些邪祟围在张力等人的车旁，他们面带微笑，轻轻地敲击着车玻璃，车安静，没有丝毫动静。不过于燕能瞧见前挡风玻璃那里油灯刺目的光线，眼皮在微跳，汗珠在顺着额角往下淌着，验光的感觉再度出现，喉咙发痒、干涩，还有一阵阵咳血的冲动。好香啊，房子有那么多村民。于燕强行遏制住咳血的冲动，没有立即去吃灯油。下午去看守房带回的灯油不多，只能在关键时候喝。现在知道怕了，
害人的时候呢？于燕，我死都不闭眼，不放过你呀！凄惨的咆哮再次响彻村路和夜空，随后一个个邪祟冲上了囚车，血在狂飙，剩下的就是张军的惨叫。张军的惨状让多数村民的脸色发白，这还仅仅只是村头，游村的惩罚彻底具象化了。兴奋喊出游村的是他们，此刻畏惧的同样是他们。如果怕，就到一旁休息吧。好久没有这样的游村了，怕就不要多看，这除了惩罚，还有警醒，让村民一定要遵守规则。怕不存在的，是他觉得太解压，甚至是兴奋，兴奋的想要吼出声，兴奋的想要冲出门，手小心翼翼的从兜里摸出来装着灯油的塑料包，咬破。粘稠润滑的灯油瞬间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可血和验光的感觉再一次被压制。小燕，我没事，爸。随后他再度凑近窗户，囚车已经很远了，不过邪祟好像没有彻底的离开，他们慢吞吞的走到车旁。于燕的心本来就很凉，这下子完全坠入谷底了。张力，我怕。别怕，刚才他们不是就围过了车，敲过窗户了吗？他们打不开的，而且咱们有油灯，等到天亮了，咱们就跟着他们走。他们在推车、晃车，天啊！张力，完了，完蛋了！别怕，没事没事，扶着有灯。巨大的让灯油直接跃起，烛火差一丝就熄灭。我就说了，先下车的啊，先进屋去又怎么了？今天先过去了再说，就算是可能被村民知道，我们一样能走啊。你就是不想进去，你就是怕，你要把我们都害死了。闭嘴！他们现在知道，他们的想法很天真了。邪祟没法被杀死，他们唯一弱点是速度比常人慢。于燕只想，这是于峰在给他灌输关于村子的信息。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屋内其他村民也开始相互议论，这几个外来者会怎么死？于燕听得脑瓜子发疼，更心烦意乱。这时，刺目的远光灯，忽地又从远处重新出现。开门啊！救命！救命！快开门！邪祟会抬车，油灯断了，快让我们进去！这一幕发生的太突然，只不过屋内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充满了冷漠，他们看张力等人的眼神像是看死人。开门！于燕，救救我们！快开门啊！邪祟要追上来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于燕心里又是气又想笑，也很无奈，希望就在眼前，可开了门，明天游村的可能就是自己了。小燕，你到妈这里来，天黑之前你救过他们，仁至义尽了。妈，你放心，我不会开门的。事已至此，只能保证自己的立场不出问题了。疯子，你们都是疯子！远处那些邪祟追了过来，说是追，其实他们的速度很慢，就是走。三人只能再度回到车里，朝着村外冲了出去。追回来的邪祟张望了一会儿，随后他们走到门口，窗户前，纷纷脸上带着古怪狡黠的笑容。我和小燕还是去看一看。小燕，你先回家休息吧。好，你们早去早回。等到了村尾，便瞧见一个破破烂烂的囚车。张俊瘦了，瘦的只有骨头架子，全身都只剩下不到1/3。所有村民都很安静，再没有叫喊着要游村的那一股愤怒，眼中都带着忌惮、惊悚。杀人者，人恒杀之；害人者，人恒害之。希望大家好自为之。有后果才会有约束。村子没有规则的时候，总是乱成一锅粥。那些年，像是张军那种人，给很多人带来了痛苦。那些年，规则是近几年出现的吗？那3个外来者又回来了，他们居然活着回来了。肃静，他们不是外来者了，活过了3天，现在他们是村民，各自回家休息去吧。于峰，你带队收拾残局。你先回家吧。此时张力他们憔悴了许多，他们昨晚开车跑了一夜，不敢停留。这种恐惧感不是正常人能承受的，甚至快要天亮的时候，邪祟隐秘进了树林里，张力都没有胆量跟上去。3天过了，张力只能硬着头皮求村子收留，当务之急是得活下来。村里有几个针对村民的规矩，你们需要悉知。算了，你们自己看吧。张军并非想带走你身边2个女人而受罚，是于燕帮了你们，打了张军。张军气不过，打开了于燕家的窗户，导致邪祟入内，这是最恶劣的手段。游村就是最严苛的惩罚。原来桂山村的人一直在寻求离开的办法。于燕心头冒出了一个叫做希望的东西。这村子太压抑了，这种压抑久而久之必然让人发疯。和于燕不一样，周围的村民却很沉静，
甚至脸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畏惧。他们在怕什么？张丽怎么还没回来？好饿呀！朱倩倩，哼，村子里的规矩你也看到了，快要天黑的时候，我有叫你们下车，但你们不听。天黑之后，一个屋子里10几个人，我想开门都没办法。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个朋友，你们会更容易度过最开始的几天。好像是哦。朱倩倩，你不要被这个人的外表骗了，他能和那个张军是兄弟，还能是什么好人？表里不一，天知道内心里在盘算着什么。昨天晚上我们差一点就死了，他眼睁睁的见死不救。于燕没有吭声，本想着同是天涯流落客，结果张丽这人又当又立，姣好，恐怕是不可能了。你看什么呢？我必须告诉村长，你就和那个张军是一路货色。我让你狗咬吕洞宾，让你别下车，让你在这狗叫。别打了！你以为你是谁？你不想下车，你就待在车里；你想下来，就得有人给你开门。我会告诉村长，你破坏了村子第2条规矩。你是忘了你先动的手吗？张丽纯小人一个，想要单独接触顾一人，基本上不可能。于燕只感觉脑袋上挨了好几脚，然后耳边骂声阵阵，什么该死，什么狼心狗肺，没义气，乱七八糟的话。你没事吧？没事，谢谢。你要不要进来？我给你上一点点药。你骨头错位了吗？要不要送你去神婆那里看看？不用了，谢谢。女孩站在原地，似是看着于燕，又似是倾听着什么。姐姐，你说什么呢？小燕，你怎么回事？没事嘛，摔了一跤。你别骗妈，究竟怎么弄的一身伤？应该是被张军那群朋友打的吧。没事，算是划清界限了。这，我让你爸去找村。算了吧妈，都是一群刺头混混，有村的事情才发生过，他们不敢怎么样啊。顾姨，你的药箱在哪儿？先给小燕上药吧。疼吗？于燕咽了口唾沫，张韵林和她靠得太近，能清晰看见她黛眉微蹙，她眼中关切和小心翼翼的温柔。小燕，你怎么不说话？是太疼了吗？换身衣服吧，弄得太脏太破，等会儿我拿回去缝一下，天黑之前来我那里拿就好了。被人打了，对吧？没大事，划清界限了。好好休息吧，明天要抽签了。这么快，咱们会抽中吗？不要抽中才是最好的。危险还是太多了，山林中有很多未知的东西。不过，如果抽中了，也必须要探索。如果大家都畏惧生死，所有人都只能在村子里等死。伤口好了很多，等结痂脱落，应该就能长出新的指甲。今晚又怎么度过？喝家里灯油？不行，这样不出3天必被发现。顾一人没人带，竟然自己一个人找来了。你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为什么张丽要绑着你？你为什么知道我家的窗户没有关？你可以怎么帮我？要在这里等到天黑。这里没有油灯。你要相信我，张丽不相信我，朱倩倩也不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是在这里等到要天黑的时候，然后要做什么吗？你不说清楚，我很难相信你。我没办法说很多，不能让你知晓他，知晓他的人都会死。于燕眼皮不自觉狂跳，有些不理解顾一人所说。我等会儿还有事，还有这里没有油灯，是不能在这等到天黑的，会死人。顾一人没理他，头微微垂着，竟像是太困睡着了。现在要离开吗？顾一人一定知道些什么。昨夜他和自己失之交臂，今天就这样在自己身旁，自己又要放弃答案。潮盐、苦艾、洋金花，再加上山藿香，药效应该足够了。于燕还是那个样子，她眼神偷偷看我，现在不过是做出来的正经模样。于叔和顾姨是真的无辜，还好他们没有出事。等会儿让于燕去村长那里要灯油，他到的时候差不多药效发作，村长家来不及到神婆那里，于燕就只能和村长过夜了，真是完美。当夜里于燕开了房门后，不知道村长会怎么想。终于来了，小林，快叫小燕出来，天要黑了。小燕没有来呢，我一直在等她。啊，她下午的时候就不在家里了，没在你这里，那去哪儿了？他爸，快去找村长，要天黑了。我们先回去，说不定小燕已经在家里了，发现我们不在，她也得着急，刚才就不应该出来的。
对，也对，回家，快回家。要天黑了，回去吗？错过这次机会，包务是迟早的事。没有灯油，一旦失去理智，自己就是家中最大的危险。现在只能相信他了。不要关门，跟我来。不关门。这里竟然有地窖。你进来啊。油灯，于燕一阵欣喜若狂，只是一瞬，心头又一滞，哪是什么油灯，只是半截蜡烛。要在这里等，天黑了，他们出来了。等什么？黑漆漆的地洞只剩下安静，没过多久，头上便传来阵阵脚步声，一个、两个、10个，他们像是屋子里来回踱步、走动，寻找什么。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和窒息感笼罩着于燕，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安静下来，再没有邪祟的脚步声。可于燕却没有松口气，此时她喉咙很痒，很渴。这里没有邪祟了，你不是说能帮我吗？你要怎么帮我？我们在等什么？于燕只能扭过头，她想要让自己缓和，却缓和不下来，可血的念头愈发强烈。于燕脑袋一阵空白，用力吮吸一口，甜的就像是久旱逢甘露，嗓子的火辣止住了，甚至还有一丝丝清凉和愉悦。还要吗？想，但是不能。匕首、纱布，他这是早有准备。此刻的于燕满腹一动。你和徐开国是什么关系？你都知道什么？我不认识徐开国。于燕更茫然了。在下一刻，顾一人表现出很悚然的脸，他扭头看着身旁，展颜一笑：“不要再说话，跟我来。”你干什么？疯了吗？自己也是疯了，居然大半夜跟着顾一人往外跑。两人出门后，走的方向却并非是村子，全是村外。顾一人一直在林子里窜着，于燕跟随他之余，强忍着心头的惊疑，又在记下路。于燕余光里都瞧见了邪祟的影子在晃动，顾一人还是自顾自的走，两人又将邪祟给甩掉了。终于，当顾一人停下来脚步时，眼前是一座小屋。这里有人住？于燕更加疑惑，这都算得上是深山密林里了，住的人会是谁？不要踩到了陷阱，我走一步，你走一步。于燕心头微凛，她没有多言，谨慎仔细跟着顾一人的步伐，20-30米的距离，却走了得有5-6分钟。终于到了屋子门槛前，顾一人松了口气，于燕却感觉到一股森寒，以及芒刺在背。是2个带着笑容的人正朝他们走来。于燕人麻了，低声催促：“快进去，油灯，找油灯。”顾一人挡在门口没有动，就那么看着。满满的一盏灯油，省着点喝，足够自己熬10天。这里住的人呢？为什么不点灯？不在家吗？顾一人没有回答他，他又看着身侧，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可随后又有些慌张。首先，顾一人不可能有病，那就有可能他能看到某种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他所知道的或许也只是看不见的存在告诉他的。眼下屋子的一幕让于燕充满了震惊和错愕。除了这道帘子，屋子3面都有柜子，柜子上面都放着一个个脏兮兮的油瓶。这里是村长存放灯油的地方。不对，应该不是存放，而是找到。村长在这里找到了能让全村人安稳过夜的灯油。进入门内的瞬间，这屋子就透着一种冰凉感。正中央有个架子，就像是用来杀动物的台，墙上挂着各种工具。顾一人则直挺挺躺在地上。于燕叹了叹鼻息，他呼吸尚算均匀，才堪堪松了口气。于燕又打量了一下屋子，发现居然还有一道门，只不过门锁住了。他没有贸然再往前。灯油不能就这么带走，必然会出事。村长是多么谨慎敏锐的一个人，即便是最角落里少一瓶，最初看不见，迟早有一天会被发现。这地方迟早还得再来，不能断了后路。当夜幕笼罩荒村，邪祟四处行袭。关门点灯，勿信屋外人。他们是已经死了吗？还是因为天亮了，他们失去了行动力？你醒了，没事了吧？没事了。顾一人抿唇回答，只不过他眼中有些迷惘，举足无措。果然顾一人能看见某种自己看不见的存在，而他本身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昨天晚上的事情说不定很多都忘了。你跟着我走吧。到村子了，后面你自己回去吧，我还有点事。你对伊人做了什么？表哥，没什么，于燕救了我。我昨天快天黑之前恍恍惚惚的出了家门，控制不住的乱走，像是梦游了似的。于燕遇到我说快天黑了，让我回家。我听到，可控制不住身体，还钻进了山林里。如果不是他，我都回不来了。
谢谢。不过他不是莫名其妙走出来的，他是有病，遇到刺激就会产生幻觉，看到不存在的东西，做出一系列可怕的事情，或者他会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这种地方，如果信了，就容易害死人，你最好离伊人远一点。他发病的时候就是疯子。这几天来，张力所有表现都是不让顾伊人接触外人。那天晚上那么危险都不下车，顾伊人应该是给张力说过什么了。看张力反应，不可能会是自己的秘密，不想顾伊人和村民接触，是关于村子的隐秘。于燕从每个油瓶里都倒小小一点灯油到内衬短袖上，就算再仔细的人，只要没有标准参照，都很难发现油瓶里少了灯油。够用一小段时间了，下次带个好点容器再去。于燕松了口气，才将塑料袋贴身放好，再将短袖衣上烧成灰烬。好像还有一点没有做。小燕，这是怎么了？小燕，你昨天不是去小玲姐家吗？运气真不好，又被套了麻袋，被打晕了。醒过来几次，又一直挨打，之后被甩出来。我醒来时天都亮了。不过妈，我没事的，都是点皮肉伤。明明是张军害了咱们家，你也算是和他们有交情。那群痞子流氓就下这么狠的手，这村里究竟还有没有规矩了？今天要抽签，下午3点开始，你去洗干净身上，让你妈给上点药，然后休息会吧。就这么算了吗？于峰没有回答，他继续坐下来，开始认认真真的磨刀。妈去给你烧水，你先坐会。应该是混过去了，昨天打自己的人，这口黑锅你背好了。只不过于峰的反应有些不太对劲，应该没事吧？这些邪祟不是一般的聪明，最初有几个中招后，就绝对不会再踏进空地一步。昨晚这里居然捕获2个，得赶紧处理，否则到了天黑，他们又会醒来。刀砍斧劈，钟志成每一下都卯足了全力，很快他就满头大汗。停下来稍稍休息的钟志成感觉有些不对，可仔细观察了一下，却没有发现什么。油瓶数量是对的，得尽快了，不然就麻烦了。明明你自己也没看住，就知道骂我。自打进桂山村到现在，朱倩倩的精神没有丝毫松懈过。张力受了太多刺激，现在情绪愈发暴躁。唯一可以说话的顾伊人进村后就不正常了。何时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呀？你好，我叫陈仙仙，不要怕我哦。村子里不是所有人都很可怕，我刚来这里1年，以前也是外来者呢。朱倩倩听到对方也是外来者，1年都没出去，眼眸里多了一丝苦闷。我叫朱倩倩，我们考古队遇到塌方了，找救援的过程中误入这里的，就出不去了。大家都有各自的原因来到这里，最后被困住。要不要去逛逛？我和你说下我来这里1年遇到的事情。好啊。朱倩倩一阵喜悦，此时的她心情低落，正想有能宣泄倾诉的对象。你家收拾的真干净，香香的，是中药吗？陈仙仙。那一瞬，朱倩倩只觉得脑袋一阵开裂似的剧痛，还听到了头鼓咚的声响，眼前一黑，她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可惜不是他。村长怎么还没有来？以往抽签，他2点之前肯定到了。死的人是谁？他多久死的？谁知道呢？要等村长来点名。真晦气，村里都好久没出这么大的事了。外来者进村的前后这几天，都出好几次事了。等村长来吧，都不要吼，不要闹，抽签要点名呢，谁点不出来，就知道是谁了。于峰不作声，眉头愈发皱起，显然这种事最近有些频繁了。先托取一张，抽签之后我会去处理了。钟志成扫过罗峰等人一眼，老孔则和于峰点点头，上前去处理尸身。点到名字的家庭主动上前1人抽签，还是老规矩，黑色签头算抽中。张力，你们属于刚进村，这一次轮空。张力松了口气，但众人的议论让他不舒服。村里死人和他又有什么关系？而且更让他烦躁的是，朱倩倩居然不见了。陈仙仙，我姐姐在家里呢，我是仙仙。抽签吧。是他。于峰，爸，要不我去？也行。咦，你又被打了？他们挺过分呢。钟志成也听见了刚刚的话，但他只是瞟了一眼于燕的脸，没多说别的。搞什么鬼？居然抽中了！他的想法很简单，
多在村民面前刷一些存在感，就融入村子更深。结果近1/1000的概率中了。黑钱3天后，初一，于家负责进山探路。大量的村民都是松了口气的神态，随后他们看于燕的眼神都带着一些揶揄，甚至还有一丝丝幸灾乐祸。带着黑钱回去吧，我还要点一些名字，没有问题的都喊一声，确认一下先前死的是什么人。点完名，人群开始散开，要各回个家。不少人的注视感依旧是幸灾乐祸，尤其是斜前方还有几人，甚至有人冲着于燕做了个划脖子的举动。于燕判断了，他们应该就是套麻袋打自己一顿的人。于燕心里突突狂跳，她是完全没想到于峰居然会动手。明明以前于峰还说过，如果不能将危险扼杀，就尽量不能得罪人。于峰，你干什么？小燕被他们打了。村长，于峰脑子被邪祟吃了，谁打了于燕？谁看见了？于燕自己看见了吗？光天化日他就冤枉我们。哼！陈仙仙是目击者，他也说了，他们很过分。不要和我耍心眼子，也不要耍无赖。我知道是你们，小燕也知道是你们。如果小燕出什么事情，我就会找你们算账。3天后要进山，你回去好好准备吧。我回头会再来一趟，神婆也会过来驱邪祈福。山中充满了危险，未知于峰的主张是要探索，顾亚却不一样，他代表大部分村民的意见。村民的出路就只有2条，要么走出去，要么走进去。人不可能一辈子不出错，但凡出一次纰漏，就会死在邪祟手中，最后变成一捧灰。小燕，你怎么发呆？要天黑了，快走。早上那个倒霉的死者叫唐吉，他是一个独居男人。当年他进村时有妻女，只不过被邪祟杀了。他从此都在借酒消愁，邪祟会逐渐了解村子里每一个人的软肋，最后将人骗出家门。于峰看出来了，自己是在思考村子。先前于峰当着那么多人，他破例直接出言威胁了人，哪怕是会有隐患，于峰依旧当场翻了脸。村子可怕，却有着家的温馨。爸妈，咱们会出去的，总有一天咱们一家人会整整齐齐的离开这里。走了。姐姐是喜欢你吗？你怎么把自己弄脏了？姐姐不喜欢不干净的人。朱倩倩的双眼更恐惧了，眼泪淌出来更多。这地势里还有一个人，正后方的墙上站着一个女人，一样的长发及腰，穿着都和陈仙仙一模一样，甚至她的面容都和陈仙仙一模一样，分明是一对双胞胎。此刻她恬静的笑着，眸子一直盯着朱倩倩。乖乖的，不要哭了哈。姐姐，慢点吃，不要急。陈仙仙静静的看着，像是这一幕十分的赏心悦目。只不过她脑袋里还是想着一个人，就是于燕。她姐姐那天居然起了反应，发出声音。要知道那会儿还是天亮。姐姐，你等我，我很快会把于燕给你带来，这样或许你天亮也能醒过来陪我。探索山中，或许顾一人会有所知晓。明天找机会让朱倩倩帮下忙。忽然第六感让他一个机灵，死死盯着窗户的位置。木条封着的窗外，安安静静站着一个人，此人赫然是徐开国。徐医生，嘘，小点声，不要被听见了。这家里的人不正常，那对夫妻其实是2个邪祟，特别危险。于燕人麻了，搞什么鬼？徐开国说的话和自己第一天来这里的晚上完全是一模一样啊！快点把门打开，我救你出去。徐开国这么诡异，他有问题吗？好像没有，开了门也没进来，还帮了自己。顾医院也没有问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也是扮的邪祟吗？是的，你先把门打开，出来我和你说，这家里的人不正常。桌上有饭，小燕你赶紧吃，要凉了。好的，爸呢？你爸去维持秩序了，村里又有人死了，是前几天的外来者女人。朱倩倩的尸体太凄惨了，手脚七零八落，尤其是那张脸被啃得面目全非。于燕心头一阵闷堵。朱倩倩其实算比较好沟通的人了，人好沟通，或许这也是她被骗出门的原因。眼下想要和顾医院见面也没希望了。倩倩昨天就失踪了，我去找你的人找不到，抽签的时候你就来了。好，抽完签了，你总该帮忙去找倩倩了吧？你说要天黑了，你算什么村长啊？你维护什么村里的规矩啊？
你找我的时候，我正有事情在忙。抽签之后马上就要入夜，你让我一定要把朱倩倩找出来，谁敢天黑后在村里走来走去？你们这村里没一个好东西，倩倩不可能被邪祟骗的，有人害了她。你得拿出证据，指出来是谁害的，否则的话，我很难相信你。我看他说不定贼喊捉贼呢。一口一个咱们村里没有好人，他就是好人了。我昨天早上就瞧见他拉拉扯扯将另外一个外来的女人从外边往家里拉，结果今天这个外来的女人就死了。还有另一个外来的女人怎么没有出来？村长，我看得好好盘问一下这小子，他搞不好乘人之危，和张军是一丘之貉。你们放屁！另外一个女人好像叫顾伊人，她为什么没来？伊人她病了，伊人是我表妹，我们怎么就不是一家人了？我是在问你，她为什么没有来？你是否绑着她？伊人病了，她有癫痫。我是说，有没有那么一个可能，是这个顾伊人发病了，他做了什么，或者他说了什么，让这个女人离开家门？恰巧是顾伊人昨天被拉回家，然后这个女人就失踪了。白天咱们这村子失踪个人可不容易，除非他自己躲着不让人看见，然后昨晚他就遭遇了邪祟。你这是胡乱揣测，他自己清楚伊人的情况，他不会乱跑的。朱倩倩是被村里的人骗出去的，肯定是这样。陈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啊。对对，都已经害死了自己同伴，留不得。这张力还真是成事不足，想要将顾伊人和村民孤立开来，保守秘密，结果反而把顾伊人搭进去了。顾伊人暂时交给神婆关押，免得再影响村民的安全。怎么处置他，我会衡量。放开我，你们就是匪村。小燕，别再往前凑了，这没你的事儿。老于，你这儿子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一懂事，容易乱发好心，这件事情可不能管喽。这件事难解决了，大家都是外来者过来的，只要有隐患，他们都不会放过。这袋子还在这呢，都没有人捡一下。这金耳是有点眼熟。小子，村长是救你呢，别一口一个表妹亲，色字头上一把刀，你对他掏心掏肺了，好好守着他，改天他请邪祟进门，真就把你掏心掏肺。年纪还轻呢，你得听劝。男儿流血不流泪，你别哭啦。是你，就是你刚才坑害了伊人。这是人之常情啊，我不怀疑，也会有人怀疑的。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昨天看见过一个人，他和那个死掉的女生走在一块儿过。是谁？你先前怎么不说？先前那么多人，我说了会被报复，我只是一个弱女子而已，想知道的话就跟我来，我那里有他的证据。这难道是当初打自己的人掉的？我倒要看看是谁。记忆回溯，一个个和于燕见过面的人在脑海中闪过，终于一张熟悉的面孔逐渐清晰。这居然是朱倩倩的东西。当务之急还是想办法救过伊人，他或许知道什么，包括山中的未知危险。张力这人虽然不行，但要救过伊人，只能借助他的身份。人呢？难道找村长去了？再次路过捡麻袋的地方，于燕有所思索。可这地方是张力住处进村子的必经之路，并无特殊之处。他来这里做什么？其实陈仙仙姐妹来村子3年了，自从姐姐变成邪祟后，陈仙仙便偶尔扮成了姐姐陈仙仙的样子，在村路上走动，以造成两人都在的假象。姐姐在村里的名声其实不太好，女人都讨厌，男人们喜欢，因为姐姐是个女菩萨，姐姐有病，这是她的某种怪癖，因此她利用了这一点，这几年给姐姐觅了不少口粮。姐姐，这是昨天那个女人的同伴，这2天妹妹没让你失望吧？雨人只是轻嘘了一声，那眼神似是想要陈仙仙靠近，有什么话要说似的。姐姐，你怎么还是想吃了我呢？当了邪祟，真的就没有心了吗？呀，男人就是不一样，你比朱倩倩醒得可快多了呢。轻微的敲击声响起，早已习惯邪祟的于燕没有理会，敲击声变得急促起来，微弱的话音钻进屋内。这家里的人不正常，那对夫妻。这许开国没完没了了。于燕疼的一下站起身来，走到了窗户旁，徐开国却不见了，只留下玻璃上一串正在消失的字符。我是邪祟，别信我的话。从徐开国出现的3次判断，他应该只能保持短暂的清醒，所以他来的3次所说的话都是不受控的，只是忽然之间能保持一些清醒，从而和自己传递一些讯息。第一页，
他传递了顾一人的讯息。今夜，他传递了不要相信他的信息。那他昨天应该也传递了什么信息？还有徐开国既然能保持短暂清醒，他是不是和自己的情况一样？或许他就是提前来的人，他对桂山村有一定程度的探索，只是最后他没能成功，被邪祟同化了，只留下一丝清醒，引导接下来的人，也就是自己。只是徐开国为什么不和灯友保持冷静和清醒呢？还是说对他没有用？小燕，你睡了吗？妈寻思进来和你说几句话呢。好的，妈，你等一下，我给你开门。咱们一家人就这样生活挺好的。你爸教你的东西，有的你能听，有的你不能听。这些年，村里来来去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人很快就死了，有的人一直好好活着。你知道为什么吗？谁都想离开这里，可谁都没有办法离开这里。小燕，你年纪小，你容易有一腔热血，你容易想做一些事情来表现自己，而你爸太多时候又表现得太聪明，真就好像对一切事情成竹在胸，他才会那么想探路。很多抽中的家庭和他一样的人，从此就没有回来过，反倒是那些安分守己的村民活下来了。咱们一家人少了谁都不行啊。我知道了吗？哎，你知道就好，你得劝你爸，他现在可能会听你的话。顾一人，我靠，感情昨天自己睡得正香时，窗外就有一个村民正在被虐杀，自己没有丝毫察觉。不管了，得赶紧寻找徐开国留下的提示。能影响山的人会被猎取。小燕，爸，又死人了，吓得我快吐了。去喊村长来吧，天刚亮，他可能快走到义庄了。你跑快一些，刚好从那里拉坨尸车。村长，死人了，又死了。于燕第一次感受到村长这么大情绪波动，显然这几天的接连出事是极为不正常的。在哪儿？我家，我窗户后边。我没有听见，他的舌头被拔掉了。听见了又怎么样？你能开窗去救他，或者出门去救他吗？听不见是最好的。村长，那个张力还好吧？没有继续找您闹了吧？他闹什么？他好歹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只要冷静下来，就能知道村子是为他好。我的意思是，他没找您。于燕心头一凛，他清楚自己失算了。钟志成没有因为事情在眼前而乱心，依旧是那么敏锐，已经察觉到自己套话了。你觉得我对顾一人的安排缺了妥当？你有善意，我看得出来。不过于燕，你也不要用力过猛了。以前你是做了不少不太好的事情，却并非需要这样去弥补。咱们村子更需要你爸这样性格的人。于燕松了一口气，原来自己的一系列表现，让村长认为自己在弥补过错。我知道了，村长。最近村里死人的数量有些多，有些频繁了，不算外来者的2个，霍牙张一家、唐吉，再加上这个吴佑，10天不到，居然死了6个人。过去半年村里都没有出这么多事，大家一定要提起12分的小心，不能懈怠。爸，你没发现哪有些不对劲吗？爸，你没发现哪有些不对劲吗？怎么了，小燕？哪儿不对劲？人恐惧死的时候，不应该大小便失禁吗？外来者第一天的司机朱倩倩和张军都是这样。停急！有人在杀人，伪装成了邪祟杀人，人死在别的位置，是天亮的时候送到这里的，因此这里没有更多的屎尿，真正死人的地方应该被清理干净了。天啊，快去找村长啊！小燕，你跑过去，村长还在义庄，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这太恐怖了。小燕，带你妈进屋子，不要声张。为什么不先告诉村长吗？妈，咱们进去再说。先前旁边没有人了，应该没有人。这件事情不要声张出去，装作不知道。为什么得让那个人游村？否则大家怎么能安全？咱们知道他是谁吗？一旦村长知道这件事情，必然会大动干戈，在全村里仔细找。可他能找得出来吗？对方就不会掩饰吗？反而还容易让凶手知道是谁暴露了他，我们一家人就要被盯上了。村里有邪祟，又有杀人害命的人，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里，一定得离开这里。除了咱们家里人，村子里不能相信任何一个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明天就要进山探路了，小心谨慎一些。天刚黑的时候，大家都会关注外面，所以凶手要抛尸，一定得等邪祟离开之后。
自己当时注意力都在尸体上，或许遗漏了些什么。记忆回溯，于燕像是回到凌晨，扫了一眼时间，5点10分，推开门，余光中好像有一个人影，正猫着腰，缩着肩，匆匆朝着村口的方向走去，画面一闪而逝。于燕又回到现实，只有转头那一瞬间的画面吗？于燕只能再度回溯。的确，视线尽头有个模糊的人影，只不过雾太大，连身高都判断不了。张丽又不在家，难道她也出事了？只是无人关注。果然，外来者度过前3天才是开始。于燕总是从我家门口经过，她能去找谁呢？她以前可不算好人哦，现在倒是想帮你们了，一直去找你呢。喂，你说她是真有那么多善心，还是因为顾一人那晚上和她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哎，你说你四肢那么简单，头脑还不发达，整个人都呆呆的，一无是处，你还是考古队的大学生呢。出村多没诱惑的话，只是顾一人放神婆那里了，怎么才能把他弄出来？不是说出去缓口气吗？怎么走了那么久？我知道怎么找到凶手了。我早上开门时好像恍惚看见了个人影，我大概是5点10分起床，然后推门出去就看见了他在视线远处，然后我从窗户的位置走到他的位置，用了2分钟，那他来回家搬运放好尸体大概5分钟。我以往早上观察过，那些邪祟大概在5点就会消失不见，因此在发现他的地方福散大约2分半钟能走出的距离就是凶手所在。刚好那是村口，只有几户人，我都做了记号。爸，你了解村子，只要过去看一眼应该就能知道哪几家人值得被怀疑了吧？出息了，小燕，你真的出息了。小燕，跟我来，我给你准备了一些东西。我有9把刀，你以前一直想学，我总是说你学不了，这一趟回来差不多是时候了。于燕高兴的同时又有些愣神，于峰之前对自己是认可，现在这才叫做认同。爸，不是9把刀吗？怎么只有8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小燕醒了，快过来，你小玲姐听说了早上的事情，给妈送了凝神的药，你也喝一点。小燕，喝一点会让你凝神，明天你们要进山，今晚一定得睡好，养好精神。等下喝完记得送下你小玲姐。不是我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明天于叔他们就得去探路了，这会儿让小燕去村长那里，村长肯定会觉得有问题啊。怎么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顾姨可算是说了一个秘密给我，而且小燕真的有问题，她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先前是生气，不过咱们是想做什么？是想村子恢复正常啊。我本来就不想牺牲于叔和顾姨的，现在小燕看起来也很好，村长很戒备邪祟，那完全能有个更好的人选。你能判断一下是谁在村里假装邪祟杀人吗？能影响山的人会被猎取，问题应该不在村子本身，实际上是在山上，是村民走不出这座山。能影响山的人，意思是贵山困人、邪祟杀人，这事儿是能被解决的。可一旦出现这种人，那这种人就会被猎取。那徐开国就是被猎取了，成为邪祟，所以徐开国已经在提醒自己，会有人要猎取自己，要自己当心。你们中有邪祟是谁呢？你们一家人齐了。我也再说一句要求，于峰，我希望你往前走上至少1里路。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会走，多走出一定距离，就相当于咱们多了一点希望。路上不少村民都在旁观眺望，有一些人眼中带着一丝薄弱的奇异，有一些人眼中带着的是麻木，然而更多的人是幸灾乐祸。这个转弯过去，我们就会回到村子。这里开始就是鬼打墙吗？鬼打墙？很久没有人说过这种说法了，世上真有鬼，那就好了。走这边。咱们家太久没有抽到过黑签了，不知道这2年其余中签的人将路探出去多远。于峰走着，似是自言自语。于燕清楚，他又在给自己传递信息。难说吧？顾亚不自然回答。十有8九中签的村民，也就是来这里晃一圈，什么都不做，然后回去了，否则村长不会刻意来提要求。第一个落脚点到了，就在这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这里还挺干净的，蛛丝网都没有。是挺干净的，至少最近中签的人都只是到了这里，第2天就回来了。顾亚抬头，欲言又止。于燕清楚，本身
他大概率想走到这里就停了，只是昨天发现的村子隐患，不得不寻找出路。吃完喝完，又小憩了一会儿，于峰便喊出发。这一路走走停停，夕阳出现时，走到了第3个落脚点。此处房子要比最开始的小，周围老树求节，阴森感很强，旁边居然还立着10几座坟包。晚上是在这里休息吗？不行，这里夜晚太危险了，到下一个落脚点才行。夜晚有危险，那就是说夜晚不光有邪祟，还有别的东西。这些坟包就是曾经探路到这里没能回去的村民吗？别嫌弃八啰嗦，在这里除了咱们一家人，不会有别人的。天黑之前你看到的人，对你呼救也好，招手示意也好，千万别靠近。就算你瞧见了熟人，那都不是熟人，小得了不？于燕默默记下，只是明明还没发生什么事情，那股毛骨悚然的劲儿就来了。为什么非要把一家人都弄来探路？明明像是妈这样的妇女可以留在家中的。是可以，但那样就没人好好探路了，都会担心老婆孩子在家里的安全。反之，如果能找到出口，就能一家人都离开。有干劲的人就会更想找到出路。不想冒险的始终不会冒险的，他们会一家人停在第一个落脚点。是啊，村子的规则只能约束表面，暗地里村长也无能为力。渐渐的，天愈发暗沉，忽然间开始刮风，风很大，呜咽声就像是鬼哭狼嚎，夕阳都快要被乌云裹挟。天啊，要天黑了，不能往前走了，要回去。回去来不及了，路上必然有东西，赶紧跑，来得及，7点才会彻底落日，还有半小时。天是真的越来越暗了，这山就像是咆哮的野兽，要吞噬掉他们一家3口。到了，快，你们先进去。点灯，快点灯。小燕，你没事吧？没事嘛，刚才我跑得忽然岔气，缓过来了。于燕打量了整个屋子，5、6平的大小，连张床都没有，房内爬满蛛丝，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很难闻的霉味。先好好休息吧，今天夜还长呢。第3个落脚点附近有蛇窝，咬死过几家人，那种蛇是一种怪异生物，不要接触最好。这里没有，只要不开门就没事了。小燕，没事的，不要怕，只是邪祟，他们都在外边，做不了什么。谁说的？我们都在外边呢。已经有几个邪祟围在了屋子前头了，他们相互窃笑着，那神态阴森极了，又像是在看人笑话一般。我们可有人在屋里呢！顾亚一声尖叫，他惊慌四看，于峰嘘的一下拔出一柄柴刀，惊疑不定的左右四看，可就4、5平的大小，根本藏不了人。爸，你别信他们的。妈，你别怕，这屋里怎么可能有邪祟？于燕极力保持镇定，沉声说道：“滚开！”滚啊！你们都滚！别想着来骗我们！于燕抬头盯着门缝的位置，她心里咯噔一下。果然，屋外的所有邪祟无一例外，视线都汇聚在她这一处。外面邪祟那股奸笑感更重更强，那鹰钩鼻老妪趴在门上，眼睛睁得更大，说道：“你们中有邪祟是谁呢？被我们拔掉左手小拇指指甲的人，就会成为我们的一员。那他会是谁呢？”这一瞬，于燕如坠冰窖。她不害怕邪祟，她害怕于峰他们相信外面的话，她害怕好不容易有的亲情再次破碎，她害怕自己真的成为邪祟。她甚至不敢抬头看一眼于峰他们，怕看到他们眼中会对自己流露恐惧。小燕，你没事吧？深山里的邪祟要比进村的那些更会蛊惑人，哪怕有神婆的符，依然会影响到你。不要听，不要想，没有事。这里的邪祟竟然能影响情绪。爸妈，我没事的。于燕的心突突跳个不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于燕是邪祟，这的确是本质，只是她没想到会从其他邪祟的嘴里说出来。外面笑声此起彼伏，跌宕不止，更像是外边的人在讥讽屋内的人自欺欺人。被我们拔掉左手小拇指指甲的人，会成为你们口中的邪祟。于峰，你要不要再看看你儿子的小拇指？你要不要剖开他的心看看，还有没有在跳？你要不要试试？你们2人在他面前睡着了，他会不会打开门，让我们进来，吃掉你们2个人？收回我刚才的话，你们不太会蛊惑人了。你们蠢，还要让我也蠢。小燕活了，如果他是邪祟，我们一家人早就死在村里了。滚吧！于峰意志坚定，没有丝毫动摇。没事的，小燕，没事的。妈和你爸都知道你好得很呢，指甲掉了是要很长时间才长出来的，你别听他们的话，你听了他们就得逞了。如果说成为邪祟让于燕坠入深渊，那于峰顾雅便是他的救赎。爸妈，我没事的，我们一定会走出去的。
等吃了东西，咱们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明天和你爸探路，咱们找到出路，就不用面对这些恶心的东西了。一整天的爬山，早就让人精疲力竭。很快便传来顾雅和于峰均匀的呼吸声，而轻言细语也不断钻入耳朵。杀了他们吧，这是个好机会。杀了他们，你是我们的人啊！绝大多数人今天就要返程了，出来2天，村长一般就不会说什么。等会儿让你妈留在这里，我们2个往山顶方向走。这安全吗？锁上门阀，安全的。以前都是你陪着你妈，这一回她应该能自己待住了。我没事的，你们父子俩要注意安全。他妈，你就在屋里锁上门阀，我们一定会在天黑之前才进来。记好我和你说的话。第3个落脚点，2年之前就是最后一个落脚点，结果死了很多人，总算有家人活着回来了。给村长通知了这个信息，我就抽到了签，走出了第4个落脚点。当初你妈就在第2个落脚点等我，她等了7天，以为我死了。我粗略搭建好了木屋，之后这2年一点点被人补全了。村长没有说还有第5个落脚点，就代表这2年全村都止步不前。村长只要求1里路，好像也不难。1里路能出村吗？我们要往山顶走，村里还没有任何人走上过山顶。登高望远，站在那里，或许就能看清一些东西了。是稍不注意，走错路会走回村，可这里一直没走回去，就代表这里或许能离开。那大家白天走一段路，晚上在合适的地方安营扎寨，不就能出去了吗？为什么这2年落脚点都没有增加一个？离开村子的邪祟更聪明了，还会影响情绪。他们用一句话，既然你觉得自己有问题，又想让我们认为你有问题，咱们一家人算是村里心智坚韧的。如果其他村民呢？谁内心深处没有秘密？邪祟总能把人骗出屋子，尤其是这条路上没有屋子，需要人修建，恐惧很容易让人半途而废。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不是被邪祟挂起来然后杀死的吗？他不是被邪祟杀的，这山上还有山民留下了陷阱等危险。就在于燕思索间，隐约听到了后方传来呼救声，视线远处模糊瞧见了一个人影，似是半个身子都陷在地下，大声喊着救命。那是不用理会，在这里除了咱们一家人不会有别人的。那他是谁？白天也会有邪祟走动吗？不是邪祟，邪祟只会在深夜出没，不要说太多的话。于峰谨慎地说着，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看于峰四扫周围的模样，似是怕人偷听。走了，咱们得绕过这块。山顶好远，至少又走了2-3小时吧。即便是登山，至少都有3-4公里，再算上先前一整天的登山，这山究竟有多高？不太对劲，爸。绕路了，该死，又回到几个小时前的地方了。那就代表我们走错了，整个村子这些年的探墓方向都错了。不能继续往前走了，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得回去。不单单是绕路了，是2人被困在了山顶的一定范围里，像是进入了一个迷宫。走。不能走了，爸，你不能因为这件事乱了心呀，要冷静想办法走出去再说。于燕知道，对于于峰，这就是近几年来唯一的希望。然而这些年的探路方向错了，希望也是一场空谈。死了那么多村民探路，探到的还是一个迷雾般的圈层。不能走了，爸，咱们进了一个怪圈，你有没有发现你有点像是前几天的外来者了？你绕路不信邪，你拼命继续绕路了。你妈还在屋子里，她安全虽然没问题，但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天黑了会死，我不会像外来者那样的，我再找细微差别。走。爸，先等一下，你让我好好想一下。记忆回溯，从第4个落脚点到现在走的路一一从眼前闪回，路没有问题，可就是走不出去。太诡异了，我们走到最远的位置和绕路开始的位置至少差着接近3小时的路程，但是从最远位置往外迈出一步就回到了绕路的位置。爸，你不觉得这有些像是咱们的村子吗？你出村子是说从村口弯来的急转弯，只要走过去就会直接回到村子。是，有些像是村子。那只需要找到类似村口的位置，出去的路肯定在附近。还有，爸，你还记得当时求救的人吗？他是在我们来的路上，村口应该就在附近。如果我们不断接近他，把他当作锚点，我们也能走过这个怪圈了。怎么不见了？难道之前的是幻觉？想法是对的，那东西可能知道路或者不受这个怪圈影响，可他当时只是来引诱我们，失败了，他自然就走了。很有可能他现在正在想办法迷惑你妈。不行，必须走出去，路肯定就在附近。爸，村民们会在绕路的山路中做什么事情吗？譬如种地？怎么可能？
所以你们也不会在桂山村外绕路的环境里设下陷阱了，对吧？我们走出来了。其实这里就是相当于桂山村村口，只是我们走在了类似于村口外的拐角，然后就是当局者迷，一直当拐角是核心点，然后绕路，真正的核心又被陷阱误导，不敢走进来。这个地方曾经有人生活，这里就像是山上的桂山村，我们走到了他们的村子，走到了困住他们的路径上。其实这里和桂山村相通，那这里的村民呢？为什么他们没有找到桂山村去？他们难道出去了吗？也有可能是全部死亡了。半小时左右就能回到落脚点，先回去吧。小燕，你来分辨方位吧。好吗？开门。顾亚看见外面站着的两人，心头一阵喜悦，但他没有立即推开，只是定定地看着门缝外的于峰。好吗？怎么不开门？我不是说了吗？一定会在天黑前回来，还让你记住我的话。快天黑了。我记住的，你说啊。要天黑了，你快打开门啊。妈，你快开门，外边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要天黑了，快开门让我们进去。顾亚脸白了，喜悦消失一空，他不再说话。他妈，你怎么回事？邪祟要出现了，再不开门，我们会死在外面。锤门声变得更大，像是哐哐撞击。顾亚紧紧攥着裤腿，眼眶微微泛红，还隐约有些水汽在萦绕。他不是怕屋外的两个东西，深入山区一定距离后，这种东西就会在暗处窥伺，窃听人与人之间的细节，然后伪装成人。他怕的是天黑了，邪祟要出没，于峰和于燕还没有回来。妈，开门。3731。小燕，快进来。你们没事，太好了。妈，有什么东西来攻击过你？放心吧，妈没事儿。那些东西偷听了我们之间的对话，可他们不知道我和你爸之前的暗号。小燕的确不一般，今天如果不是小燕，我们天黑前。天啊，那咱们明天就启程回去吧。天黑前能回到村子里，这事儿告诉村长，探路的方向错了。不，明天还不能走。我和小燕打算探一探周围，看看这里曾经的村民，他们是都死了，还是走出去了。你怎么了，小燕？你不舒服吗？我没事，只是今天走太久，有点累了。他是要变邪祟了，你杀了他们，你就能和我们在一块了。小燕，不要搭理他们，早点休息吧。天黑了，你该出来了，他不在这里。顾一人语气温和，像是在哄着什么东西，可过了许久都没有任何东西回应他。你去哪儿了？出来，快出来啊！偷窥，我知道你又在偷窥，你吓到他了，他才能带我们离开这里，他才能让我们走出这个村子。你滚，你滚，你死啊！我第一天观察过他就是四下在屋子找东西，说悄悄话，发现了我在看，他就一直在谩骂。这几天更严重了一些，他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这很荒谬。但凡说他要是能看见什么，我一定能看见。癫痫发作时又会犯癔症，那个张丽倒是没有撒谎，朱倩倩应该是信了他发作时的胡言乱语，被邪祟害死了。不稳定因素太强了，放进山神庙吧，不要给灯油，让他死。张丽失踪了，从他家里剩余的灯油估算，顾一人被带走那天他就没有回过家。依我看，顾一人有病，这的确是个事实，只不过他还在侥幸，认为顾一人说的东西有一些是真的。然而桂山村的情况连我们都没办法解决，他太异想天开了。这种人死了就死了，就算没有顾一人，他也不会在村里存活太久的。老钟，你不会也认为顾一人知道一些什么吧？你是村长，更要谨慎一些，千万不要出事，否则村子维系几年的秩序和安宁就要被破坏了。我没有，只是顺道说张丽失踪。那明天就送走吧。2天2夜了，居然没有回来，不会死外边了吧？唉，神婆和村长也是，他们不会相信顾一人的话了吧？还没有把人放出来等死，张丽真的是个蠢货。是探索今天一天，他妈，你跟我们一起，我怕他们不按常理出牌。顾亚和于燕皆是一愣，发现另一个村子还可能存在出去的路，就只探索1天吗？偷窥我们的东西变多了，这很麻烦，如果数量再多，他们就可能会直接伤害我们。于燕没有多问，只是余光四瞄，可自己视线中周围左右的确没有半个人影子，远远近近只有山坡上有一些羊在吃草。
杀了好多羊。跟着我，附近应该有陷阱，要小心。果然，这个村子一个人都没有，进去看看。自打村长找到灯友，就没有住过这种地方，生疏了。这是在给我传递信息。看来没有灯油之前，村民都是靠陷阱地道躲避邪祟，那自己家是不是也有？眼前的一幕让于燕头皮发麻。靠墙的位置躺着8具骷髅架子，黑洞洞的眼眶，尖须的鼻骨，有大人，还有小孩。没事，他们不是被邪祟杀死的。于燕暗暗点头，如果他们死于邪祟手中，那尸体不可能这么完整的。是另外的东西杀死了他们？不，也不是，他们有防备，他们进不来。我们得走了，他们可能是病死的。再看下其他地方，就不要进地室了。桂山村这几年抽签探路白探了，走进另一个村子，走上了另一条走不出的路。大家侥幸去想这些村民离开，想保留一丝希望，实际上他们只是永远的离开了人世，而不是逃离此地。回去吧，现在赶路应该来得及回到第2个落脚点。于峰一行人原路折返，迅速离开村庄。行至中途，于峰骤然面色阴沉，猛地停下脚步。只见来时途经的树梢上，赫然悬挂着一个人，他周身都被陷阱划伤，血迹斑驳，惨不忍睹。救我！救救我！老人哀求着，他看向于峰等人，救救我！好痛！小燕，你走前边，走了。于峰像是没看见他似的，和于燕嘱咐：别看。细微的话音钻入耳中，是顾亚特别小声的说话。于燕没有询问，没有去看那老人。深山老林，老人落了陷阱喊救命，隔着荡秋千骗唐僧呢。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我家老婆子有病，我儿子媳妇还在等我回家，我在流血，救救我！老人的视线直勾勾地盯着于燕，语调愈发的哀求，那种注视感让于燕心里直发毛。虽然他没主动看老人，但余光却能瞧见那老人的眼珠子分外狡黠。一转眼就要走出这块区域，于燕刚想松口气，可冷不丁的，左右两侧的灌木还有树后，居然乌泱泱走出来了10几20个人，男男女女都有，全都直愣愣地盯着他。于燕身体陡然一僵，搞什么鬼？这么多人！小燕，如果你看到了什么，就当没看见，我们走。又是顾亚的低语钻进于燕耳中，可忽然于燕发现于峰人居然不见了。喂，你聋了吗？让你去救人，他一直在冲着你呼救，你看不见。人群上前，乌泱泱的挡住了于燕身前去路。天杀的，这么狠毒啊！那可是个老人家，他家里还有婆娘和儿女等着，你就见死不救，你瞎了吗？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于燕身上，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压迫感让于燕倍感重压。尽管只是转瞬之间，却仿佛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于燕平复了一下心情，没有理会。小子，去救人，不然你可别想走。两人继续走着，那群人就围着，不光是围着，还盯着，不光是盯着，他们嘴里还一直叽咕地说个不停。于燕强忍着不去想，不去看，可面前是人，左右是人，视线根本无从闪避。余光中，于燕发现这些人的眼睛居然和正常人也不一样，是红瞳。就在这一瞬，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愈发强烈，周围几人的眼神越发凶厉，似乎即将发起攻击。暴喝声骤然炸响，重重的落地声响起，周围的人忽然面露惊悚，朝着四处奔逃。一眨眼，他们就跑得没影了。于燕正想回过头，于峰低语在耳边响起：“走，别回头，此地不宜多言，回去再说。”那些人是什么人？不是那个村的村民吧？是昨天半路呼救又去找妈麻烦的人。再走远一点。经过漫长的跋涉，第3个落脚点终于出现在视野中。于峰一行人并未做片刻停留，径直朝更远处继续行进。落脚点有人？不，应该不是人。这里除了我们一家3口，不会有正常人的。我早就看到过这里的记号，本以为是某个探路的村民写下来的，没想到是村子的地标。枪，那些东西并非人类，但若你主观上认为它们具有人类特征，它们便会被赋予这种属性。若在其活动范围内断言它们非人，反而会促使它们进一步拟人化。因此，最明智的做法是不予理会。所幸废弃的村中有这些东西，那些村民一直在抵挡他们，而他们仍保留着生物本能的恐惧反应。鬼使神差的，于燕往后看了一眼，100米外的树荫下，赫然伫立着一个人影，正凝视着他们所在的方向。不对，
那并非人类，那竟是一只羊，形态诡异非常。它以2条后腿直立，宛如人形，头顶还生有一对犄角。那只羊正以迟缓而僵硬的步伐缓缓前行，却明显朝着他们的方向逼近。这才是为什么我不和你说出详细。如果我提前说了，你遭遇他们的时候，眼神会不一样，他们会捕捉到，你也未必会有那么大的恐惧和规避。现在你应该知道，他们是羊，会直立行走的2脚羊。爸，你意思是我们已经离开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可怎么有一只跟上来了？这怎么出来了？糟！他还在跟着我们。余光尽头，始终有一道人影，对，他更像是一个人了。他们是乡村里的东西，因为不了解其他地方，才不离开那个活动范围。以前的人没有经过乡村的居所，我们进去过并出来了，他才因此跟上我们。那其他的会不会也跟上来？他会不会回去通知？可还是不对，以前也有人到过那位置，爸你也去过，他们也没跟出来，是什么影响了他们？会不会是这个东西啊？我是想带回去研究研究，这东西明显能抵御他们。是他们的头和皮，的确，这些东西多了，这就是一种震慑，再加上针对畜生的陷阱，就让他们进不去有村人的活动区域。我们带出来了，就相当于导游摇着旗帜，他们就跟上来了。先走远一些。爸，我觉得应该去杀了他，不能等他回去报信，不然的话，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很大了，甚至更靠近桂山村。夜里是邪祟，白天再有这种东西，人真的会疯。并且羌村人本来就缺医少药，还被这些东西啃掉了草皮，中药都找不到几颗，病死才是必然。长效来看，他得死。小燕，这怎么敢？不能去杀，不然他们肯定会报复。况且马上就天黑了，这边的路是错的，以后咱们也不会再来，没必要惹他们。距离天黑最长还有大概半小时，这地方未必不会来第二次，就算是不来，我们也不能将危险拉得那么近。小燕说的是对的，他妈，你进屋待着，小燕，你跟我过去，把他包围住。要是杀不了，就别杀，赶紧退回来，千万一定不要受伤。你正面吸引一下他注意力就行，其他的交给我。于燕立即往前逼近，那只羊见状，缓缓直起身来。然而下一瞬，一阵强烈的违和感袭来。于燕猛然察觉情形不对，站在树根下，哪里是什么羊？竟赫然是顾亚。顾亚双手垂于身侧，眼眶泛红，唇瓣微动，似在呢喃着什么。小燕，小心！于峰的暴喝声炸响，将于燕拉回现实。只见那羊正向于燕撞来，于燕临危不乱，手中刀狠狠朝着羊头刺去。小燕！而此刻，那双原本满含讥讽的羊眼骤然闪过一丝近乎人类的错愕，仿佛难以置信竟有如此锋利的刀刃，转瞬又重归死寂般的沉冷。我没事，妈。他妈，你扶着小燕，快回去！快！又是咣当一声，似是有人重重推门，不过门没有开，油灯晃晃悠悠地燃烧起来，天黑得比想象中快了几分钟。好险！若是灯再晚1秒钟点燃，邪祟都得进门，咱们一家3口都要暴毙在这落脚点中。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带进来？这东西的诡异程度比邪祟弱不了多少，既然杀了，就带回去让神婆看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总要未雨绸缪。刀很锋利。于燕暗自庆幸，当时情急之下的举动，实则暗藏极大风险。若换作普通刀具，根本无法刺穿这只羊的头骨。刀有很多种用法，你用了最笨的一种杀它。回家后，爸会教你怎么用刀。对了，你先前怎么会忽然愣住？给他可趁之机。于燕怕说实话会让顾雅认为受伤和他有关，于是低声道：我当时一阵恍惚，他就变成了人，在下一瞬间他就撞过来了。变成人？我当时并没有受影响。于峰深深看了一眼于燕，并没有再问。吃点东西，就好好休息吧。于峰和顾亚经历了太多，即便是在恶劣的时间，他们都能睡着，于燕却辗转难眠。邪祟不过蛊惑心智，而2脚羊却还能迷惑人眼。思虑愈深，头脑愈发昏沉，心头忽地一阵紧缩。地上那头羊怎么成了个人？都死了，怎么又成人样了？于燕咬了咬舌尖，的确，地上就是躺着一个人。死了，依旧会迷惑人眼。于燕眉头拧着，伸手想要将羊角给扯下来。怪异的一幕发生了，这羊头盖骨，羊角居然就那么轻而易举被他拿下来了。真是个人。
小燕，你在干什么？爸，你看他。于燕看着地上，一下子她头皮发麻，地上哪是什么人，分明就是那头大羊，只不过羊头皮被剥开，头盖骨被掀开，被他拿在手中。我刚才明明看见他是个人，戴着羊角帽，一下子就拿下来了。于燕结结巴巴，更是惊疑不定了。把头骨放下吧，小燕。于峰目光极为沉冷地看着地上大羊，审视而又怀疑。回过神来的于燕这才将其放了回去，头骨契合进豁口中，又有些怪异，有几个洞，像是被什么东西插进去，再将其撬开的。这太诡异了吧，明明都是一头死羊了，还能让小燕看成人样？这种东西本身咱们就不够了解，就算再怎么诡异都不为过。睡吧，小燕，不要看他，就算再看见什么不对劲也别去碰，把我喊醒。知道了，爸。假寐着眼，于燕余光又去瞟了一眼地上羊尸，记忆再回溯，却让于燕心生寒意。根本没有轻而易举就拿下来的羊角帽，是他的手指甲插进羊尸头盖骨里，将它掀开了。是自己有问题，自己的手指抓骨头就像是抓豆腐。顾一人或许是逃跑了，又或许他是被某个村民给带走了。有人信了他的风言风语，可我要明确地告诉他，这不可信。朱倩倩惨死，张丽死不见尸，更有可能死在了山林中。疯子的话断然不能相信。将人交出来，此事既往不咎。如果因此害死村民，那相关之人由村。天黑之前，我希望有人主动站出来承认。如果没有人承认，村长会命令青壮队家家户户搜查。搜出来也要由村，不是那人主动承认问题，是我们遏制了问题。我们没有被害死，不是他不想，是他没来得及做，所以他要死。由村。你还和其他人说过顾一人的事？没，我发誓，就和你一个人说了。那怎么可能？你要是没说过，谁会把他救走？他们明天要搜村啊，你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于燕，对，肯定是于燕。一人和他过了一整夜这件事情，我和你说过呀。于家3口去探路整整3天，还不知道死活呢。死男人就是不和我说实话，你就真要死了，知不知道？我和一人能帮你离开村子，你不能杀我。人少的不对劲，村里出事了。老罗，就知道你不会按时回来，但你肯定会活着回来。真是两脚羊，你们竟然杀了一头两脚羊。村里出什么大事了？倒也不算什么大事，就是顾一人。老孔一五一十将顾一人放神庙等死，人却不见的事情说了一遍。你回来的正好，现在都没人教人，搜村是必然的了。你更了解村里这些房子哪些有地势，否则这还真的很难找。看来村子有很多隐晦的角落，这搜村的难度可不是一星半点。探路出了问题，村长这会儿在哪里？在他家里等着带走的人教人呢。于峰将探路的全部情况告诉了村长，包括绕路和两脚羊死后人会迷惑人眼的事，他没有隐瞒任何细节。老孔满脸惊恐，脸色苍白，额头直冒冷汗。钟志成的脸色也变了，豆大的汗珠不断滴落。羊头和羊皮应该是能挡住两脚羊的，就是不知道里边有没有别的什么蹊跷，或许得让神婆看看。村长，你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的话，我就带小燕回去休息了。就算会迷惑人眼，这羊头骨这么坚硬，是怎么撬开的？小燕用刀对准了羊头，羊自己冲撞过来，捅穿小燕胳膊，那么大的力道，刀和撬棍一样，头骨自然被撬开。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注意，夜里小燕就将头盖骨拿下来了。于燕，你做得不错，胆量尤为可嘉。不过关键时刻，就算变成人，你也应该反应过来呀。晃眼间，他成了我妈的样子，让我产生了错觉。于燕这次没刻意隐瞒，钟志成听后一怔，没想到还会变成身边人。于峰没有任何变化，或许他已经猜到。好了，于燕，你受伤这么严重，去找神婆看看吧。还有关于羌村、关于探路的事，不要告知任何一个人。老孔，你留在我这里，这事儿一旦说出去，全村都会骚乱，知道吗？院外看热闹的村民更多，有人大喊问于峰：“村长什么时候给大家分羊肉？”一部分人的眼中带着惊喜。于峰居然抓到了山羊，村里这么多年，可没有人抓到过羊。这些人显然都没到过第4个落脚点，不知道那两脚羊的诡异。还有很少一部分人眼中透着悚然。
不知道于峰是学聪明了，还是心气儿没了，路探没探不知道，捉回来只养也算交差。于峰并没有搭理这些村民，只是朝着家走去。是你？有人在找我，有人要杀我，不要让人发现我是任何人。于燕心头微沉，有人进房间了。爸，我就知道你会下去看看，这村里很多房子都有这样的地势。于峰瞟一眼他手中的刀，又道：家里是安全的，地势里没有任何连通外部的通道。爸，你怎么没去睡？不是太能睡得着，这一次发生的事情还是太多了，暂且不知道村长会怎么处理和安排羌村的事儿，是否会再一次抽签。一时间，于燕不知道怎么接话。他知道于峰不大可能只是来找自己聊天，肯定有其他目的。有句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都在村子里待得太久了，因此遇到绕路没办法看穿看透。你居然能那么快反应过来，让我们走出来，这应该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就像是你会说出来，有问题的从来不是村子，而是山。我被村子禁锢太久的思维，你作为旁观者，撇开现在所有思维影响，就是单纯考虑这件事，你觉得怎么样能够离开村子？于燕是完全没料到于峰会问出这种问题，甚至于燕现在就有个想法，或许可以告诉于峰，顾一人就在这里。或许顾一人能知道应该怎么离开村子，只不过这窗户纸一旦捅开，自己要喝灯油，要喝血的事，恐怕都瞒不住。爸，我还没想明白，不过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让我再斟酌思考思考，一旦有眉目，我就告诉你。好。对了，村子里的任何事情，从现在开始我们都不介入了，包括羌村的。探路错了，村长就未必是对的，我们要考虑自己的出路。先找顾一人对下口风，再告诉于峰。他们都错了，没有人能离开这里，想要离开就要跟着邪祟走，这才是唯一的出路。于燕脸色微变，这种离开方式未免也太恐怖了一些。你和张丽也说过这个办法，所以朱倩倩也知道。你知道她死了？那个神婆告诉我了，她说我是疯子，我有病，我胡说八道，害死了2个人。朱倩倩死得很惨，张丽死不见尸。于燕心情复杂，不知如何安慰，只能问道：你也告诉了神婆这个法子？不，我没有，她没有问，我也没有说，她一直在偷窥我，她吓到她了，她不来找我了，我不知道更多的事情了。果然顾一人能看见一些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存在。他说了，你可以，你是希望我想要活下去，就必须要靠着你。那个东西不知道你的存在，你是最大的希望了。他是谁？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嘘，你不要知道他，你不要想看到他。如果你知道了，看见了，那个东西就会发现你。我得叫你在这里告诉我爸。不行，绝对不可以！有人在找我，有人要杀了我，除了你，谁都不是好人。一旦你告诉别人，他就可能会知道。顾一人的情绪忽然变得急躁、惶恐，像是要失控。好，我不说。你休息一会吧，好好睡一觉。有些事情我明天和你说。顾一人没抬头，只是低声喃喃：我说过要和你一起的，他们为什么不听？是我害死了他们。明天就要搜村，得先把顾一人转移。怎么样，能跟上他们呢？他们会杀人啊？难道是天亮了，他们离开村子的那一瞬跟上去，从而能找到出路？徐开国引导自己，顾一人身旁有看不见的存在引导他。顾一人说的有人杀他，应该不会是村民，是另外一个存在，不能让他发现我。会不会猎取徐开国的人就是他？换个思路，徐开国作为先来的被猎取了，我后来肯定不能走他的路，那就需要一个明面上替自己牺牲争取时间人。顾一人就是替自己牺牲的人，知道的越多就越容易被发现，所以通过顾一人传递少量信息。可自己又应该怎么做呢？还有顾一人这么快被发现，是不是他和张丽他们说了出村的事有关呢？稳妥起见，只能先不告诉于峰了，而且跟着邪祟出村太诡异了，于峰万一不相信顾一人就麻烦了。自从张丽死不见尸后，你们的房子就是空着的，这个地方是村边，应该不会有人搜查。不过你也需要时刻警惕着前方动静，村子过来就一条路，
一旦来人，无论是谁，都要立即从后门出去，懂了吗？我天黑之前会来找你的。你都知道了，你不会不来找我吧？于燕一怔，他一直担心顾伊人会泄露他的秘密，可事实上，他心思好像格外单纯，根本就没想过，这算是一种威胁的把柄。我会来找你的。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不能再将你所知的一切告诉任何一个村民了，否则你活不了，我也活不了，知道了吗？孔叔，霍赫，小燕，例行公事，搜查一圈。没事，你随意看。陈仙仙，她可是村里出名的女菩萨，我竟然分到了搜查陈仙仙家，运气真好。村长和神婆嘱托搜查全村，嘴角有一枚痣，是姐姐陈仙仙。你进来吧。我搜一下就走，还要去下一家呢。呢，不过我妹妹有些生病了，她睡得很熟，不方便将她喊醒。来到带有地势的房间，陈仙仙做了个嘘声的动作，侧头回眸。江山简单扫过屋内，鬼使神差的就点点头。陈仙仙又拉着江山看了一遍所有房间，此时江山心跳明显加速，神志也略显恍惚。我家没什么事吧，江山大哥？当然没事，你们姐妹俩怎么会有事？对，我记得那天你还质问了张丽，你都觉得顾伊人有问题，怎么会和他有关系呢？那就好，可你没有下地势，村长问起来怎么办？你小妹病着呢，怎么好让她起来？你放心，我会告诉村长，我都检查过了。嫂嫂平时很凶吧？江山大哥，你脸上都有指甲印子，这2天江山大哥你有空了，悄悄来一趟，别被人发现。我还藏着一壶酒，还有些涂抹伤疤的药膏。好。江山喜不胜收，这等好事儿，可终于轮到他了。女菩萨，姐姐，你说这村里怎么就那么多不安分的男人？等他来了，你可要好好的超度他。例行搜查，请便。于峰是青壮队的领队，搜查的事情钟志成和何鬼嘱托下来，怎么划分区域就是他说了算，因此他来搜查上次怀疑的区域，而这油浆便是第3家。你喜欢烧松叶，味道不会很冲吗？平时我喜欢吃熏肉，会在山脚下点笼子陷阱，捉了野兔山鸡就烟熏起来，有时候碰巧能捉到野猪，吃不完的肉不腌制也没法存放太久。于峰点点头，他离开柴房，继续去其他屋子搜找。我家是村里仅有几个没有地势的院子。我知道你家没有问题，我去其他地方搜查了。于峰能感受到身后的一股注视，他没有回头，只是朝着下一家人院子走去。直到进入一个转角的巷子后，于峰才停下脚步。饶是他的心理素质，饶是他早有准备，此刻还是有些手脚发软。太阳穴不停地抽跳，那个伪装成邪祟杀人的人，于峰找到了。这油浆恐怕不光是杀人，极可能还有其他可怕的嗜好。有人进来搜了吗？有个35、6岁的男人，他靠近的时候我就离开房间了，他走了我才回来。搜过就好，就怕没搜过，村长听了会自己来一趟，他是个很细节很缜密的人。我觉得我表哥没有跟着邪祟离开这里。何以见得？张丽的确失踪很多天了，不可能去了其他地方，也不会有人收留他，因为他没作用。可能他绑着我，他的一些言行举止让你觉得他这个人不怎么样，可有一点我很确定，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而且没有我的提示，他不可能敢一个人跟着邪祟走的。于燕皱着眉，确实跟着邪祟走太极端了，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走这一步的，更何况张丽刚来，还有生的希望，就不会冒险。唐吉和自己窗外的吴佑，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独居，难道凶手也是他？可对方杀人的动机呢？如果算上张丽，就是无差别杀人了呀。我知道，我会好好想一下的。于燕并没有立即告诉他张丽可能已经死亡的消息。谢谢，真的谢谢。离开村子的方式就只是跟着邪祟走，还有没有更多提示？没有了。那行吧，已经搜完村了，你和我回去吧，我家现在应该是安全的。不了，我要在这里等他，和你们在一起，他不会出现的，而且已经有人在找我了，那人还没找到，我要独自一人藏好，才不容易被他发现。于燕只能叹了口气。好吧，每3天我会给你送一次灯油和吃的，你记得深夜要点灯。于燕，我思来想去，正想出门呢，要去找你爸，刚好就遇到你了，太巧了，这马上也要天黑了，我过去可能都不太方便。有事吗？有事儿，很重要的事儿，
今天于峰叔不是主导搜查的事吗？我可能知道其中一个人的下落了。你进屋来，我和你详细说了。你回去告诉于峰叔，也算我为村子做了贡献。于燕的心跳骤然加快，这巷子就是一条必经之路。难道孤一人的事情被陈仙仙撞见了？正欲上前的于燕忽然瞥见陈仙仙耳畔垂落的发丝间，隐约闪过一枚金耳似的微光。进来呀，你怎么了？我突然想起来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得先去村长那里一趟，不然来不及了。明天早上我来找你，你再和我说外来者的事情。我很赶，我先走了。言罢，于燕当即朝村路方向疾驰而去，转瞬间便消失在了视野尽头。陈仙仙十分不解，先前姐姐又躁动了，她就知道于燕肯定经过了，特意躲在门后等待，结果于燕根本不进屋。明天早上好事多磨，姐姐就是邪祟，于燕又能让她白天就醒。如果抓了于燕，是不是白天就能试试能不能出村？这样还能避开其他邪祟，相信于燕也不会拒绝出村的诱惑。耳饰是他在自家门口捡来的，还是朱倩倩的死和他有关呢？可朱倩倩的确是被邪祟杀死的呀。闭眸，于燕再度回溯。当时张力陷入彻底被动，就是因为陈仙仙带的节奏。看来朱倩倩的死就算和他无关，那这个人也肯定有问题。小燕，你出来，爸有事情和你说。天黑了，就不会隔墙有耳，还是要万分谨慎小心。还有他妈，这一次你千万不能告诉张玉玲啊，她知道一切，已经足够规避危险，为了咱们一家人着想，为了小燕着想，你明白吗？这又发生了什么事儿？顾亚有些战战兢兢，于燕顿明白，恐怕是于峰找到那个伪装邪祟杀人的凶手了。尤江，尤江，那个喜欢打猎的汉子。他就是杀死唐吉和吴佑的凶手。他家里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太干净了，反而像是掩盖什么。在那个范围中，其余人都没有问题，那他就是唯一有问题的人，而且他给我的感觉很危险。记住了吗？小燕要躲着尤江，好吗？不要告诉张玉玲了。尤江这个人很敏锐，我和他打交道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他很危险。小林这个人心思没有那么深沉，他很容易露出马脚。不告诉村长吗？我认为应该说，一时半会儿咱们离不开村子了，路是错的，咱们还得在这里生活很多年。妈，爸说了，没有证据，只有咱们自己的判断。村长这个人太讲规矩了，一旦告诉他，他肯定带人去尤江家搜查。可爸进了他家里都没找到证据，村长去了能找到？村长也不可能没有证据就抓人，村民也不会服的。到时候打草惊蛇，尤江就会想是谁暴露了他。爸可能是最近唯一经过他家的人，一定会被怀疑，咱们就会被盯上了。他这种孑然一身的人，如果不能一击必杀，留下隐患就太可怕了。人没办法永远不犯错，现在是我们在按他在明，下一次若是他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什么线索，我们稍稍动手脚，让村长介入就好了。咱们不能当这个出头的。对。这是外来者朱倩倩的金耳饰。于燕将关于陈仙仙的所有疑点，包括其可能知晓张力下落的情况，和盘托出。她们姐妹俩这么不对劲吗？是姐姐瞄上小燕了？这也不对啊。陈仙仙是出了名的狐狸精，可也只是勾引男人。陈仙仙也乖巧很多，他们没有害人的道理啊。于燕一愣，姐妹，顾亚说什么呢？小燕，你这话说的，不光是你妈听起来糊涂，我都听糊涂了。你分不清这对双胞胎姐妹？竟然是双胞胎姐妹，她们居然取了一样的名字，这不是闹呢吗？不过小燕，你单凭这个耳环来判断，又说陈家姐妹让你进屋就有问题，可能和张丽失踪有关。这个可能太武断了，会不会是他们真发现了某个外来者的踪迹？确实不好判断。明早我们去找那姐妹一趟，不是有信息要告诉我吗？我和小燕去，既有个照应，也能弄清楚她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还有小燕，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分清楚她们姐妹，怎么想你都很难想明白的。回屋后的于燕仔细回溯见面的细节，可于燕怎么分析都感觉是一个人，除了那颗痣，什么都一模一样。还在想陈仙仙姐妹的事？我感觉和我见面的一直都是同一个人。我不太了解他们，可通过你的分析，他们一定是有些问题的。好好休息吧，明天去看看就清楚了。保险起见，带上刀。深夜万籁俱寂，村道上此刻仍有一个身影踽踽独行，不，那分明是个邪祟。其身形异常魁梧，身高至少2米有余，双肩宽阔厚重，腰身却异常纤细。他静静地走在水泥路上，所有邪祟都不敢靠近，只是不停地哆嗦着，像是莫大的恐惧。他走得很慢，眼神在左右扫视，似是寻找着什么。他来到一处房前，推开门，
往里瞄着，然而所有房间都空空如也。顾一人瑟缩在角落，双手紧抱油灯，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呼哧一声，刚点好的油灯又熄灭了，恐惧如潮水般将他彻底淹没。他不敢点灯了，而头上的邪祟也再无任何动静。他保持着这个动作很久很久，似是在等待。于峰叔，您来了。听说你有事情要告诉我。昨天小燕着急，她没听你说完，今早就带我来了。言罢，于峰便作势要进屋。陈仙仙不好阻拦，只能后退2步让开门。这里的光挺暗的，怎么不开门透透气？门直通着巷子，我和姐姐都不大习惯。你姐姐呢？姐姐她有点不舒服，休息呢。哦，她病了，需要神婆看看吗？不用那么麻烦。外来者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你先和我说说吧，我看有没有必要，好去告诉村长。于峰语速很快，基本上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陈仙仙觉得脑袋有些发晕，一时间快答不上来于峰的问题了。她没想过于燕会带着于峰来啊，有一点准备，但只是给于燕的。你怎么不说话了？那个外来者其实就是张丽，我见他上了山。就是这样，我怀疑他躲起来了。那个疯子女人顾一人一样被他救走，竹林后边的山，你们可以马上去看看，肯定有问题。就这么一句话，需要让小燕进屋吗？不能直接说清楚吗？于峰话音忽然加重，陈仙仙，你是不是在隐瞒着什么东西？回答我。这一霎，陈仙仙脸都白了，后退了2步。于燕心头突突猛跳，压迫力啊！于峰的压迫力有多强？自己刚醒来的时候，那是深深切切的领教过了。我不知道，是姐姐，姐姐知道一切，你们别问我，问姐姐。姐姐就在那个房间地室里。于峰却是脸色沉凝。你姐姐在地室，那你身后这个房间里是谁？于燕凝神细听，对面房间果然有一点沉闷的嘟嘟声，像是什么东西在碰撞，还有很低沉的呜咽声。闪开！于峰不再理会陈仙仙，径直朝传来声响的房门顶去。于燕一快步紧随其后。爸，他家有后门，他跑了。没事，不用追，守好另一个房门。跑得了妹妹，跑不了姐姐。那个房间里也有声音。于燕心头一凛，没有追出屋子，隐隐约约，她的确听到另外的声响，像是在推开什么东西。你看着他，我去另外屋子看看。快点，有邪祟，快跑！于峰一惊，可眸中闪过一丝轻蔑。大白天的，邪祟能做什么吗？还真是双胞胎姐妹。小心，他是邪祟，他吃了朱倩倩。于峰2人皆是脸色一变，但更多的是疑惑。白天邪祟不是动弹不得吗？于燕也在山中见过白天的邪祟，就和睡着了似的。臭男人，没把你收拾服帖，你就不说好话呢？谁是邪祟？我是邪祟吗？滚开！不要这么凶嘛！我只是看这个外来者生得清秀俊俏，请他回家过夜，他却恬不知耻，捡了便宜，还想要我妹妹，我们才把他绑起来，打算将他交给你，让你给村长处置。他也是个疯子，胡言乱语，把他绑起来，我伺候你们父子2人，等会儿你们就带走他，好不好？于峰更是疑惑，他和邪祟打交道10多年了，眼前之人真是邪祟吗？陈仙仙往前，似是想要钻进于峰怀中。爸，小心他！于峰不再犹豫，一刀砍，却被轻松挡住。陈仙仙的手在于峰胳膊上划过，就像是温柔的抚摸一遍，而于峰的皮肤就像是橡皮泥一样，指甲没有丝毫阻碍的穿透进去。同时，于燕也一刀砍在陈仙仙身上。正常情况下，这么锋利的刀，直接的让人皮开肉绽。于燕却觉得砍上了一块死猪皮似的，根本没有砍进去。那一瞬间，他脸上的笑扩大，他眼中透着浓郁渴望和兴奋，这太诡异了。刀尖刺在他脖颈上，居然都没刺穿，甚至划了一下，导致于燕身子都朝着陈仙仙贴近。于峰劈斩骤然落在陈仙倩肩头，大力让陈仙仙往左侧退了好几步，因此他没能扑上于燕。真是个邪祟！于燕只觉得右手痛得要命，本身他就有伤口，这几下打斗直接给震破了，血浸染衣服。面前这个陈仙仙邪祟，看上去皮肤像是羊脂白玉，吹弹可破，实际上皮厚的，刀都戳不穿。他怎就那么硬？自己怎么就那么脆？轻易让山羊角捅了个窟窿。完了，要死了，要完了！门外面被陈仙仙锁上了，打不开。让你们牡丹花下死好吗？那么久了，我好想要个男人啊！可天黑我才醒过来，遇见人就忍不住想要咬断他的脖子。我好久都不像是个正常人了，你们别反抗好吗？
于燕快速冲到门前，想要通过门缝撬开外边的门锁，可门缝太细小，刀根本刺不进去。想要破门，但需要时间。但在这么狭小的房间中，就像是邪祟的主场，于峰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刀给你，你在这破门。此刻的于峰胸膛剧烈起伏着，每一次喘息都带着沉重艰难的节奏。他浑身布满狰狞的伤口，鲜血不断涌出，将衣衫浸染成一片片刺目的猩红。还真舍不得杀你呢，我会慢慢折磨你的。爸，灯油，想办法按住他，往他嘴里灌灯油。门内的打斗声吸引来了部分村民在外围观，可他们也只是远远观望，无一人靠近，更别说帮忙。于燕虽不确定此法是否奏效，但眼下已别无他法，索性随着灯油入喉，陈仙仙也逐渐归于平静。中至城来后，于峰将过程简明扼要，该说的都说清楚，声音不大，外边的人听不见。于峰想法很简单，这件事如何处理，村长自己解决。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没有瞧见这两姐妹同时出没过了，不是姐姐在外，就是妹妹在外，全都是妹妹陈仙仙假装的。那最近被邪祟杀死的人，除了朱倩倩，应该还有其他的人。于燕与于峰闻言皆默然不语。他为什么没有杀了你？不知道，陈仙仙把我养着，可能她不需要天天吃人吧。邪祟害人的频率确实不高，他的确不需要经常吃人，不过捉了你不够，还要捉个于燕，难道是趁着这几天村里乱，他想浑水摸鱼？这件事情需要公开吗？陈仙仙跑了，如果不公开，那谁都不知道他那么危险。还有，天知道村子里是否还有别人豢养了邪祟，被拔掉左手小拇指甲的人都会变成邪祟，可总会有人舍不得亲情，或者有其他的某种想法，将会变成邪祟的人留下来。昨天的搜村为什么没搜到陈仙仙？我去问江山。江山，算了，这缘由我们心知肚明，青壮队的人都已经信不过了。搜村搜出了这样一个结果，是个例，主要还有陈家姐妹本身问题太大。你先和你儿子去找神婆治伤。好。对了，于燕，你怎么知道用灯油可以制服他？灯油点上可以把邪祟赶走，一物降一物。那会儿实在是没办法了，我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然我和我爸都得死这里了。你留下，我还有话要问你。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快被吓死了，能让我回去吗？求你了，我只是个人啊，这什么鬼地方，这什么鬼村子，都让人活不了人了。你表妹不见了，她被别人带走，我希望你告诉我，你们还和村子里什么人接触过？另外这几天你都在陈仙仙家里，他们说过什么村里的事情？你要一五一十说出来，然后你就能离开了。村外的屋子依旧是你的住处，没有人打扰你。你的伤势休养一段时间就行，剩下的药你带回去换。这裂开的伤口最好再找张家那丫头缝吧，我缝会留一条蜈蚣疤，它更细致些，我只是简单上了点止血药。好。你的指甲长出来了。于燕心头微凛，看了一眼左手，果然为只长了一点点指甲，大约2毫米，灰白色。尽管指甲少，于燕依旧油然而生了一股喜悦。看来全村要点一次名册，检查所有人，更要检查左手小拇指。邪祟不应该能在白天活动的，这太古怪。乡村怎么处理？我和村长还没想好，又出了养邪祟的事儿。何鬼似在自言自语，那张本来就有些阴霾的脸，那股阴翳感更重。神婆真的有本事吗？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总感觉她做的无论是祈福辟邪，还是给手掌上画符，或者是说折断柳枝挂在门上，没有什么必要。小燕，你错了，邪祟对人心的蛊惑是很重的，神婆的符让我们在邪祟面前更亲近，只是可能你没有感受到那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于柳树，你提醒了我，这又是一件怪事，山上是有很多柳树的，这一次上山全都枯萎了，我都忘了告诉村长。于燕还是觉得神婆有些上辈子神棍的派头，但想归想，她没有再说什么。这么多人往村口去，那里出事了吗？陈家姐妹就在村口附近啊，难不成是小燕他们出问题了？刚到村路上，却隐约瞧见前方有个人影，像是张韵玲，正想喊她一声，顾雅忽然觉得如坠冰窖。张韵玲走的方向由江救助附近呀，顾雅一阵心慌，向前追去，想把张韵玲叫回去。怎么了，小燕？于燕下意识地捂着胸口，心跳有种说不出的紊乱，有种说不出的慌。
我没事吧？好几天了，为什么你还没有行动？打猎的事情你不懂。打猎？没有让你打猎呀，我们要离开村子而已，要铲除掉拦路的人。对你来说他是人，现在他是猎物，机敏狡猾，有着尖牙利齿的猎物，机会只有一次，成则成，败就再也狩猎不到他了。我在等机会，你在急什么？留下来吃饭吧，烟熏腱子肉、粒米饭，还有一锅辣排骨汤。不用了，我喜欢吃素。哦，不要再进我家的院子，这很不对劲。你不应该认识我，你不应该来这里的，你可能引来别的人。村头出事了，青壮队全部去了，村民也都围了过去，我才来的。那就好。总之，这是最后一次，我猎到中至城之后会去找你的。顾亚仅奔出7、8米，便被尤江拽住头发，他只觉后颈一阵剧痛，随即意识逐渐陷入黑暗。这就是你说的慎重，你和于家的人本来就走得太近了，于峰很难缠的。别伤害顾姨。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话？他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他是跟踪你走到这里的。你别忘了，你才是该游村的人，而不是那个胖子张军。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所以不要因此胡乱说出去什么。我是想离开村子，才会和你接触。我不会乱说的，但是如果你想出村，就得听我的，其他人都可以，他不行，你不能伤害他。刹那间，庭院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良久，尤江才轻笑一声，缓缓开口道：放心，我会好吃好喝供着的，不会伤他一根毫毛的。有趣，这样的猎物才有趣，还敢威胁我，等出村了慢慢陪你玩。他忙。门开着，却没有人回应。是不是陈家那里动静大，妈担心我们过去看情况了？应该是去了。本来我想喊你妈去叫张韵玲过来的，这样的话你先自己过去吧，爸就不用多提醒你什么了，你都知道的。于燕稍有尴尬，顾亚有意撮合自己和张韵玲，于峰则是想等出村之后。人呢？难道说妈还没有回来，爸出去找了？于燕酒后未果，心中的不安逐渐蔓延，她再次折返至那条巷口外搜寻，却始终未见任何人的踪迹。天色逐渐暗沉，急躁让于燕的那股心悸也变得更强。孔叔，您在家吗？孔叔，你见过我爸妈吗？是不是陈家姐妹的事情？村长又吩咐了什么事情？我爸妈他们过去了。没有吧，2、3个小时前，村长就驱散了所有人。对了，你爸刚才就焦急忙慌的村里走呢，他还问过我有没有看见你吗？奇了怪了，他们2口子现在都还没回家，你爸还没找到人。要天黑了，关门了，老孔。先回家去小燕，指不定老于和顾亚已经回去了，你别跑出来，跑差了他们又出来找你，这来来回回容易出问题。你和他说那么多干什么？以前没见于燕这么关心他爸吗？再说了，老于家能出什么事儿？于峰警惕着呢。油灯点燃了，家里回来的人。于燕面带喜色走进屋子，然而屋内仅有于峰形单影只，他双目布满血丝，发丝凌乱不堪。于峰默然不语，快步走向房门，凝神注视着村路。于燕心下了然，他是在等顾亚回家。当最后一缕天光被夜幕彻底吞噬，天黑了，大量人影开始在路面上晃动。没过多久，便有10几个斜碎成几排站在门口，他们阴笑，他们窃窃私语：有人不在家哦。啧啧，不在家。走去找到他。那斜碎带头朝着村路上走去，其余斜碎无一例外在村路上散开了，他们口中不断呼喊着顾亚，此起彼伏的叫喊声连绵不绝，令人不寒而栗。等会儿我出去找。别发疯。那天晚上我没回来，我在山路上走了很久，我会躲着他们的。经过白天陈仙仙的事情，于燕觉得斜碎身体或许也并非全是坏处，自己应该尝试控制这具身体，而如今这种情况只能冒险一试了。然后呢？你就死在外边。好，你夜晚出过门，可夜晚的山路上邪祟不是最多的。爸，我觉得我可以试试。你痛苦，我只会逼你更痛苦。冷静，必须要冷静。你妈不可能自己在外边待那么久，要么是那个陈仙仙找到了她，报复我们，要么她被尤江捉去了，要么这村里还有某些我们不知道的凶险。总之，她不会在村路上。我承认你不一般，可你说你夜晚出过门，我不会承认你有本事，我只觉得你运气好。今天我们面对过一次邪祟，那些东西你能对付吗？爸，对不起，是我不够冷静。我仔细回忆过唐吉和吴佑这2个人，他们受害之前其实都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没有出现在人的视线中了。尤江这样的疯子杀人不会随随便便贸贸然然的杀，他必然在依循着某种规则，或者不是规则，是某种心情。
那如果是陈仙仙的报复，他也不会简单杀人泄愤就够了。他姐姐即便成了邪祟，还是养了那么长时间，他都不敢放弃。所以现在他拿妈来威胁我们才是最好的选择。对的，当然撇开这2种可能，即便是还有第3种、第4种可能，你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做莽夫死得最快。你妈如果扛过去了，今晚我们死了，那留给她的就只有绝望了。爸，我明白了，去睡吧，很晚了，明天才是最关键的一天。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儿子，我男人还在家里等我，我发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呀，求求你了。别说这些求饶的话了，我都听腻了。来聊聊张韵林吧，我看你们天天串门，关系那么好呢。那关于出村的方法，他应该有告诉你吧？没有呀，他什么都没有和我说过。不用这么急着回答我，过几天我会把你儿子也带来的。我真不知道，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啊，求求你放过他们。顾雅说的口干舌燥，嘴皮都开裂，尤江却只是狞笑着看着。你安心的待着吧。当然，如果你觉得折磨，你想死的话，记得告诉我，我会给你个痛快。不要弄伤自己，那样淤血会让肉质变得糟糕。尤江狞笑着，他更为病态，更为癫狂。此时的顾雅只剩绝望。他没想到，生活几年一直当干女儿的张韵林竟是蛇蝎心肠。他更害怕于燕和于峰同样会被骗。于燕睡不着，太煎熬，太焦虑。其一是顾雅，其二邮包只剩下最后一个，没有灯油，自己就会成为这个家里新的麻烦。同时，这又让他想到了陈仙仙。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既有邪祟的身体强度，又能保持清醒呢？来，你跟我来，我知道你妈在哪儿。滚吧！我真知道她在哪儿，你出来呀！我不想当邪祟的，我以前也是和你一样的村民呀。可邪祟拔掉了我的小拇指甲，你也被拔掉了指甲，你是怎么在油灯下生存的？我帮你，你也帮我呀！我真的不想吃人了。滚，别来烦我！你这么怕死吗？我都说了，我帮你，你也帮我呀！我真的知道他在哪里，你快出来找我！现在外边没有其他邪祟，只有我一个人。于燕静下心，不再理会，可那女人还在喋喋不休。你呀，说起来还是怕死，你妈就不一样了。那天你躺在地上，她开门把你拖了回去，那么多邪祟，她就没怕。要是你妈死了，那就是你害的，你知道吗？你害死了她。表妹，你究竟去了哪儿？村长钟志成想要找到顾伊人，他更想找到顾伊人。他想出村，跟着邪祟就能出村。而此时窗外伫立着一个人，他面容僵滞，肤色铁青惨白，正俯视着张丽。可奇怪的是，张丽居然像是没看见他。表妹，你在哪儿？表妹，你听见了，你就出来啊！这什么鬼地方？这是哪儿啊？还不如杀了我！门外之人只是如雕塑般静立凝视，纹丝不动，似是在等待。张丽笑着笑着又哭了。人是情绪动物，情绪正吞噬着他。房间正下方的地室中，顾伊人蜷缩更紧，他整个人都成了小小一团，呼吸都不敢太大。他知道张丽回来了，他听到了张丽的喊声、哭声，他感受到了张丽的绝望，可他不敢动。有人在找他，有人想杀了他。邪祟喊了一晚上，我知道你会来，等着你满村看一看有没有他的尸体。他没死，我还要搜村。前天的搜村已经算是大动干戈，因为一个晚上没回家的人，你说他没死就要搜村，这于情于理都不合规矩。于燕一怔，就要开口。于峰对村子做的还不够多吗？顾伊人没有找到，反而出了江山这样的人被陈家姐妹蛊惑，搜村本就是失败的。要找到顾伊人，还要找到逃走的陈仙仙。不会有人收留陈仙仙的，他只可能进入了山里。张丽家的油灯丢失了，或许是他拿走了。不过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可以答应你再搜村一次。还有于峰，你一定要理智，顾亚很可能已经死了。这个村里死过很多人，很多人都知道家人丧命的滋味，你不能被击垮，离开这里才是关键。这2天的事情太繁杂，我和神婆正在考虑羌村的问题，是否让你带一队人再去一趟，你们父子俩能帮上忙。于燕只能深呼吸，他先前从来没有觉得钟志成这样不近人情，怪不得于峰不和钟志成说那么多。规矩是钟志成的代名词，死板一样是。走吧。于燕下意识环视院内，视线不经意间扫过院墙旁斜插着的一根木棍，棍顶赫然顶着一颗骷髅头。这骇人的景象令他头皮骤然发麻，他猛地咬破舌尖，尖锐的疼痛刺激下，那狰狞的骷髅头竟诡异地幻化成了一颗羊头。你给大家都换了位置，怎么没换你自己的位置？所有人都要避嫌，村长你跟着我就等于避嫌了。这是要拉钟之成下水啊！村长，大清早的，怎么个事儿？陈仙仙下落不明，顾伊人没有踪迹，出了江山这个有问题的人，村长质疑搜村结果，今天还要搜一次。
于峰走向房间，开始了搜查。钟志成站在院中，尤江目光则恰巧落在于燕身上，笑眯眯说：“村长，于燕也要加入青壮队了，挺新鲜的。”没有，他只是恰好在跟着我们走而已。于燕只是余光四扫一圈，眼前却在回溯他进院子时的一幕，仔仔细细的剖析这院内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记得你是个猎户，你抽签到探路去过几次？1次。第几个落脚点？和今天的事情有关系吗，村长？没多大关系。一时间，表面轻松的于燕却越是烦躁。他回溯了7、8遍，院子没有异常，屋内那么多房间，他也没有理由一一进去查看。毕竟尤江只是怀疑对象之一，而且太过特殊，无论他与顾亚失踪有无关联，都不能打草惊蛇。反而此刻尤江显得很平常，一点都不担心的样子。你家的水井倒是打扫得挺干净，一点苔藓都没有。经常冲水就没有苔藓了。我每次抓到山鸡、野猪这些东西，都会尽量将血放干净。野味不放干净的血，腥味会很重。两人又是无言，安静了下来。而此时于峰房间也快要搜完了。要我说，于峰领队也挺难的。昨天夜里动静那么大，他死了婆娘，今天还主持村里的工作。很多年前，村里无时无刻都在死人，你也是从当年过来的人。好了吗？于峰搜完了所有房间，明显是一无所获。爸，你和村长去忙吧，我心里不太舒服，想自己待一会儿。注意安全。怀疑我了吗？怀疑有用吗？我家里能搜出来什么吗？自作聪明。不过被人盯着的感觉可真不舒服啊，让我都觉得自己有些像是猎物了。尤江凝神望向窗外，再往前往远处一些，是一条河。河对于桂山村来说，代表着更多未知凶险。贸然靠近河边的人都死了，因此这里没有更多的人，两侧更没有其他院子。刚才又有人搜村了，一人藏起来了。那就好，谢谢。于燕没有理会，微微皱眉问道：“青壮队的人怎么会写这么个字在这里？什么字？哪儿有字？”于燕的眼皮微微一跳，那么大的血字，张力看不见。字在哪儿？没事，我看花眼了。此刻的顾伊人浑身颤抖不止，桌子上赫然写着一个血红的斩字。那字是顾伊人写的，只是为什么张力看不见？我想请你帮个忙。我妈昨天没回家，她是有危险了，有可能是被村里另一个危险的人带走，也有可能是陈仙仙。只不过现在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我妈在哪？你知道吗？她在地势的笼子里，她很恐惧，她一直在祈求，她在哭。是陈仙仙带走了她，还是别人呢？意思是带走我妈的人家里有地势，对吧？我不知道更多了，她就快找到我了，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记号，她给我标记了记号，我完了，你要躲起来，你要好好躲好。伊人，你别说胡话啊！什么斩死，什么记号，你别吓表哥。门上的斩字居然是顾伊人被找到的记号，他就要被猎取了吗？唇亡齿寒。对，现在的他其实和顾伊人才算是命运关联者，他死，下一个就是自己。我要带他走，这个地方被发现了，门上的字应该是昨晚上写的，血淋淋的斩字，只是你看不见。去哪儿？你家吗？村里头应该很乱，很多眼线，伊人出去会很危险。不是村里，是另一个地方。你把他背上，带上食物，然后跟我走。对了，你这有装水的瓶子吗？有，等我收拾一下。这山里没有房子，也没有油灯，会死人的啊！不要说话，安静。那边好像有个人，他在看我们。别管那么多，这个距离很远，就算有人看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而且我们在林子里，最多是几个模糊的影子。是，我也看不太清楚他。猎人的本能让他注视着河岸对面，可阳光很重，格外刺眼，让他眼睛不能睁得太开。这个时间节点，竟然有人影在晃动，是搜寻陈仙仙的人，还是说就是陈仙仙？你们白天不能待在里边，只有晚上能进去躲，并且天亮出来之后，还得清扫掉一切痕迹。为什么？因为村长会来这里，不过他大概率不会晚上来，只是白天，我不清楚他来这里的频率。这是村长的房子，没有其他安全的居所了吗？非要这么冒险？山上哪有那么多屋子？总归这里是安全的。陷阱复原了。表妹，你醒了。此时的顾伊人勉强挤出笑容，他要比之前好一些了。在于燕看来，顾伊人并非有病，只是他的处境是个正常人都会崩溃罢了。表哥，你不要跟进来，等会儿你和于燕一起回去吧。这怎么行？如果他能找到我，我还是会死掉。你待在这里保护不了我，反而你会死。如果天黑你们看见了我，就千万不要相信我的任何话，那时候我已经不是我了。这里不光有灯油，还有陷阱，应该能保证安全的，不要那么悲观。再次进入屋子，于燕眼中透着一丝惊悚，之前至少有一半是空油瓶，现在居然都装满了。
灯油既然可以补充，那为什么钟志成不给每家每户足量的灯油，非要卡一个3天一次？于燕正思索时，顾一人却朝着前方一道门走去。于燕紧跟进去，刚进入屋子，冰凉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顾一人捂着嘴，显得万分恐惧。他哭了，他泪流满面，伤心欲绝。良久，他神态从恐惧变得怔怔，他居然又笑了笑，他的笑容十分温和，就像是洒脱。如果我逃不掉，我就躺在这里；如果我没死，你们走的时候，我会跟着你们走的，我会知道。于燕明白，顾一人是觉得没有希望了，他没想过自己还能活下去。他觉得自己如果逃不掉猎取者的注视，那不如选择死在村长的手中。我好累，我好困，我要睡了。今天村长不会来，你走吧。于燕不知道怎么说，也没有多问。他知道顾一人也只是传话的，自己问必然不会有答案的。他也明白了桂山村的问题为何存在这么多年而未被解决，因为每一个接近真相的人都会成为被猎取的对象。这地方人迹罕至，几乎不可能有外人来。钟志成为什么还要将房间锁着？房间里有什么？时间不多了，不容许他一直耽误。于燕看了一眼绝望的顾一人，然后回到了放灯油的屋子，开始从每一个瓶子里窃取灯油。为什么你白天能动？陈仙仙是怎么让你醒来的？女孩闭着眼眸，仿佛熟睡，她双手却鲜血淋漓，很恐怖。陈仙仙必须找到。村民的生存空间已经很狭隘了，邪祟要是能在白天活动，这太恐怖，隐患太重。你去哪儿了？爸，进屋说。妈在某个人的地室里。爸，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总之我问到了，只能问到这么多。于峰的眼珠陡然瞪大，更显得错愕和迷惘。原来是你把顾一人藏了起来，可我们一起离开村子了，你没有时间，你没有那个条件和机会，你是怎么做到的？心咚咚猛跳，果然啊，于峰的思维能力就是那么强，一句话他就想到了顾一人。他的话能够相信吗？能信。她只是个女人，她不是个女巫。小燕，把她交给村长，留着她很危险。她已经去自生自灭了，她没有骗我。爸，你记得那天晚上你们在院里遭遇邪祟的事情吧？她早就用唇语告诉我说没有关窗，只是那时候我不懂，我只认为她说我的小木屋没有关窗。第二天我才知道情况。于燕这一番话很慎重，于峰脸色在变，变得悚然。忽然风好大，吹得门哐当一声重重撞击在门框上。本来于燕想借此机会再说几句，将信息告知于峰，父子两通力合作，找到顾亚就能够共谋出村的法子。可这一瞬，于燕觉得心跳很快，悸动感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吞噬。父子两人来到门口，看向院内，院内空空荡荡，并没有人，心跳还是紊乱，还是很压抑，很不舒服。于峰扭头，目光冷厉地看着另一个方向，是窗户。好奇怪，阴森森的让人汗毛倒立，却什么都没有。于燕下意识的也扭头看了一眼房间窗户，回头的这一眼，于燕人麻了。窗外有一张脸，这张脸很大，白铁青，是死人色。他再看自己，于峰为什么没看见他？这简直是太诡异了。于燕也只能装作没看见似的说道：“是好奇怪，我也觉得心跳加速，什么东西都没有，没事吧，爸？”于燕只能谨小慎微，她不清楚自己能看见代表什么，但肯定不会是好事。就比如顾一人门口的血渍。没事，你让我想一下顾一人的事情。于峰在回忆和思考顾一人的事情，这时吱呀一声轻响入耳，门竟然被打开了。小燕，你先前没关好门吗？居然被风吹开了。在于燕眼中，这哪是什么风吹开了院门，是一个人推开门，把头探了进来，给人的感觉他在钻洞，一个很窄小的洞，光源依旧，油灯还是亮的，这就是猎取者。油灯竟然挡不住他。于峰依旧瞧不见猎取者，面色紧绷，快步向前关上了门，然后低声说道：“下一次回了家，就要立即挂上门栓，油灯亮着。邪祟虽然不会直接推门，但一旦风将门吹开，邪祟一样会进来。还好我们就在堂屋，如果这会儿是在睡觉，恐怕就要出大事了。”于燕心中疑惑，她确信自己已拴好门栓，但她还是说道：“我知道了，爸，对不起。”猎取者始终蛰伏于门外，凝视着门内。于燕的后背已被冷汗浸透，她竭力平复心神，佯装浑然不觉，不敢流露出丝毫异样。油灯、门对猎取者不管用，只是他都可以进来了，为什么没有其他动作？是自己和顾一人接触太多引来了他，现在只是在试探自己吗？如果自己表现出能看见他，他就会立即出手。太古怪，太不对劲了！门开了，邪祟居然没有进来。或许是知道咱们一家人警惕，不会胡乱开门开窗，邪祟去别人那里蛊惑了，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家门开了呢。总归今晚就待在堂屋吧，守好油灯，或许邪祟就藏在院子外边。
顾一人除了说你妈被关在了某个地室里，还给过什么提示吗？没有了，他情绪很不好，一直说他要死了，会被斩死。我问不出来更多的东西。那看来他的确要死了。他能知道我们家没关窗，能知道你妈被关了起来，他就能知道更多的事情。可惜你应该将他留在家里，只不过这也不好办，不可能瞒过搜村的人。事已至此，没办法了，我们先找他妈。是，也对，问题还是出在尤江。不是搜了2次吗？他家完全没问题吧？而且他家没有地势。经过2次搜村，就说明村子中已知的地势是没问题的，那就会是有人自己挖了地势。尤江家是村里少有几个没有地势的院子之一，他反而嫌疑又变大了。他家太干净，有很多应该存在的东西，反而没有。而且我第1次搜查的时候，他还特意和我说过他家没有地势。此地无银300两。我怀疑他的时候就想过地势的问题，可的确没找到。有没有办法再进一次他家？如果你妈在他手中，这相当于明牌了。他早知道我们察觉他有问题，第3次去他家搜基本不可能。村长不会同意第3次搜村，单独搜尤江，他肯定会反抗，还会将事情闹大，质问原因。我们可以将事情挑明，但没有任何证据，就是栽赃。村里不允许有栽赃的事情发生，尤其是村长今天让尤江去找他，我总有些不好的念头。尤江下午去找过村长。不过具体不知道他们商议什么。可惜，那他总有出门的时候吧？现在明牌的情况，他不太可能会出门。我来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出门的机会。今晚就趴在桌上睡会儿吧，小燕，守好油灯。好的。于燕余光微瞥门外，猎取者依旧保持着凝视，似在静待时机。院子中都没有出现那个斩字，暂时这一劫算逃过去了吗？我去找村长，他不是想让我带队再去一次羌村吗？或许昨天村长找尤江也是这个事情，我会找理由让村长把尤江叫出来，到时候你找机会去他家。好的。于燕来到尤江家附近，开始等待。时间一点点过去，终于他瞧见了2个青壮队的人走过。大约10几分钟后，那2人回来，身后便跟着尤江。于燕只是余光瞟了一眼，便没再多看。人都有第6感，尤江这种人第6感一定格外敏锐。应该差不多了。于燕翻墙进院后，开始每个房间查探，但尤江家太过干净，他只能小心慢慢搜寻，怕破坏掉什么。当来到最后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窗户光线特别好，特别敞亮，不同于自家钉着木条，是一扇完全铺路的窗户。于燕心头微微一凛，窗外是一片草皮地，正前方是一条河流。这地方昨天和张丽看到的人影竟然是他。于燕头皮都在发麻，心更咚咚狂跳。应该没事，距离太远了，自己和张丽都看不清尤江的人，这位置阳光刺眼，应该更看不清楚才对。探查了2遍都没有发现任何蹊跷，更别说地势入口。不行，时间来不及了，还要检查一次，看自己有没有留下痕迹。记忆回溯太费时间，只能回去回溯了。两脚羊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和你们说清楚了。羌村的全村覆灭，绝对不只是说有疫病这么简单，得再仔仔细细的探查。此时，村长院里挤满了人，青壮队线下共31人，是维持村子秩序的主要力量，再加上尤江和神婆，共34人。这么多人聚集，显然有大事发生。于峰，昨天我已经和尤江沟通过，他很会狩猎，你带队，尤江配合，神婆会尽量确保所有人的安全。你们这一趟一定要尽可能的获取信息，猎杀2脚羊，除掉更多的隐患。带队没问题，但只能我一人去。我婆娘已经出事了，我家就只剩小燕一个独苗，她不能同行。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是个好事儿。于燕这一懂事，脑子灵光不少。为了全村考虑，为了咱们这队人的安全考虑，是应该带上于燕的。你说对吧，村长？是呀，安全问题有神婆在，并无危险，哪儿还有别的事情需要担忧？你都没法解决的绕路，你儿子能解决，这对大家来说太重要了。要是没有于燕一起出发，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心里打鼓，觉得不够安全。我看尤江说的对，老于，我知道你只剩下独子了，不过咱们这么多人，只要不遇到绕路的危险，根本不会出别的事情。反正如果没有于燕一起出发，我是不会去的。老于，你别觉得我古怪，谁不想活着？一时间，其余人纷纷开口，七嘴八舌的劝说于峰不要过于自私，大家都会确保于燕的安全。院子里的氛围变得僵滞，于峰没开口，他的眼皮微蹙，整个人都显得格外沉了。村长，你不要介意我挑出事端，于燕不跟着，我不会去。你们商议好了就来通知我，我随时能出发。尤江说完便走出了院子。该死！这中至城之前怎么没说于燕有那么敏捷的思维，能从绕路里走出来？现在于燕不在这里，那肯定在自己家了。本来他只是想借2脚羊的事情接近中至城的，结果反而被于峰算计了。于燕的本事让他都感觉到了一丝丝惊悚。他虽然用于燕将了于峰一举，拉着他们父子俩进山，
可前提是顾雅不能被发现。尤江径直走向了自己房间门，门锁处有一节很细的丝线，木质的颜色和门等同。看着卧室门的线断了，尤江脸皮不停抽搐着，阴霾骤现。他再次来到窗户旁，窗户那里同样有一条细细的丝线，这条丝线完整无缺。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此时回溯过很多遍的于燕却很苦恼，所有可能会是地室入口的地方都检查过了，可他家一切都太干净了，干净到找不着任何痕迹。只要有地室，肯定会有痕迹的。可他家可能藏地室的地方灰尘都很均匀，一点有用的痕迹都没有，奇怪。于燕只能再次回溯其他细节，终于这次他发现了一点细微的不同。门上居然有一根很细的线。于燕心沉到谷底，自己做的那一堆细节功夫都白做了。他深吸一口气，平复了内心的波澜，随即继续回溯记忆。窗户上竟然也有根线，门上有线能理解，怕人进屋，窗户也有线，是不是就说明是否打开过窗户对于尤江至关重要？这又让他想到了昨天下午相互看见的事，现在看来过于巧合了，刚好自己走一次就能被瞧见，而且这个方向属于院子后边，只有河流和森林，所以说秘密就在窗外。于燕动念之下，记忆的回溯来到窗外，有一节草皮生长的和其余地方略微不同，那里有被踩踏，导致草叶是断裂微微凹陷，若非细致入微的观察，这一异常几乎难以察觉。这次不光是视线有所发现，耳边隐隐约约好似听见了一些响动。于燕沉下心来，开始分辨着声音，细微之中夹杂着一个非常细弱的女人喊声，喊声很弱了，很沙哑，又很尖锐，是顾亚在求救。于燕睁开眼，驱散了脑中回溯，颤巍巍地自语道：妈，我找到你了。于峰回到家后，于燕便将所有发现一五一十告诉了他。走吧，爸，把村长叫上，青壮队全部叫上，打尤江一个措手不及，他死定了。他装邪祟杀人，就送他去让邪祟吃，让他游村。不要轻举妄动。爸，你怎么了？于燕本来想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轻举妄动，可话到嘴边又打住了。于峰思维更缜密，听他的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其实尤江离开村长家的时候动作就很急促，我看得出来他的紧张，他就是怕你进去。先前村长是希望我简明扼要的阐述让于燕额头冒汗。够阴狠，是想将我们一家人一网打尽了。他用这种方式将我架在火上烤，看似他压了我一头，你却进了他家，会更让他心烦意乱。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他不会再出院子，除非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和他一起离村，这是我的判断。于燕的脸色难看起来，于峰没说明，可于燕也清楚现在带人去的后果，尤江一定逃不掉，可他也不需要逃，他要死不会让顾亚活着的，必然会鱼死网破。同样村子的人根本不可能会因为顾亚的安危和尤江谈条件，他们只会扼杀了村子的威胁。这事儿对全村好，可唯独对他们家不好。我们单独去，我去吸引他的注意力，你暗中出手，有把握杀了他吗？他是个猎人，太过敏锐，说不定现在正等着我们去呢。如今我们两人都有伤在身，此时贸然行动无异于以身犯险。他之所以胆敢借此次进山之机对我们下手，也正是去准了我受伤这个时机。还有另外的方式能让尤江出门吗？没有另外的方式了，现如今只能咱们一起进山了。他要斗就陪他斗，这样他就会离开院子。他这种人应该不会有朋友，这样一来，只要找一个绝对信任的人，就能将你妈救出来。谁值得信任？老孔叔吗？不对，青壮队的人都要全部离村。猎取者的记号。这么快，你做好准备出村了吗？进屋说。这是个变态，他绝对有病。他的确有病，要是脑子没病，怎么会没有理由的去杀人？怎么会吃人？你已经将位置告诉我了，这人只要离开村子，我一定能找到地势，把你妈带出来。谢谢。不要说谢字，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帮你，你帮我，都是相互的。好，明天我们出发之后，你就可以行动了。等我回来就可以着手出村的事了。搞定了吧？我还是没有和小玲姐说，我找的张丽去救人，她本身是考古队的，洞察力和很多细节上的处理应该会比普通人好，而且她和村子不会有什么牵连。上次有救过她，她应该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冒险了一丝，不过这值得冒。我的确在考虑张玉玲的能力问题。小燕，你很不错，你好好休息吧。我去村长那里一趟，让他去通知尤江，咱们明早就出发进山。不得不说，你男人很聪明，愣是把我从家里给弄出去了。不得不说，你那个纨绔儿子很有意思，他很会演戏啊，他能走出绕路，他还进了我家。我是真怕他发现什么，可惜啊，可惜，可能再给他一点时间，他就发现了。这么会哭，等他们死了之后，才有你哭的时候。我打算切你3600刀，对，我会带一头两脚羊回来，我到时候切好了肉片，我就说是两脚羊的肉，我还要分给村民吃。
疯子，你是疯子，你好恐怖，你一定会不得好死的，不得好死。清晨，青壮队汉子31人加神婆于燕共33人，此时正在村口等待。村路两边聚集了很多村民，这种大事只要用人就一定瞒不住。于峰、于燕他们所有人都在村口等待，你应该昨天就有准备了吧？差不多了。这次的事拜托了。放心，被我盯上的猎物没有一个能逃掉。村长，你们都等好了吧？咱们涮2脚羊的肉。老何，把他们都活着带回来。村长还在交代事情，于燕则注意到尤江跟在人群的最后方，距离他们很远。昨夜他和于峰商议过很久，杀尤江不能太主动，要等机会。他们没有必要非要在山中杀死尤江，主要以自保为主。只要回到村内，尤江必然被拉去游村。出发。待青壮队离村后，张力也开始了行动。他没有走村路上，虽说根本没有人会注意他这个人，但是他也算是明白了，在这桂山村里做什么事情都得小心谨慎，都得掖着藏着，没有将顾亚救出来就不算稳妥。前面应该就是尤江的家了。张力形喜于色，正要迈步往前，余光中忽然瞧见了一团黑色的东西，好似在身后起伏了一下，河里居然冲了个人。张力头皮一阵发麻，他本能的反应，一个激灵，猛地往前窜了一下。张力又才瞥了河边一眼，只是河水里哪有什么头发，只是岸边一团水草。他松了一口气，还朝着尤江家院子走去。这时河面涌起了好几团黑漆漆的头发，他们好似在窥视张力，只不过张力没有丝毫察觉。很快，张力就走到了院子背面，停在窗户下，他开始仔细观察于燕所说尤江总是踩踏的那处位置。很快，张力就有所发现。尤江这个心理变态，杀人吃人魔，居然还有心思给地势上锁。不过自己作为一个专业考古工作人员，打开一把锁很轻松很合理吧。先去找个工具。救我，救我！我就是来救你的，于燕让我来救你的。我知道你急，你先别急，嘘，小声一点，我怕被人听见。顾亚身体更颤抖，他没想到居然是儿子让张力来救他。顾亚太激动了，他还是在哭，不过这次是喜极而泣。快走，赶紧走，他可能快来了。张力心都悬了起来，果然啊，还是有问题。尤江有同伙。阿姨，你小心一点，咱们不走村里，我没走村里过来，咱们走河边。你说什么？你从哪儿过来的？河边呀，不是村里。阿姨你别怕，没事的，我没有让任何人看见我到这儿来了。尤江家里更没有人。不能走河边，河边很危险，快跟我走。张力心里咯噔一下，河边有什么这么让顾亚谈之色变？咱们要走村里，咱们不是做贼，不怕被人看见。走村里要走人最多的地方，要去找村长。对，找村长。尤江这个蠢货，他非要将顾亚留在手里，自己明明说了自己也能看好顾亚，万无一失的，这下子要出大事。不行，我得先跑。尤江太可怕了，他吃人，他真的吃人啊！他还想要逼着我吃人，我饿死都不会吃人的。还有张玉玲，他太能骗人了，他就是个赤裸裸的骗子，他害苦了我们一家人，他太可怕了。尤江、张运玲，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我去先把张运玲抓住，等尤江回来一起游村。于峰，2脚羊的数量究竟是多少只？这个你粗略扫过吗？于峰沉凝，似是在思索。我们从羌村入口出来时，有21个包围我和我妈，算上陷阱里那个是22。另外，第3个落脚点的房子里应该有一个，我隐约记得我们经过时，那里有一张脸探出来偷窥。好，这些信息很关键。咱们这群人里头，以前也有到了第4个落脚点接触过2脚羊的，大家都很清楚危险在什么地方，想好暗号，我们在第1个落脚点休息的时候相互沟通。约莫中午过后，众人抵达了第1个落脚点的木屋外，于燕却有些疑惑了。木屋最多容纳10来人，现在队伍足足有34人，这应该怎么处理？很快，在于峰的安排示意下，有几个青壮队汉子卸下背包，拿出来的居然是帐篷。于峰低声说道：只要点上油灯，哪怕门窗是不亮，邪祟也不会进来。于燕不动声色地接收了这部分信息，详细只能私下询问了。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儿子，我男人还在家里等我。于燕心头一颤，虽说双方心知肚明，算是相互一部分名牌，但尤江居然就这样当面挑衅他们父子2人。你们想知道我对他做了什么吗？你知道人在游村的时候心里会想什么吗？我怎么会知道？不过我大概知道，猎物被千刀万剐的时候，那种感觉让我很满足。哦，于峰的回应平静无波，仿佛全然未受影响。
你们商议什么呢？没什么，就是说暗号。不过我们两人还没有商议好。在这个地方还能正常说话，等过了第2个落脚点，这些事儿就不要多提了。我明白，所以咱们是在这儿休整1天。先休息休息，吃点东西，3点钟大家集合商议。刚才我们可以杀了他，那么近，真的可以。先前你想到地势的位置，你就很激动。我和你说了，不要轻举妄动，你得记住这些话。在桂山村活下去，不是靠勇气，也不纯靠计谋，要靠任何时候都能冷静下去的一颗心。可妈他，你妈还活着，活着就够了。人的命就是一切，小心驶得万年船。你可以算计他，不能被他激怒击溃，明白了吗？说易行难，但这却是桂山村赖以生存的根本之道。于峰的话你们要记清楚，相关数字不在关键时刻就不需要说出来，3人一组，一定不要分散，明白了吗？尤江你和我一组，等到羌村附近，你就可以看周围地势，准备猎羊了。时间还早，大家继续去休息，养精蓄锐，不要离开落脚点太远。早上耽误了一会儿时间，不然今天应该能赶到第4个落脚点哈。赶得到，夜里却不安全，搭帐篷的时间不够，两脚羊会出没。我精准的计算过时间，从这里走，能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天黑之前抵达羌村，不会有任何危险，也错开了第2个落脚点可能出现的两脚羊。咱们村里有你们父子俩，稳当多了。我觉得这次咱们真有机会了。希望吧。村长就是咱们桂山村人的希望。记得当年没有灯油的时候，一到天黑大家就躲地势，依旧每天会有人死，隔3差5又有外来者进来，大家活的都和鬼一样。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找到的灯油。于峰只是看着油灯没接话，于燕眼皮却微挑，就连于峰这样聪明的人都找不到，还得慢慢省出来灯油，其余人更不可能晓得。哈哈，最近这段时间总是有些心慌意乱的，希望咱们这一趟都别出事儿。休息休息。不知觉间，暮色渐沉，各个帐篷里的人也都回到帐篷，小心翼翼地拉上帐篷帘子，点上油灯。此时的于燕却不由得心浮气躁，喉间阵阵发紧，赶紧再吃了一个灯油包，这才压住那股子不适。搞什么鬼？自己得吃2份灯油才行啊！是因为帐篷的环境太靠近夜晚了吗？这时轻微的脚步声细刷刷的响起，地面传音更厉害，躺着贴着地，听着就更清楚了。老孔一下子坐起身子，暗骂了一句：怎么会让你们住在帐篷里？他们几个住在了木屋里。西西，想得明白吗？帐篷外的邪祟越来越多，老孔额角已渗出细密的汗珠，而于峰却依旧神色淡漠，保持着静卧的姿态。因为木屋里的人是安全的，你们住在外边的人可不安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邪祟，那个神婆发现不了他在哪儿，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安排到屋外了。那个邪祟是谁呢？于燕很想骂人，邪祟好像真的知道他是邪祟，只不过他们却没有直接挑明出来。于燕不理解原因，但这样一整真的很搞人心态。你们中间有我们的人，西西，你们猜他是谁呢？他再等一个机会哟。阴森的话音此起彼伏，老孔额头一直在冒汗，隐隐约约还能听见一些帐篷里有人在说话，居然真是在问一些事情，好像是要判断对方所说是否是真实的。大家都不要怕，人员是我分配安排的，根本不是神婆，他们是在蛊惑影响大家。就这一嗓子，那些议论声消失了，影子纷纷固定在帐篷外，一动不动。过了几分钟，影子又开始动，是手指晃动，指着，似是要点。虽说无言，但这种无言更恐怖。忽然间，一声惊悚的大吼响起：“于文，你干什么？”接着就是哐哐的闷响声，像是拳头到肉，骚乱声更大，很多。他是邪祟，他想开窗，操，压住他，赶紧死死压住！我就总觉得于文不正常，这咋整？吓死老子了！绳子呢？灯油，对，灯油，快给他灌灯油！于燕脸色在变，里边是在挣扎打斗，外边乌泱泱的邪祟凑近帐篷，簇拥盯着，都阴笑不止。这一幕阴间极了。于燕头皮一直在发麻，青壮队里竟然也有人有问题，真有个邪祟。于峰面沉似水，老孔更是大汗淋漓，情绪紧绷。良久，那帐篷里没有传出来新动静，大抵是于文嘴里被灌了灯油，消停了。可于燕总觉得还有些不对劲，因为于文并没有像是陈仙仙那样昏死过去，他一直在哀求不断，说自己不是邪祟，让大家放开他。只不过于文冒那么一两句话，就会响起拳掌到肉的闷声。这一夜太漫长，邪祟始终围着，动作保持不变，没人能睡觉，没人睡得着。
差一点咱们都完了。天啊，老于你不知道，他手都拽着帐篷拉链了，还好我们反应及时。老于怎么处理这个邪祟？我不是邪祟，我不是。你放屁吧你分明就是邪祟。你是特殊的邪祟，就和那个女菩萨似的，白天能活动，这太可怕了。你一直潜伏在村子里，就等着这样的机会，想害死我们这群人。怎么弄？我们还要去羌村完成任务，难道要因为他半途而废？全村那么多年就捉到这2个邪祟，要我说留一个研究就够了。今天就试试邪祟究竟能不能被弄死。七嘴八舌的声音哄闹响起，一个个都杀气充沛，于文脸都吓白了。大家稍安勿躁，你们没看出来神婆还在看吗？等神婆开口。可鬼取出一柄小刀，猛然压在于文的手臂上，用力向下划去。于文闷哼一声，鲜血自其小臂秘密涌出。他不是邪祟，邪祟的皮肤划破后不会流血，更没有那么容易划破。那你要死啊！你差点把大家都害死了。你为什么要打开帐篷？你不是邪祟，你为什么要害死大家？我没有，我是在关帐篷，有人把帐篷拉开了，我不知道是谁，还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人疏忽。我瞧见邪祟笑着走过来了，我就赶紧拉上帘子，结果他们就把我压住，就一直打我，往我嘴里灌灯油。我一旦想说话，就有人骂我，让我别蛊惑大家，就往我脸上砸拳头。就这么一句话，让其余人面面相觑，这居然闹了个乌龙。既然是误会，于文没有害人，没有被邪祟蛊惑，他还关上了被人忽视的帘子，是不是得把于文放开了？放人吧，于峰。我觉得还是不要把于文放开吧。陈贤贤是个特殊的邪祟，万一于文是个更特殊的邪祟呢？不是我针对他哈，我是为了大家的性命考虑。人群一时又骚动起来，何鬼眼中也流露出犹疑之色。而此时回溯完的于燕沉声开口道：正统，是你忘了关帐篷帘子，你是最后那个进帐篷的人，于文是第2个。你放屁！我怎么会忘了关帐篷帘子？大家都清楚，一旦到了天黑，一定要关好门窗。于燕，你不要胡说八道，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没关帘子？哪只眼睛？当然是2只眼睛都看见了。我刚才没开口，就是因为我记得我是看见你们进帐篷之后，我才进的自己帐篷。你们帐篷是2组6个人，我一直在回想你们究竟是谁先谁后进去的。于文就是第2个，你才是最后一个。我对自己说的话负责。还有，大家不都是因为相信我才会选择这次进山吗？我会骗人？不是于燕多管闲事，整个青壮队算是一条绳子上的人，真要有人有问题，那绝对是大事。我好像也想起来了，正统，你就是最后进帐篷的，真是你没关帘子，操你大爷！我明明我关了帘子的，是其他人。我回去之后关3天紧闭。正统，你别说那么多了，小燕确定了是你，你们一个帐篷2组人都确定是你，那就是你疏忽大意。不要动手再打人了，大家要引以为戒，先收拾起来帐篷，得准备出发去羌村了。再耽误时间，咱们天黑之前就赶不到了。不多时，大家就收拾好，再次赶路。途中发生一次插曲，有2人上吐下泻，使得大家不得不停下来等。这时间耽误的，让于峰脸色一直不好看。本来计划的第2个落脚点休息，也只能放弃。半下午的时间，抵达了第3个落脚点。于燕尤为注意了木屋的门一眼，木屋门依旧开着。上一次隐隐约约好像瞧见这里有人看他们，现在却空无一人。能到羌村吗？实在不行，是不是得在这里休整了？这地方怎么可能过夜？但凡是探过路走过这儿的，都知道第3个落脚点附近有蛇，很危险。老孔叔，赶得到羌村的，只要不再出别的岔子。大家再度跋涉赶路，情况却不容乐观。那2个上吐下泻的人变得很虚弱，于峰只能安排人背着他们走。天色一点点的发沉，所有人都万分小心戒备。于燕一样眼观6路，注意着山坡上有没有吃草的羊。羊倒是没看见，他却发现了另外的不对劲。那个昨晚上忘记关帐篷帘子的正统，走起路来猫着腰，步伐看上去很怪异，眼珠子四处瞄着，怎么看怎么鬼鬼祟祟。于燕再度回溯起来，一点点分析着细节，然后他有些毛骨悚然起来。郑彤出村的时候走路都是正常的，直到过夜之前，郑彤就开始不对劲了。那时候他的动作神态发生了些许改变，虽是细微的变化，却令人不寒而栗。究其原因，在于每个人特有的动作习惯具有高度的独特性。郑彤不对劲啊，他不是无意间没关帘子，有问题的是他。夕阳渐沉，天色愈显晦暗，已经进入羌村的范围中了。可一头2脚羊都没出现，别说羊了，更没有一个人靠近大家。异常的寂静使得气氛愈发凝重。大家都小心点，具体细节在村长那里就已经交代过了，一定要谨慎小心，知道了吗？闻言，大家的步伐更快，只不过随着羌村的靠近，于燕的心头却陡然一寒。前面有个人，他只是斜睨了一眼，便不敢多看。还是上次那老人，他居然还在这里，
还没有被救走。于峰带头迈步继续往前走，对老人视而不见，其余人紧紧跟随，众人皆刻意避免直视。不过依旧有人难抑余光瞥视的冲动，并不是所有人都探过路，都走到了第4个落脚点，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经验。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们了！我家老婆子有病，我儿子媳妇还在等我回家，我在流血，救救我！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第一瞬他的眼神是狡黠的，继而复述起之前的话语。于峰等人只能加快速度离开了这个范围。然而转瞬间，更让人心惊胆战的一幕发生了。左右四方的灌木里，树后乌泱泱的走出来了20来人，他们全都直愣愣的盯着后面的几个人。汗珠开始从于燕额角淌下，其实对两脚羊都有所了解了，甚至还杀了一个，可于燕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那么的压抑。前面的人陆陆续续走过，那20来人则围着最后几人，眼神更直愣愣。有人阴恻恻的喊了句：喂，你聋了吗？让你去救人，他一直在冲着你呼救，你看不见吗？天杀的，这么狠毒啊！那个是个老人家，他家里还有婆娘和儿女等着，你就见死不救，你瞎了吗？无一例外，他们眼睛都是圆溜溜的横筒，鬼精鬼精的转动，将心怀鬼胎摆在了脸上。小子，你去救人，不然你可别想走。曾使一惊，便停下了脚步。人群的尾端，另一人扭过头，他急，他额头冒汗，他心惊，他是鼓足了胆气，提醒那年轻汉子道：曾使走啊，你身边又没有人，赶紧走啊！刹那间，那20余人中约半数人齐刷刷的投来目光，眼神冷峻而凌厉。那人顿时不敢再吭声了，垂手继续前行。此时的曾使许是鼓足了勇气，埋头要往前走，结果那高大的人挡在他面前，不知道是因为他被吓到了，还是他脑袋轴没反应过来，一下子就撞到了那高大男人的身上。曾使瞬间惊慌出了声：你看见我了？你知道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喊你救人，你就和那个说话的人一样睁眼瞎，你恶毒啊！那高大男人猛地一低头，随后惨叫声穿透山林，简直是痛苦到极点。凄厉的惨叫让大家更亡魂丧胆，很多人不受控制的扭过头去看那个高大男人。不，那哪是人，分明是一头站起来的羊，2只脚杵在地上，2个前蹄搭在胸前，他那尖尖的长脚直接贯穿曾使的身体，他往前猛地一压，是身体落地。曾使他凄惨的哀嚎，喊着救命。周围的其余人，不，没有一个是人，全都是2脚羊。他们猛地低头，羊角狠狠地朝着曾使撞去，扑哧扑哧的声响，血肉飞溅，惨叫声中还夹杂着咩咩咩的拖长羊叫声。于峰怒火中烧，他欲是人，不，欲是羊，他是青壮队的领队啊，他的下属就这么被捅死了。要天黑了，快跟我进村，要赶紧找到夜晚藏身的地方。他只能咬着牙转身，朝着羌村深处走去。没有一个人敢驻足停留，马上邪祟就要出没了。神婆，你也快下去点灯，快要天黑了。小燕，进去。不，爸，我也端好。天就在擦黑的边缘，于峰正要入内，于燕却拉住了于峰，头凑至于峰耳畔。于燕声音很小，细若蚊蝇的说道：正统有问题。于峰2人刚下到地室，郑彤就凑了过来，笑着说道：老于、小雨，你们快过去收拾吧。白天的事情是我错了，我一路上反省的差不多了。小雨是对的，我隐隐约约也想起来，真就是我忘了关帘子，我太紧张了。我认罚，我回去后还得和于文好好道歉。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在这里守夜，这地方总是要人守夜的。这里不用人守夜，人待在门口反而更紧张，邪祟找过来就会一直蛊惑人，靠近门反而不安全。于峰继续沉声说：你还是回去休息吧。郑彤怔愣一下，这时上面传来哐哐声响，是有人紧张的敲铁板。老于，快打开铁门，放我进来，好痛，我要死了。焦急的声音带着痛苦，带着哀求，听起来就像是曾使的，不过曾使都被捅成了破麻袋，还能活？不要怕，虽然他们是癔症死亡，但是时间很久了，失去了传染性，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得病。于峰的话让大家的脸色总算好了一些，他略微停顿片刻，继而说道：现在所有人都要做一件事儿，监督自己身旁的人，不可以有任何人靠近通道。郑彤昨天是疏忽大意，余文是被大家误会了，不过难保这羌村的邪祟会不会比咱们村里的更诡异，难保不会因为刚才死了一个队员，使得大家人心惶惶。我得提醒大家，曾使死了，死的不能再死，就算听见他喊话让放他进来，也要当作没听见。于峰这一番话有理有据，于燕心里清楚，实际上这是为了针对郑彤，虽无确凿证据佐证，但提前提防准没有错。这里也有一个枪子，上次来太匆忙都没有发现。
这里也有枪字，那这个村子就算不是枪村，那也会有关联。看来于峰你的判断没有错。于燕第一眼看到这个字，心里却有些发毛，因为这个字像是有人刻意写上去的。现在这个枪字上半截就是个羊，字分离的太明显了，歪歪扭扭的，下半截像是个人，右边那一撇却弯了起来，活像是某种动物的嘴巴在笑。大家先休息吧，昨夜没睡，今天太过颠簸，两脚羊很危险，曾使出事，既冤枉又不冤，他抑制不住被两脚羊挡着的恐惧。黄嘉林那么提醒他，他还是没走过来，这就是代价。于峰话音很重，带着严厉，同样又带着一丝哀伤。明天我们会分出一部分人和尤江配合，布陷阱猎杀两脚羊，荡平危险，给曾使和过去死在两脚羊手中的人报仇。剩下的一部分人要在羌村中好好搜集信息，我们承载着村庄的未来与希望，能否走出去就看大家了。此刻于峰的情绪又变成了高亢，众人闻言也更为冷静和镇定。休息吧，小燕。好。此时的于燕有些睡不着，她眼前回溯着墙上的枪字，这是一个字，但好像是特意分开写的，上面羊字头是两脚羊，那下半截是什么？不过看起来像猫狗的嘴巴，分开写，难道说羌村还存在另外一种未知的精精怪怪？一时间压抑感在心头流淌。如果真是这样，那羌村的灭亡就是必然的。晚上没有油灯，只能躲着邪祟；白天林子里到处都是会伪装成人的两脚羊，甚至还有一种未知危险。不过如果真的有第二种精精怪怪的威胁，他们应该一样处理过，必然会留下痕迹。想着想着，困意逐渐上来了，耳边却隐隐约约能听到沉闷粗重的呼吸，以及若有若无的哀忧声，是有人在呻吟。那哀忧的呻吟声来自地上躺着的两个人，他们捂着肚子，蜷缩的像是个瞎子，痛苦极了。接着难堪的一幕发生了，其中一人颤声说：我不行了，我憋不住了。难听的扑哧声响起，瞬间熏天的臭气弥漫在整个地势中，有人脸色难看，有人嘴里在骂着脏话。他妈的，我先前其实想过他俩会不会拉了，就是因为背着他们太耗时间，真的来不及找其他地势，不然绝对把他们两个放那边去，我头都要被臭晕了。你们自己铲地上的土盖掉。只是腹泻和呕吐这种情况忍是忍不住的，那两人很快再度发作，都蹲在墙角起不来了。靠，他们都拉血了，这什么情况啊？看起来怎么不像是简单的拉肚子？众人皆惶然不安，但地室内空间有限，已无可避之处。于燕这时却注意到，没人愿意靠近的尸体旁边竟然坐着一个人，那人是郑统。他瞄着虚弱的两人，一手捂着嘴巴，眼神很精明，还带着一丝丝窃笑。于燕看见这一幕，愈发觉得诡异。这两人腹泻拉肚子，难道是郑彤动了手脚？现在看他们的样子，郑彤很满意满足。这两人不会得了什么疫症吧？毕竟整个羌村的人都是得了疫症死了的。这里8口尸体，老老实实，无一幸免。疫症或许本身不存在羌村，就是山里边儿的那羌村人死光了，这里没有问题了。他们两个吃错东西，或者是接触到什么，又染了病。郑彤这一番话更让众人更为惶恐，面面相觑。这东西肯定会传染的，万一真的是羌村人生的那种疫症，咱们都会被害死啊！老于该怎么办？你得马上拿个主意啊！墙边那两人眼中都透着一丝丝惊恐，他们的慌乱最重最深。老于，你是领队，你得拿主意啊！我觉得吧，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是得让他们两个出去了，都已经拉血了，就算这换在村子里，一样活不了几天，这就是命到了，那就活到头了，对不对？老于，你觉得呢？他们只是腹泻，只是土。村子里遇到这种情况的人还少了吗？是有人会死，但活下来的不少。郑彤的担忧不算空穴来风，大家防护好自身，不要接触到张开和唐良。明天我会把他们和大家隔离开，回去的时候再将他们带上。这话杜绝了很多人的想法，一样表了态。只不过这不像是之前，明显不能服众了。一些人反而小声指责起来于峰现在怎么婆婆妈妈起来，像是个心慈手软的老娘们儿。蛇虽无骨，亦能伤人。刀子没落在你们身上，要是你们中的谁出问题了，把你们丢出去，你们就愿意？就没人有团队意识。要是不能做到同心协力，谁出问题就抛弃谁，那咱们算什么？一盘散沙。这话并不能让大家安静，议论声反而更多。什么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了；什么1-2个人得病，明知道要连累大家还不处理，那就是慈不掌兵。于燕脑子嗡嗡的，这些人听不进道理的吗？于峰，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决断出问题了？壮士断腕，亦需勇气。何鬼的开口不是帮忙，他居然和大家一样开始施压。要是我得了这种病，我都不需要人说，直接就自己出去了。他们俩不争气，又没有良心。老于，你还要妇人之仁吗？这不像是你的风格啊。他们两个还没有确定是。陈志，你来将张开和唐良送出去，注意好周围，千万不要有邪祟。神婆，
村长让我跟着，目的就是一定要促成羌村的搜查，两脚羊的猎杀，还有就是更大限度的保全所有人的命。你回村了要受罚了。别，我没事，我就只是拉肚子啊。吐一下怎么了？人就不能有点水土不服？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老于是领队，都没说要送我们出去。陈志，你别太狠毒啊！水很毒，我要是得病了，我自己就出去，宁可被邪祟吃了，都不能害死一个兄弟。你们两个这要是把大家连累了，你说会是水很毒？于峰没吭声，他陡然就要往前，立马有几个人直接挡在了于峰身前。这几人无言，不过态度很明确，气息从僵持变得有些剑拔弩张。我的刀不会对着自己人，他们是自己人，安顿在通道口就好了。于燕现在才看明白，于峰这个领队看起来是威严，不过这种威严建立在没有触及到旁人的利益之下。这青壮队看似是个队伍，可实际上真的就是一盘散沙，一旦利益有关，就会各自为营。小心一些，一定要注意周围有没有邪祟，不要出事。片刻之后，头上便传来凄厉的惨叫声，众人的脸色反倒是好多了，就好像对这一幕才是习以为常。于峰靠着墙角坐下，闭上了眼。于燕也理解了之前于峰为什么会对自己说不再介入村子的任何事情了。他们被折磨得很惨，虽然陈志把他们打昏了，但邪祟是等人醒过来才开始折磨的，一点一点的撕碎吃掉。老孔眼眸闪过不忍，他应该算是桂山村中少有的正常人之一吧。他妈的，恶心死了，就像是住在粪坑里似的，胃就这么大。是月心，只要别染上病，那就还好了。于燕眼神变得冷淡许多，怪不得无论是钟志成还是于峰，随时都是一副冷冷淡淡，没有多少情绪的面容。老孔，你生点火，等会儿我们好烤东西吃。我将他们的遗体放好。你说正统有问题？我怀疑正统做了什么，才让这两人上吐下泻。他不对劲，他一直在窃笑，尤其是昨晚，他和尸体靠得很近，忽然又出来挑头，把事情严重化。只不过我没有证据，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他的神态变化，他大部分时候都在掩饰。于峰眉头紧锁，他确实没有发现更多的异常。还有吧，羌村不光是邪祟和两脚羊的危险，如无意外，这里必然还有一种东西，恐怖程度不输于两脚羊，那东西到现在还没有露面。你是怎么发现的？于燕将自己的所有猜想都告诉了于峰。我和神婆都没有看出来丝毫蹊跷，还是你够敏锐。于峰，尸体放了就放了，还不上去，他们很有可能真的得病了，万一你们父子染上，怕是大麻烦。你确定观察的没有问题？还有其他证据吗？那为什么昨天晚上不说？说了然后呢？神婆，你现在都反问我昨晚会出现什么情况，可想而知了吧？我会注意正统的，你不说是对的，没有证据就是妄加揣测，不要破坏了青壮队的凝聚力。凝聚力，这话让于燕有些愣神想笑。被我点到名字的人去和游江配合，进入树林，不要前往第4个落脚点，不要前往山顶的范围，就不会遇到绕路。出行要留下记号，方便一旦出事，其余人救援。剩下的人跟着我和神婆在羌村搜寻线索。于峰领队，你不跟着没事，于燕不跟着，他是有些不合理吧？合情合理，绕路的段落不在这里，况且你们肯定会分散行动，布置陷阱，他却只能顾及一组人，留在这里反而可以随时支援队员。于峰的话让游江一时语塞。行了，没其他问题的话，我再说两句。我和于峰父子对枪字的发现，何鬼说了对枪字的拆解，只不过到何鬼口中就成了他共同发现。在场众人皆面面相觑，眸中隐现紧张之色。行动吧，尽量找到羌村人的藏身地，得到更多信息。不过也要小心第2种动物，难保不会存在羌村内部。所有人全部散开，何鬼则跟上了正统那一组人。这些东西就像是图腾一样，是两脚羊的骨头，同样震慑了两脚羊。如果这里有第2种危险的动物，那东西的尸体会不会也像是这样处理？可能性是极大的，先找找看。刚照亮地势，眼前的一幕却令人毛骨悚然。前方深处隐隐约约居然站着3个人，灯不能照射太远，3个人的模样看不清晰，并排站在那里，像是盯着他们3个闯入者。喂，有人吗？老孔硬着头皮低声喊了句，却没人回应，只有人的呼吸声以及低沉的砰砰心跳。随着3人靠近，才逐渐看清这是3具吊死的尸体。把我冷汗都吓出来了，还以为这里有活人。哎，哪个地方都有承受不了选择去死的人。或许是得病了，知道自己必死，与其窝囊病死，不如自我了结，反而是个解脱。继续搜寻吧。看着本子上的枪字，于燕心里突突一跳，随即翻开本子查看起来。19号，请我们一家3口自驾度假的路上，车在山中抛锚了。
没有信号。路遇几个山民，他们说我们进了桂山村，我们完了。我和妻子觉得很荒唐。第二天有人死了，他被咬得七零八落。村民告诉我们凶手是邪祟，我不信邪，想报警，但手机却没有信号。噩梦一样的日子过了2年，两脚羊的数目变多了，村里混进了毒药猫，它会带来瘟疫。女人死了13个，我认为他们弄错了，毒药猫不可能只附着在女人身上，可村民非说我妻子是毒药猫，他们要烧死她，他们都疯了。事已至此，我们别无选择，唯有一同赴死，唯愿这一切不过是场梦境。于燕眼皮跳得很快，枪子的下半截是猫的脸，对应的是毒药猫。那正统鬼鬼祟祟的样子，不活脱脱的像是个猫。毒药猫会附着在人身上，毒药猫会带来瘟疫。爸，老孔叔，你们干啥？我们想着不要打扰你，一起看呢。这毒药猫就是除了两脚羊之外的东西了，这东西还会上身，女人太邪乎了。不过咱们这一大队人都是青壮的汉子，好像不符合他的害人条件。走，出去。老于，你脸色刚不挺好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老孔不知道郑彤的问题，显然他也没联想到昨晚的事情。帮我干什么？于峰，你们搞什么鬼啊？放开我啊！你尾巴露出来了。你瞎扯什么呢？我听都听不懂。你们疯了吗？于文，老孔，赶紧把我松开！把这个拿下去给所有人看。你真够毒的。曾痛，怎么了？是有什么误会吗？没有误会，他确实有问题。张开和唐良就是被他害死的。只是目前于燕等人还不知道毒药猫是怎么上身的，还有什么更诡异的表现形式，日记本里没写。先前就叮嘱了大家，除去两脚羊，羌村还有一种动物很凶险，这玩意儿就是毒药猫。毒药猫在郑彤的身上，郑彤刚出村不久就有问题了。我和于峰隐隐有察觉，只不过不能确保问题究竟在哪儿。可刚才于峰拿来的本子上清楚地写明了毒药猫的存在，郑彤被毒药猫上身了，他暗暗潜伏，就是要害我们。我好像想起来了，大家都抵触曾痛且讨好别人似的，给人送吃的，就唐良和张开吃了。现在该怎么处理呢？怎么把那个毒药猫弄下来？先等下看其他人有没有找到更多的有用信息。于峰，你带着他们去弄一些柴火过来吧。于燕，你就在我身旁，我要画符，你先看着他。日头到了正午，阳光越来越灼目，场间所有人都是心惊不已。不知道什么时候，郑彤醒过来了，他开始恐惧起来，尖声呐喊：切，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收拾我？我什么都没做啊！我得罪谁了？你们放开我！你们都是疯子啊！快放开我啊！然而众人皆未理会郑彤，只是默然静候其他人的归来。他们回来了，只见尤江领头带着一群人走来，他手中提着个血淋淋的手机。那人瞪大了眼睛，面色分外狰狞，显得格外痛苦，活像人头是生割的。没人觉得尤江提着人头很不对劲吗？于燕用力咬了下舌尖，那人头又恢复成羊头。这两脚羊太诡异了。随着尤江走到人群中，众人才发现尤江这群人出去居然猎杀了6头羊。河鬼眼中放光，于峰瞳孔微缩。尤江，你果然有点本事。还有一组人呢？他们没回来，我分别安排5组人去5个方向布置陷阱，5组都完成了，可那3个人却不见了。事情有轻重缓急，要是急于去找人，恐怕会惊扰了两脚羊。本来我们的布置就会打草惊蛇了，因此我暂时没管他们。大家一并将羌村入口那个老人弄出来了，那就是头老羊，将其留在几处陷阱的核心位置，当成诱饵。果然引来了6头两脚羊，将他们全部猎杀。远处又有许多两脚羊旁观，我们不敢多留，只能先返回。他们3个应该不至于被两脚羊一起骗了。我想他或许是他们有别的什么发现，来不及通知我们去探查了。如果天黑都没回来，会不会遇到新的绕路？当然这只是我的揣测，剩下的就要看于燕怎么来处理了。这尤江还真是不择手段呀！没回来的那一组人应该是尤江动了手脚，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离开羌村范围。你说的有道理，如果真要是被困在绕路里了，他们3人身上有帐篷又有油灯，只要不遇到两脚羊就没事。于峰，明天你和于燕去看看。这郑彤犯什么事儿了？要把他活烧了。所以郑彤是必死无疑了，就不能将毒药猫弄出来，将那畜生东西弄死。你蠢不蠢？羌村人都没有更好的办法，你来尝试，万一不行，又让毒药猫多活1晚上，再害死咱们几个人。我不是毒药猫，我没有，我不是，求求你们放过我。快天黑了，但还是没在村内找出解决的办法。
河鬼走到柴堆前头，他画出来的符全都贴在柴火上了。符的效果暂时不知道，不过当成火影子倒是挺适合。很快，柴堆就冒出浓烟，火舌开始翻腾。郑彤不停地发出惊恐惨叫声，惨叫声越来越大，其中夹杂着尖利的哀嚎，又像是婴儿惊恐啼哭，不，更像是发春打架时的猫叫。这声音令于燕脊背发寒，但他心中却骤然安定。毒药猫仍在郑彤身上，场间其余汉子皆是觉得毛骨悚然。郑彤惨叫很久，毒药猫惨叫更久，众人面色凝重，难掩忧色。他们并非为郑彤的离世而悲动，他们只是担心下一瞬会不会再出什么事，死的人会不会是自己。老陈，你去弄几条柴，我给大家整点好的，解解乏。这里应该是羌村最大的藏身地，最后被邪祟发现，全死里面了。虽然尸体很多，但是都只剩下骨头。在这里过夜，环境会比昨晚好太多。我们有油灯，只需要将洞口用木板封住当门就好。刚进入山洞，于燕便注意到角落里堆着一大片白骨，旁边堆着6口羊尸。于燕只是看了一眼，就感觉上方那女人的头似是和她四目相对，又像是神态狰狞的看着他们这群人。本能促使让于燕用力吮吸舌尖，刺痛之下，瞧见的依旧是这女人的头，没有恢复成羊的脑袋。更让于燕浑身发麻的是下方的羊尸，哪是什么羊尸，就成了人的尸体，乱七八糟的叠在一起。小燕，你怎么了？不舒服？没事。呵呵，我给大家整点好的。村里待了那么多年，就只能吃上点野鸡、野兔子、野猪都快被咱们打光了，根本捞不着牛羊肉吃。这些两脚羊不是想害我们就吃了羊肉，壮咱们的火力，明天杀羊的时候更有劲儿。他们算什么东西？不过是肉食罢了。不能吃？怎么就不能吃了？于燕，你这话怪得很啊。这是两脚羊，这种东西那么诡异，怎么能乱吃？两脚羊就诡异了，犬无8年，鸡无6载，你没听过吗？你不知道牛还会下跪呢。两脚羊不过是年头活久了，通人性，能骗人而已，这东西怎么不能吃？有讲所言，其实也没问题。两脚羊不过是年头久了的精怪，我进贵山之前接触的精精怪怪其实不少。羊肉本身就补肾益精，驱寒暖身，两脚羊吃了山里不少草药，活了不少年头，肉更滋补。于燕闻言也没再多说什么，自己还是有点管闲事了，同时也有些疑惑，为什么明明是两脚羊，自己也能看成人？陈志，你来帮我一起弄，我割肉，你穿了烤。看着油浆动作熟练的剥皮割肉，于燕却从先前的排斥，此刻变成了另一种心态。她也想上去试试，只不过直至此时，于燕眼中瞧见的还是一群叠在一起的人。我和你们说啊，这羊肉烤着吃不错，就是有点容易上火。等咱们回了村里，我把这里边2个母羊好好的剥皮去筋，打成包片，切上点萝卜，用水涮着吃，那才叫一个鲜香可口。油浆愉悦极了，然而颇为诡异的是，在他眼中，那堆叠的尸体时而也会看成是人，但他对此毫不在意，纵使他们却是真的，他亦照实不误。今天吃羊肉，明天换点新鲜的，喜欢装清高不吃是吧？明天看我直接弄死你们父子2人。山洞里飘着一股馥郁的肉香味儿，于燕用手捂着嘴，再吃下2个油包，压制可泄的冲动，这反而阴差阳错，和大家的表现差不多。唯一没有反应的就是于峰，一直皱着眉头，脸色不怎么好看。老于，我去拿点过来，咱们也尝尝鲜。我看小燕也饿了，这羊肉鲜啊，是好肉，这肉吃了肯定对伤口恢复都有好处。谢谢了，老孔叔，我和爸不吃。老孔叔，你最好也成，那我就自个儿去吃一点了，哈哈。别说，好些年没吃羊肉了，这味儿香的，人都快迷糊了呢。这肉吃不得，忍住了很好。为什么不拦住老孔叔？个人管好个人，劝一次就够了，不然就会被人抵触。刘耀谋，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一只？小燕，你观察力很敏锐，你一定要注意了，看看谁有问题。油浆如果烤不过来，你们各自吃各自烤的肉，喝各自的水。要戒备这毒药猫可能不止1个，我们只是杀了其中1只。油浆和陈志没有问题，现在除了他们之外，谁让你们吃东西，谁就可能有问题。一时间，人群却多了一些忌惮，就连河鬼眼中也带着一抹惊疑，似是才反应过来。于峰说完便不再理会，于燕这时候却发现墙上有字：我们根本没有病，邪祟、两脚羊、毒药猫，他们都在。怎么了，小燕？他们没有得病。是啊，本身就没有病，是毒药猫下了毒。很多人都是病死的，相当于被毒死。可为什么这个山洞的人不一样，是被邪祟钻进来杀死的？于峰同样在思索，羌村的人看上去都是无药可医而死，但这最大的聚集地却是因为邪祟进来而害死了所有人。
那应该是毒药猫附身在某个村民身上，它暴露了这里的位置，引来邪祟，害死了众人。于峰的解答一样是对的，可对于于燕来看却不一样。这羌村难道也有影响山的人？那人发现了什么，然后引来了猎驱者？只是于燕扫过视线所及的所有位置，都没有找到那个斩字。应该是这样，可我总觉得还有些问题，得再探查一次羌村。写下这些字的人一定有所发现，我们得找到他住哪儿，找到他留下的所有痕迹。咱们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这事儿得让其余人来做了。我们回来之后吧，就别让旁人去找了，多半是写字的人有所发现，字都没写完就出事了，或许是他的发现被毒药猫发现了。也行。老于啊，没事的，真的没事的。回头你真的尝尝这两脚羊，味儿太正了。睡觉了。洞内安静了许多，于燕余光不经意扫过尤江，霎时浑身一凛，不知何时，尤江正凝视着他。尤江笑了笑，骤然挥刀劈向羊头，随后用手抓出一块白花花的东西，嘴巴凑近，稍稍一吸溜，就入了口中。他显得很享受。尤江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戏谑，他是故意在刺激于燕。只是尤江稍稍愣住了，他本以为于燕会露出心惊胆战甚至恶心的表情，没想到的是，于燕居然在吞咽唾沫，就像是看见了什么人间至味，想要上前来尝试。于燕不敢再看，不知为何，此时他可血的冲动比以往都要强烈，难以抑制，他只能再吃下2个油包，强压冲动，闭眼睡去。开始是半梦半醒，恍恍惚惚，后边就睡得死沉死沉，甚至连梦都没有做一个。刺耳的尖叫声将于燕从恍惚中惊醒。疯啊！大清早的又要吃两脚羊，上瘾了啊！于燕刚说完，下一刻就觉得不对劲了，入目所视却让他心头骤寒，有种说不出的战栗感。他瞧见了5个人，全部跪在地上，恐怖！他们身上的皮都被剔开了，血淋淋的耷拉下来，一直到腰间。他们双手往前捧着，手里都有一个白花花的东西。这怎么回事啊？太恐怖了吧？谁干的？你脑子长哪儿了？给2脚羊戳旗子上了，不明摆着吗？毒药猫啊！人群中发出杂乱的议论。于燕晃了晃脑袋，舌尖抵着牙齿发力，让伤口再度破了。刺痛席卷下，他视野清晰，才瞧见是羊跪在地上，皮被剥下来大半，搭在后腿的位置。大家今天务必要小心谨慎，除去一部分人跟随于燕去找走失的那一组人，其余人都去猎杀2脚羊。羌村没有什么有用信息，此地不宜久留，杀够了羊，我们就立即离开。这毒药猫太阴毒难缠。毒药猫吗？于燕微微低头，目光不经意间扫过自己的指尖，好干净的手指甲，甲缝间不见丝毫血渍，甚至连一点污垢或泥尘都没有。自己昨晚被支配了，是睡着了，自己没有被身体的本能所驱使，可本能直接驱使了身体，好好的解压了一番。夜里边，于燕对这种事情很期待，很渴望，可现在她只觉得恶心，自己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这过于惊悚恐怖了吧。2脚羊这种存在看起来很诡异很狡诈，可实际上他们很蠢。昨天咱们弄出来那老羊当诱饵，明摆着是陷阱，他们还是中计了。我有个想法，有没有可能羌村人就是披着2脚羊的皮，戴着羊角帽，假装自己是2脚羊，再去猎杀羊呢？话语间，尤江环视众人，又说道：我认为这很值得尝试，一旦成功的话事半功倍呀。避免出太多岔子。于峰领队去找人的事情，我和于燕去就差不多，你一起帮忙猎羊，安全系数会更高，说不定今天就达成目标。我和于燕也找回来走丢的人，咱们明天就能打道回府了。不行，这太危险，太不稳妥。昨天猎杀很成功，再加上神婆同行，今天又要多很多人，已经足够了。我们3人一组，甚至都还可以再带上1组人，一起去找走丢的人。这深山老林必须要足够谨慎。尤江没回答，只是看着河鬼。此刻河鬼却陷入了沉思，一时间没有答案。我再三思考了，尤江所言可行性更高一些，他们2人配合去找人足够了。毕竟我们中还可能有毒药猫，我一个人未必能掌握好全局。于峰，你也要以大局为重。河鬼的话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有于峰在，确实更为稳妥。这种普遍的赞同态度，显然令河鬼颇为受用。就这么决定？不行。好，就这样决定吧。我和尤江一同出去。小燕，爸，我没事的，你相信我。于峰闻言，心神却陡然一震。又出去鬼混了？爸，你相信我。大局观，咱们父子有，你是领队，总不能落了有心之人的口舌，对不对？好，于燕有勇气，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我走了，爸，你放心，我没事。你教我的，手稳心稳，我心现在很稳，相信我。此刻于燕稳的只有心，手一直在微颤，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此时正在逐渐失控。如果失控是一定的，那倒不如让失控来得更猛烈一些。
你昨天该吃点肉的，吃了肉会有劲儿一些。咱们今天要走的山路还很长，会很耗精力。是的，羊肉热气大，吃了有精神。你还打算走多远？你可没有走我带的路，我总不能一直走你带的路吧？其实我也考虑过，让你们父子一起出来，倒也没什么，最多我麻烦一点，可能会受点伤。不过你很自信呀。只是受一点伤吗？你也挺自信的，一直跟着我走了这么远。你们父子俩可能会让我受伤，只有你一个，那我当然就更自信了。即便不去我布置过陷阱的地方，我一样能杀了你。那3个人被你杀了吗？你猜，这就是你和于峰遇到过的绕路，对吧？你猜？你太蠢了，这还需要猜吗？你是想将我引进去，让我困死在这里，对吧？只不过你是怎么说服自己我会那么愚蠢？小子，我还以为你是学了于峰的本事，没想到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三脚猫。想靠绕路的地方困死我，你是真愚蠢呀！尤江想要砍下一只手，慢慢停，可下一瞬他却本能想要后退，可于燕好大的力气，他的手腕居然要被抓得变形了，只能奋力往后一挺，惨叫声骤然穿透森林，穿透云霄。邪祟，你才是邪祟！邪祟说的，我们中间的邪祟是你。尤江恐惧的大吼起来，于燕却暗道不好，尤江的反应太快了，这都没有一击必杀。果然邪祟的弱点就是速度慢，动作跟不上想法，如果能早点适应一下，或许就不会失手了。此时于燕的身体变得好重，像是无形之间有许多双手抓住了手脚，抱住腰身，让动作变得迟缓。于燕重新冷静下来，没有行动，只是看着尤江发笑。尤江看到了于燕的笑，这笑容和晚上的邪祟一模一样。于燕没动，却让尤江心头更压抑，更惊悚了。因为于燕的眼神让他觉得，就像是猫戏弄耗子，自己以往看猎物一样，自己身旁每一个角落，好似都被其视线封死。堂吉，无忧应该是被你慢慢玩死的吧？这感觉确实不错。你不是不知道游村时会想什么吗？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微笑的面庞带上略揶揄的话音，给尤江带来的却是更大的恐惧。你怎么不说话？是天生不爱说话吗？你怎么不笑了？我看的还挺不习惯的。你一直在伪装，山洞里的两脚羊是你弄的。尤江很想跑，可他不敢动，怕露出破绽，怕露出后背被突然攻击。呵呵，吃的太饱了，现在看见你的血都觉得肮脏。现在时间还早，咱们玩个游戏，进去1分钟，我看你能跑多远。对了，窗外草皮藏得挺好，不过你应该没想过张力吧？你不得不说，戏耍猎物的感觉就是好，怎么不想进去？尤江一惊，朝着那树干方向猛冲而去。看着尤江消失在视线中，于燕总算松了口气，连着吃下去了7、8个油包，那种邪祟的本能冲动也消失了。他笑了起来，他声音很大，在林间回荡。于燕竟然是个邪祟，他们一家人简直就是个疯子。接下来就是清理所有痕迹了。呵呵，你所知道的锚点和初始树干还会是之前的样子吗？你还想出来？依靠回溯清理完所有痕迹后，已是日暮时分，时间已然来不及回到羌村，于燕只能来到第4个落脚点过夜。还是自己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不够了解邪祟，得尽快适应邪祟身体才行。小燕，于燕在惊喜之余，心中更多涌起的是疑惑：于峰怎么可能到这儿来？小燕，你干什么？快开门呀！你不相信爸吗？你和尤江出来太久了，我担心你，来找你，赶紧让爸进来。天快黑了，邪祟要出来了，好像有两脚羊过来了。小燕，你赶紧开门啊！看着门缝外焦急的于峰，哪怕知道对方是两脚羊伪装的，可作为自己最在意的人之一，若毫无半分情绪起伏，反倒有违常情。小燕，你怎么这么急人？油盐不进呢？3731。小燕，你真的要急死吧？于峰虽这样说着，可眼中却带着一丝狡黠的笑意。然而转瞬间，神情便凝固了。他察觉到于燕的唇角同样扬起了一抹诡异的笑纹。竟然还有4头两脚羊，两脚羊的数量绝对不是20几头，这羌村绝对没有明面上这么简单，看来不能在羌村久留了。不知不觉间，天黑了，门缝外没有了两脚羊的影子，邪祟来了，轻声碎语，相互交谈，看着门缝外的人影，一时间他觉得好像邪祟都没有那么可怕了。
至少邪祟很有礼貌，邪祟要杀人是明摆着要杀人。小燕，于燕疑惑地环视众人，今天中午大家怎么没出去猎羊？于峰则满眼血丝，像是没睡觉的样子。其余人都好不到哪儿去，显得分外疲惫。憔悴极了。你没事吧，小燕？没事吧，我好得很呢。怎么回事吧？出事了吗？其他人呢？场间居然只剩下20个人了，一夜未归，居然又减员6人。游江呢？那3个人呢？你衣服上怎么这么多血？我们本来找走丢的那组人的，只不过游江却往绕路那里走，本以为找不到了，忽然就出来3个人要跟我们回来。游江和人对了暗号，没有对上，他当场就翻脸。果然，那3个人是两脚羊。我们2人虽然杀了一只，但最后却没打过。游江被戳断了一只手，我们2个只能分头跑，他好像跑进绕路里去了。你没有去找游江吗？去了，怎么找都找不到，地上就这一只断手，都快天黑了，我只能回落脚点，又在落脚点遇到了两脚羊。哎，我感觉游江可能凶多吉少了，而且两脚羊的数量肯定比想象中的多，我们得尽快结束最后的探查，然后回村。是要回村了，真的太诡异了。是啊，大家争执那么久，就是想走。老于你要等儿子，神婆你要等游江。好，现在于燕回来了，游江也回来了一点点，咱们能走了吧？对啊，我觉得邪祟都没有这2种东西可怕，好歹邪祟只有晚上出没，离不开桂山村，走不出桂山我认命了，我不想死在这里啊。是要走了。昨天按照游江所说，6个人分别套上羊皮，戴上羊角帽，用于勾引两脚羊出来。是，两脚羊的确来了，只不过我们要动手的时候，那6人居然没有里应外合，而是和两脚羊一起来攻击我们。我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只能赶紧回到羌村里头。再之后，那6人就一直在村口晃荡个不停，走着走着，他们就从人变成了羊。神婆说，这些两脚羊恐怕最开始都不是两脚羊，他们是人，只是披上了羊皮，就被两脚羊同化了。他们像是陷入了某种诅咒中，某种毒术中，他们失去了自我。这番话说完，河鬼捂着嘴，干呕了一声，哗啦的声响，是人群中有人开始呕吐。所以羌村的人，一部分人死在毒药猫手中，一部分人成了两脚羊。神婆，你先带人回去吧，我和小燕还要留下来再排查一次。我们之中必须走一个，得带人回去。队伍少了14个人，损失惨重，经不起消耗了。你们切记要注意安全，桂山村受不了更大的损失，保重。游江应该是你引到绕路那里去的吧？从他敢当面挑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还是太自大了。不过他手臂是怎么回事？我们确实在那里遭遇了两脚羊，不过我见势不对就跑了。那游江确实厉害，竟然还反杀了一只，剩下的跑了，我便趁机把他受伤的手拽了下来，两脚羊的头我就放第4个落脚点了。不错，小燕，你也比爸想象中的更镇定，更冷静。走，有新发现。你看这个，羌村一定还有第3个东西。我深刻怀疑，写下这行字的人发现了一些隐秘，然后这个藏身地的门就被推开，看似是让邪祟杀死所有人，实际上是要杀死他。于燕将视线投在那个丝字上，冷汗瞬间淌了下来。丝就是代表猎取者吗？如果写下这句话的人真是被猎取者杀死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不可触碰，否则会死。猎取者已经找上了自己，如果再牵扯上这里的事，说不定下次就会被猎取者杀死。小燕，你满头大汗的样子，是想到什么了，对吧？我觉得此人有可能知道怎么走出桂山，只不过他被这个东西发现了，杀死所有人只是一个附带，他才是重中之重。别说了，爸。我们去追他们，我们得离开这里了。于峰太聪明了，他知道的太多，或许就会成为下一个影响山的人。于燕不敢赌。小燕，你有点古怪，明明这里有信息的。我不能解释，我知道爸你肯定会怀疑，可你必须相信我。你要像是我相信你那样相信我。最初你不就说没有两脚羊吗？于峰脸色微微一变，他从这番话中嗅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爸，我们会出村的，相信我。还有，你要记住一句话，没有任何存在能进咱们家。如果你看见了，一定要装作没看见。不，你就是没看见，那都是假的。这件事情埋在心底，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妈。艳阳高照，仿佛驱散了所有的阴霾。父子2人朝着羌村外走去，刚来到林子里，便出来了几个人，一共6个，都是青壮队的人，其中一个居然是老孔。于峰就像是没看见他们似的，径直朝着来时路返回。不要回去，回去会慢慢死去。跟我们走，跟我们走，跟我们走。最开始是老孔的声音，随后其余人也开了口，他们仿佛丧失了神智，神情皆显木然。再之后就成了咩哀咩哀咩哀的羊叫声，让人心惶惶，一慌慌。老孔可惜了。为什么老孔叔会穿上羊皮戴上羊角帽？河鬼安排的吗？
这倒不是，是老孔想做点事，加上他觉得羊肉好吃，想着自己参与了猎杀，到时候多分一些，拿给老婆孩子吃。哎，世事难料。经过了第3个落脚点，门还是开着，隐隐约约落脚点内有一道黑影，蛇还是蟒？于燕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于峰走动得更快了，又走了很远。于燕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似乎有个人影正在眺望着他们这边。你们不是还要再仔细查一遍信息吗？查到了。何鬼皱着眉，眼中疑惑，同样还有一丝丝不满。我们进去说。乡村应该还有第3种东西，他们或许有人知道出村的方法。山洞里面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才被杀害，这就代表这是机会，但也很危险。出村是大家的事，不是我们2个人的，还是将这里的信息告诉何鬼和钟志成，让他们来做决定吧。具体有什么危险，需要他们去发现。好，羌村我们就别再来了。大家这一趟并非没有收获，我们知道了两脚羊的隐秘，最至关重要的是，乡村的人或许知道怎么出去。话我不好多说了，这件事情要回去交给村长来定夺。何鬼这几句话藏着掖着，信息半透不透，调动士气却完全够了。众人的低沉和落寞被隐隐浮现的希望所压下。今晚大家不要睡觉，警醒一些身旁的人，小心驶得万年船。回去之后再好好休息。于燕，你和你爸跟我待在木屋里。为什么之前张丽他们的车会被邪祟抬起来，帐篷不会？这是以前一个人说的，也是用人命试出来的。最开始村长只是带回来了灯油，他只是知道点好灯关好门，邪祟就不会入内。后来有个进入村子的外来者，玄乎其玄，指点出不少东西。他认为这是某种规则，于是他以身涉险，主动用帐篷过夜，最终安然无恙。有人就认为车也算是一样的，偷了灯油，开车想着拼一把出村，结果当晚上就被邪祟抬着车回来了。他说桂山要把人困住，但车子却有出去的能力，所以不受规则保护。这不就和影响山的人会被猎取的情况差不多吗？桂山是想要把人困在里面，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只不过那个人死了，如果他不死，恐怕我们已经离开桂山村了吧。是这样的，我一直认为那个人有机会带我们走。那人行事作风十分隐蔽，任何发现他都只和村长沟通，能知道他本事的人不多。我虽然晓得，但是村长下过令，这是秘密，绝对不能多告诉村民，包括自己的家人。于燕隐隐知道那人为什么死了，那人被猎取了。他死在了哪儿？村口，人是好端端在那里站着的，看上去是活着，可实际上是死了，没有任何伤口，左手小拇指的指甲被拔掉。于燕心里咯噔一下，这种死法和他所想的不同。顾一人说过，他被猎取者发现了，位置一样在村口，只不过他会被斩掉头，东一块西一块。那如果自己被发现了呢？所以那人被烧成了灰烬。不，那人成了邪祟，烧不了，点火就会熄灭。后来他骗了一些知道他的人，慢慢的他就消失不见。桂山很大，谁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即便是知道也没有了意义，他已经不是他了。那灯油是怎么来的呢？这秘密唯有村长一人知晓，他始终未曾向任何人透露。也正因如此，村子的秩序才得以更好的维系。不过这次青壮队损失这么多人，村子又要乱起来了。怎么只回来了1多半人？其余人呢？尤江呢？出了一点事，村长，你干嘛弄这么多人围着我们？钟志成没有回答何鬼的话，神态警惕极了。你们分成了2队人回来吗？尤江和其余人在后边。尤江回不来了，其余人一样回不来了。看着眼前的人群，于燕明白张力果然成了，就出来了。顾亚告知了钟志成消息。这一行出了不少事，村长，换个地方说吧，神婆应该有不少事情要告诉你。所有人不要离队，我们全部去村长家里。我先走吧，我帮不上什么忙，我想先回家。此刻的于燕迅疾如风，怀揣着迫切的归家之心，她只想以最快速度回到家中。妈，我回来了。小燕。小燕，你醒了，正好等一下就可以吃晚饭了。于燕心头骤然一紧，只见于峰身旁竟还立着一人，那人没有看于燕，只是悄无声息地立于于峰身后，宛如一道阴魂不散的暗影。他手中持着的玉圭，在月光下就像是一把预制的砍刀，只要手起刀落，于峰就要身首异处。猎取者又出现了，
他这次盯上了于峰，于峰是装作没有看见猎取者吗？还是说他本身就没看见？或者是于峰距离影响山已经很近，所以猎取者前来试探？爸，你和村长他们商议的怎么样了？哎，你先去堂屋吧，吃了饭再说。好的。于燕没有回头再看一眼，说不担心是假的，可表露出来才是真的害人害己。明天可能又要游村。你之前的那些狐朋狗友，趁这次青壮队离村，竟然对村里的女人下手，还好被其他村民发现了。不过他们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加上这次青壮队损失人太多，或许会有人生出不好的想法。村长会用这次游村以儆效尤，所以村长明天也会告诉大家羌村可能有出去的方法，这样既可以让大家下次积极参与探索羌村，又维持了村子的秩序。可惜张玉玲跑了没抓住，不然他也是游村，而且他还把所有的药材都卷走了。真没想到咱们一家人竟然养着一条蛇心。他隐藏的太深了，而且他针对的是村长，咱们只是他的牺牲品，这确实没办法预料到。不说他了，小燕，明天我炖点肉你给张丽送去，这次也是多亏他了，还要好好感谢他。好的，我明天正好也要去找他。走吧，这里不欢迎我们，我和你妈只是等你，要换个地方了。于燕一下子便明白了缘由，老孔没回来，老孔家人恐怕记恨死了他们一家人，毕竟于峰是青壮队的领队。去山神庙吧，没必要和其他村民有牵连。还有妈，我觉得邪祟虽然残忍，但他们是坏在明面上，杀人也在明面上，不像是这些人是阴在心里，坏在心里，让人猝不及防。小燕说的有道理。其实于燕提议去山神庙，主要目的是想去村委，他想看邪祟具体是怎么离开的。最后一丝天光被暮色彻底吞噬，夜幕降临了。于燕瞧见了，首先出现的并非邪祟，而是一层薄薄的雾，随后雾气微微涌动，拥挤的人影出现。邪祟竟然来自于雾中，雾出现，邪祟就出现了。他们慢条斯理，他们温和微笑，他们走向村头的方向。山顶一片葱郁的苗圃，生机勃勃的植被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鲜活。它们叶片会吐珠，细细的露珠折射着月光，晶莹剔透。可那晶莹中又藏着一张张脸，恐惧而又狰狞。他们竟是桂山村的人。他吐珠，他吸收，就像是吞吐着这月华。这期间，那些花更为娇艳。这露珠很古怪，上边没有脸，是不恐惧吗？下一刻，那露珠所在的叶片似乎有些被灼伤的痕迹，正在微微卷曲。女子被齿轻咬，俏脸逐渐生寒。她微微抬头，似是对着山下，又似是对着空气在说：你给桂山村带进来了很多不需要的人，又有一个没有恐惧的人了，你真的很令人讨厌。恐惧弥漫着游江的内心，他蜷缩在一个小小的树洞中，嘟嘟嘟，轻微的叩击声来自于挡着树洞的薄木板。游江能瞧见外边蹲着一个人，是个邪祟。如果于燕在这里，他一眼就能认出来，蹲着的邪祟是徐开国。只不过在游江的眼中，此人却不同。这段路你要找到一个地方，那里能瞧见一个被吊起来的人，见到那个人你就走出去了。不过你想走出去，还是想离开桂山村？你遇到了一家邪祟，他们特别危险，这村子更不正常。你在村里待得久，你更清楚，你得走出去，不然你迟早会死。你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打开门，跟我走，这里有个人，你杀了他就能出去了，就能离开桂山。不光是额头冒汗，后背更全被汗珠浸湿。换个时间，眼前这人和他说这番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出去。这个人改变了桂山村不少情况，这个人让大家知道了帐篷能够抵御邪祟，只不过他现在也成为了邪祟。混，你离我远一点，你休想骗我。木板外的人却是身体微触，他的眼瞳变得涣散迷惘，他一动不动，口中重复着刚才的话。半夜的时间过去了，终于远处出现了囚车，囚车上的人早已失去了哀嚎的力气，他们还没有彻底死去。于燕很清楚，邪祟不会让人那么轻易死去，他们会慢慢折磨人，也更像是在折磨其他村民。来到村尾，邪祟一次掏穿几人的心，或者掰开了脑子，享受着最后的盛宴。张力开始干呕，哪怕是他见过徐奇被杀，但这种场景还是超越了他的耐受力。渐渐的天色开始转亮，忽地，邪祟统一的站直，缓缓朝着山脚或者是出村山路走去。4点50，还有10分钟。邪祟呢？去哪儿了？那么多邪祟走到这里，就这么不见了？跟着邪祟走，真的能出村。天亮前10分钟，邪祟就预备出村了。有雾气存在的地方，就是邪祟的去处。那还等什么？邪祟开始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离开啊！我知道你急，但是你先别急。你能确保你跟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回头给你一击？我们要筹划好，今晚再试验一次，可能是明天。我们试着出村。
那我等会去接伊人吗？不用接他，他和我说过，如果他没有死，我们走的时候他会跟着我们走，他会知道。于燕，你别逗我，顾伊人千里也，顺风耳嘛，他怎么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走？你不了解他，他是个很特殊的存在，要信任他，至少直到目前他没有错。桂山村带给人恐惧，带给人无数的负面情绪，带给人怀疑，让人不会相信对方。我知道你现在怀疑我，但这就是顾伊人的原话。记住，不要引起村民的注意，出发的时候我会来找你。追邪祟是没有用的，这种事情我做过，天亮那一瞬，邪祟就会无影无踪，根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就算是掘地3尺，一样找不到。小燕，别想那么多了，回去吧，先好好休息，下午起来，你爸继续教你练刀。好好睡一觉，下午起来收拾好东西，我带你们出村。我觉得还是要尽快走，以免夜长梦多。这一瞬，一切都像是变得寂静无声。顾亚傻眼，于峰瞳孔紧缩，眼中只剩下一个情绪，就是震惊。顾伊人说过，跟着邪祟走就能出村。那个女子，他妈，顾伊人不简单的，他提前就和小燕预兆过，我们家的窗户会被打开。小燕，你早就知道，你经过判断了，你确定？顾伊人的确值得相信，我再三验证过了。邪祟会提前10分钟从村子里撤离，回到山路上，然后一团雾气出现后，他们消失无踪。我们可以利用帐篷滞留在他们的必经之处，无论他们用什么方式离开，在那一瞬我们跟上去，我们应该就出去了。悖论是跟着邪祟走，可能会被邪祟回头杀死。我这个做法相当于守株待兔，天亮邪祟就不会伤人了。在那一刻，我们甚至能清晰看见邪祟是怎么消失的。顾伊人呢？他在张丽家里，我要见见他。你这个方法是否和他沟通过了？顾伊人不在这里，他在山里某处地方。我们走的时候，他会发现，然后一起走的。意思是他说跟着邪祟走能出村，自己却不会跟着咱们走。小燕，他的话漏洞百出啊。他很特殊，也很危险，我没办法透露太多他的信息。猎取者已经在试探自己和于峰了，如果再牵扯到顾伊人，后果可能难以想象。于峰没有开口，不过这让他想到了羌村有个人发现了某种秘密，从而被灭口。小亚，我们去休息，这一切都交给儿子来办吧，我相信他能处理好的。神经病，自己不过是没上当受骗，还留下纸条来骂自己。尤江嘴上这样说着，人却朝着徐开国说的方向走去。此时的他腹中空空，是又饥又渴。这条路上猎物真的不多。这棵树明明是自己进来的地方，可始终就是走不出去，而且所有路标还被于燕破坏了，他是真该死呀！尤江内心自嘲，自己居然还真的相信那个邪祟的话。可忽然他余光却瞧见了大约几10米外的方向，树上挂着一具尸体，随风摆动。一个机灵，尤江猛地迈步，朝着那尸体方向狂奔。居然真的出来了！那个邪祟，不，那个人他没有骗我。你这个蠢货！尤江下意识抬起手就要扇自己耳光，可却打了一个空，他的手已是空空如也。哈哈，我要出去了。于燕，你是邪祟怎么样？你让我回不了家又怎么样？我可以出去，我可以出桂山了。随后，尤江毅然决然再度走过那棵树。先前他是被迫进入绕路，这一次他是主动入内。怎么没有关门？张力！只见堂屋内一片狼藉，桌椅东倒西歪，地面上还残留着斑驳的血迹，一看就知道这里经过了一场打斗。于燕心都悬了起来。张力被谁抓走了吗？眼看要出村了，结果却出了这样的偏差和意外。为什么在这个村子中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张力不见了，这太古怪了。他得罪过什么人吗？没有吧，他之前也就被迫和陈仙仙有交集过。得把小张找出来，毕竟他救过我。咱们能走，也是靠了他表妹顾伊人的信息。咱们要是这么一走了之，就太没良心了。小燕，我们去找村长。他妈，你就在家里，哪儿也别去，锁好门。村长，我有事情要说。你怎么摆起来尸体了？有一个人的左手不见了，他的尸体火也点不着，我想应该是被邪祟带走了。点不燃，那没办法了，村里就只能再多一个邪祟了。其他几人倒是火化了，不过他们的指甲都被他们家人拔掉了，不是邪祟扯掉指甲就不会管用，我就只教训了他们一顿。哎，这些村民只会给村子添乱。老于，你刚才说有事情要说，什么事儿？张力失踪了，你知道的。张力帮了小燕的忙，对我于家有恩，这人尚算个好人，是个进京壮队的苗子。他家里有打斗痕迹，应该是被某个村民给带走了。坏了，这陈仙仙趁着有人游村，救走了他这邪祟姐姐，她必然在村子里，这种铁链不是她能绞断的。她那天逃，什么东西都没带走，有人在帮她。所以抓走张力的可能也是这个人，还要搜村吗？搜村是没用的，
我其实一直在稳住村子，尽量定住人心，有村也只能镇住普通村民。实际上村子已经乱了，他们这些人真的该死。你有想法吗？可能是谁呢？富有节奏的声响，每一下都结结实实到肉。张力的皮肉已经麻木了，甚至高高肿起，他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数不清自己挨了多少这样的耳光。顾一人呢？说，赶紧说！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啊！我要把你喂了，姐姐，你死定了！你怎么敢的？张力不停地扭动身体，不停地闷哼。他痛，可他无处躲藏，他内心煎熬。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倒霉，进入桂山后就诸事不顺。你笑什么笑？我笑什么笑？你姐姐是个女菩萨，你被人当成了什么玩意儿？你不知道吗？我笑你可怜可悲又愚蠢，我笑你找个丑男人，脑子同样不好使，知道怎么出村，还是没出村。你之前不是这样的，你变成了死鸭子嘴硬，你等着吧。张力已经绝望了，他不认为自己还有好运能被救第二次。陈仙仙这女菩萨渡了太多人，所以很难确定究竟是谁在帮她。村长，你是说了等于没说，只能通知全村尽量足不出户。陈家姐妹被村中某个人收留，陈仙仙要吃人，对方肯定会找机会捉落单的村民，这就是对方露出马脚的时候。好，老爷，村子这段时间的变化太过反常，我隐隐有个感觉，好像是村子在用这些事情阻断我们的想法行动。本来计划在进羌村寻找出去方法，可现在这诸多事情掣肘，让我们难以出村。那你的意思是孙子活着了，他知道我们想做什么，他就在阻拦。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这些年村里藏着的隐患，一次性爆发出来了而已。不，我觉得不是那样。据你们的信息，根据我的推断，暗中的确是有一双眼睛的，那个存在阻断了羌村的探寻，毁灭了羌村，我们得把它找出来。村长，你不要魔怔了，我们现在应该着眼于村子。如果真按你所说，那能毁灭羌村的危险不是我们能解决的。言罢，于峰便朝着远处走去，他的眼皮开始狂跳，心同样咚咚直跳。于峰能想到钟志成可以计算出暗中那个存在，只是他没想到钟志成会大开大合地讲出来，压根没有料想到那个存在的危险性。天啊，又是陈家姐妹，小张怎么这么倒霉？没办法了，只能明天去找神婆他们。真的点不燃吗？那往常被拔掉指甲的人，往常被拔掉手指甲的人尸身是完整的，所以能火化掉。今天那人整个手臂都不见了，这或许就是缘由。邪祟很特殊，不能用常理去看待它。好吧，先休息会吧，咱们一家人没有那么容易走掉。这里是桂山村，总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怎么了，于峰？陈家姐妹的事，村长应该来这里说过了吧？他将事情通知全村了，我已经召集了人手，准备好好想个办法，将那姐妹俩以及包庇他们的人找出来。那个张力对我婆娘有恩，希望神婆救他一命，我们父子俩感激不尽。这事儿好说，小事一桩，那就不打扰神婆商议事情了。爸，里边那群是什么人？和神婆一样的人。一样是神婆？不能这么看，有些事情你不了解。桂山村其实鱼龙混杂，自打那个人死了之后，进来了许多不一般的人。这些人会比普通人厉害很多，但他们只顾自己的安危，很少管村子。那个钻研出帐篷抵御邪祟的人。对了，我总觉得那个像是被烧焦的人，看咱们的眼神不一样，他是谁？莫前，他不是被烧焦，他是得了一种怪病，这种病让他的皮肤一直在溃烂。他不喜欢被人用异样的眼神盯着，尤其是不喜欢让人觉得他丑，更不能说他丑，否则他会登门让人道歉。行吧，居然看都不行，那他们能把陈家姐妹找出来吗？如果他们不能，那桂山村里就基本上没人能了。青壮队看似是桂山村的牌面，不过青壮队只是普通人，他们不是普通人，何鬼会看在我们父子的面子上就张力一条小命？走吧，回家。爸，你还好吧？小燕，你话里有话。这一下于燕至少确定一个点，于峰没有看见猎取者，否则凭借于峰的聪明才智，应该能联想到什么。我们不要再管羌村的事儿，就等张力被救出来，我们就行动。于峰嗯了一声，随后于峰的眼神透着一抹深色，他隐约反应过来了，于燕好像是在提醒他什么。好了，回去好好练刀吧。领队，怎么了，小黄？村口老孔的媳妇来找我的，她好像看见老孔回来了，只不过这事儿她单独找我。
问我两脚羊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和他解释了，说绝对不能相信老孔，老孔已经不是人了。老孔媳妇儿对咱们青壮队大部分人有抵触，这事情我觉得还是得告诉你才稳妥。两脚羊竟然追到村子里来了，哎，这件事情告诉村长了吗？还没有呢。老孔媳妇不让我告诉村长，还是得和村长说。许毅，你怎么了？惊慌失措的。外来者又来外来者了。于峰眉头一皱，只是外来者，为何会让许毅如此害怕？外来者数量很多吗？多，很多，29个人，年纪大部分和青壮队的相仿。饶是前一瞬都镇定的于峰，这一刻心跳都落空了半拍。人越多越难控制，越容易出事。29个人，这比以往桂山村一年进来的外来者都多。你们先过去，我等下就来。好。他爸不要管那么多，不管是不行的，会有太多人觉得我有问题，河鬼也就不会帮忙了。而且数量太多，变动太大，对我们没好处，得把他们镇压住。于峰到时，青壮队和村民已经将外来者围住，对方的数量太多了，女人有10个，男人19个，真动起手来，一定会有人受伤。而外来者无一例外，心中都有淡淡的不安。你们干什么拦住我们？抢劫可是犯法的。知道我们这队人都什么来头吗？你们赶紧给我们指路，送我们离开这里，不然的话……所有人放下手中工具，走上前，双手抱头。抢劫是吧？演都不演了，居然还有枪，知不知道抢劫罪是重罪？你真敢打我一下试试？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说最后一遍，所有人走上前，双手抱头。钟志成既然有真理，难怪他能在全是狠人的桂山村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老于，你觉得这一次谁来看守他们合适？我和小燕在这里看着吧，换成别人，我不放心，你也不放心。老于，还是你撑得起来。这几天村里发生的事情够让人焦头烂额了，眼下情况混乱，他们进来的不是时候。好了，你们所有人还是要再去通知一次全村人，尽量做到足不出户，这对村子来说很重要。小燕，这不是爸找事，是村长一定会让我管的。张玉玲不见，陈家姐妹暗中为患，老孔疑似回到村里，这些事都不简单。相对而论，这些外来者是麻烦不假，却要好控制多了。我去把你妈接过来，再把咱们该带走的东西也拿过来。此时顾一人正看着油灯发呆，油灯虽然可以防邪祟，但却是那东西的指路明灯，只要察觉到油灯晃动，掐灭灯头，那东西就无法迅速找到它。就这样，顾一人才撑到现在。他在庙里，天啊，他要杀他！怎么可能？表哥又被抓了，不能下山，下山可能又会遇到那个东西。不行，他们不能死，我得出去。帐篷和油灯在这里面，应该不会有人过来了。村长还在焦头烂额，神婆和那群人正在找陈家姐妹。你可以放心大胆，我也能在这里盯梢。小燕，你要小心。妈，你放心，没事的。时间差不多了。深山明月，孤帐一盏，若灯薄雾，人影截然。于燕能清晰瞧见雾气的出现，雾中有着人影微微晃动，似是拥挤碰撞。于燕却怔住了，这怎么回事？自己再三确定扎帐篷的位置一定是在雾气旁边的，可现在雾气距离帐篷大约有5米。这雾避开了帐篷，在旁边产生。那4白4绿的浓雾中，迈步走出来一个个邪祟，他们都带着礼貌的微笑，来到帐篷周围，可他们却没有开口蛊惑于燕，只是窃窃私语，时而还发出诡异的轻笑。这时于燕却惊讶地发现，昨晚那个游村后被带走手臂的人，此刻竟然完整无缺地站在前面。于燕虽心生好奇，却未再多做理会，只是目光沉静地凝视着他们身后那片正逐渐消散的雾霭。可突然，所有邪祟都露出惊恐的表情，像是有莫大的恐怖来临，他们不再停留，朝着四周快速散去。于峰两人看见这一幕，皆是松了口气。可于燕却发现不对劲，帐篷背面有个好宽大、好厚重的暗影，像是背光似的。竟然是猎驱者！于燕心跳都落空半拍，可她不敢露出异样神态，只是假装疑惑地看着外面。她能清晰地看见月光下那张铁青色带着泛白的脸，以及一点红色的鬼画符痕迹。是因为接近让邪祟出现的雾气引来了猎驱者，看不见他，看不见他，我看不见他。于燕心中疯狂默念。此时的她是看着猎驱者的眼睛，可她眼前出现了回溯，回溯的是正对着村路以及小屋。你看见我了。于燕强忍着心头惶恐，眼前的回溯仍在进行，尽管心急如焚，她的神情却始终保持着令人难以察觉的克制，面容未现半分异样波动。
你没看见我？你想成村吗？我可以帮你成村。于燕还是没有反应，只是看着外面，就像是在观察一样。时间仿佛凝固，双方僵持了约5、6分钟。随后，那个高大的身影起身，缓缓向着远处走去。听着脚步远离，于燕才总算停止了回溯，视线汇聚集中。好险啊，命差点就没了。看着远去的猎取者，于燕心生疑惑。其他邪祟能看出来都是近代的普通人，可这猎取者的衣袍和穿着装束是哪一年的？桂山困人究竟存在了多久？那自己能出去吗？罕见的，于燕的心出现一丝动摇，出现了一丝恐惧。某处山顶花圃，他依旧打量着叶片上那一滴没有脸的露珠。讨厌的人带来了不恐惧的人，不恐惧的人对桂山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那个人是谁，他不知道，他想知道，可他却看不出来。终于恐惧了吗？是啊，怎么可能有人能抵御桂山的恐怖？你更能忍，你就更有用了。然而转瞬之间，那颗露珠骤然消散，仿佛被整片叶片彻底吸收，叶片也随之瞬间枯萎凋零。女子的喜悦当然无存，成了一抹惊慌。她匆匆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而她下山的方位恰好便是那绕路的方位。树洞中，尤江在苦苦等待。尤江不止一次暗骂自己是个蠢货，不止一次暗骂自己可能失去了机会。那个人虽然成了邪祟，却一定不是简单的邪祟。嘟嘟嘟，轻微的敲击声响起，尤江赶紧凑上前去，果然那个人来了。这段路你要找到一个地方，那里能瞧见一个被吊起来的人，见到那个人你就走出去了。不过你想走出去，还是想离开桂山村？我想离开桂山村。你不是说要杀一个人吗？杀谁？我准备好了。那人却没有回答尤江，还是自顾自地重复上次的话。对，你说的对。尤江眼中惊喜极了。是啊，自己太蠢了，对方都能说出于燕是邪祟，自己上次居然没信他。打开门，赶我走，这里有个人，你杀了他就能出去了。狂喜的尤江一把推开木门，可下一刻一指猛地擒住尤江的断臂，尤江的喜悦被手臂剧痛瞬间吞噬。尤江虽瞬间挣脱了束缚，可他那残缺的断臂也被硬生生撕下一大块血肉。他不敢停留，他必须在惊动其他邪祟之前赶到旁边的另一个藏身点。于燕还在观察村委，他放弃了出帐篷去雾气出现的地方观察。猎取者出现耽误了他的时间，那里的雾气没有了。不过于燕也松了口气，还好猎取者没有去盯着于峰。看来于峰和自己一样，承受住了猎取者的观察。